之难行，而不换法令，无可行之地。臣能忧众农民，勿扰勿害。屈犹惰之人而归之南亩，克之种义，肯育而都行之，10年之后，仓府之积，当非今日之比矣。乙，自都邑而至州县，皆设学校，使皇子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，皆入于学，以明父子君臣之大伦。自洒扫应对以治平天下之要道，10年以后，上之所以御下，下之所以事上，上下和睦，又非今日之比矣。二者之行，万目思举，否则他皆不可齐也。是道也。尧舜之道也。孟子曰：我非尧舜之道，不敢以臣于王前。臣于区区，切亦愿学也。其五曰：天下所以定者，民至定，则士安于士，农安于农，工商安于为工商，则在上之人有可安之理矣。夫民不安于白屋，必求禄士；士不安于卑位，必求尊荣。四方万里，符奏并进，各怀无厌无耻之心，在上之人可不为寒心哉？臣闻取天下者上勇敢，守天下者上退让。取也守也，各有其宜，君仁者不可不审也。夫审而后发，发无不忠，否则处事而具喜怒，喜怒之色见于貌，言出于口，人皆知之。须考其故，知其无可喜者，则必毁其喜之师；无可怒者，则必毁其怒之师。甚至先喜而后怒，先怒而后喜，号令数变，喜怒不节之故也。是以先忘前心功莫不亦喜怒，其未发也，虽至静莫能知其发也，虽至轻莫能移。是以号令简而无悔，则无不忠节矣。夫数变，不可也，数失信，犹不可也。周幽无道，故不恤此；今无此，何苦使人之不信也？书奏，帝加纳之。恒自见帝，多奏臣，即退，皆削其草。故其言多密，是罕的文，所传者特此耳。恒多病，帝听5日医。至审，10赐上方名药美酒以调养之。4年，乃听其归怀。5年，复召还，奏对议密。6年，命与太常卿徐世龙定朝仪，仪臣。帝临官，甚悦。又诏与太保刘秉忠、左丞张文谦定官制，恒例考古经分并统属之序，去其权设增至冗长策制者，凡省部、院、台、郡县与夫后妃、处藩、百司所连属统制，定为图。7年 ，PG 2327，奏上之。翌日，始集公卿杂议中书，院台行仪之体，恒曰：中书左天子总国政，院台仪具臣。时商挺在枢密，高明在台，皆不乐，欲定为资秉，因大言以动恒曰：台院皆宗亲大臣，若一武，或不可测。恒曰：无论国治耳，何与于人？遂以其言直帝前。帝曰：恒言是也，无异议若是。未几，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，
领尚书省六部事，因擅权。是清朝也，一时大臣多阿之，很美语之意，必正言不少让。亦而其子又有签书密院之命，恒读直议曰：国家事权，兵民财，三者而已。今其父点名与财，子又点兵，不可。帝曰：卿虑其反邪？恒对曰：彼虽不反，此反道也。阿合马由是贤之，即见恒疑在中书，欲因以示中之。俄除左丞，恒屡入祠，免。帝命左右耶恒出。恒出即狱，还奏曰：陛下命臣出，岂出甚邪？帝笑曰：出殿门耳。从信上京，乃论列阿合马，专权往上，杜正害民若干事，不报。因谢并请解机务。帝恻然，召其子师可入，谕旨，且命举自代者。恒奏曰：用人，天子之大病也。臣下犯论其贤否则可，若受之以位，则当断自臣中，不可使臣下有事恩之见也。第九欲开太学，会恒请罢议立，乃从其请。8年，以为疾。贤大学士，监国子祭酒，亲为则蒙古弟子比较之。恒闻命，喜，曰：此无事也。国人子大朴未散，视听专一，若置之善类中，涵养数年，将必为国用。乃请征其弟子王子，刘继伟、韩思勇、耶律有上、吕端善、姚遂、高宁、白栋、苏玉、姚敦、孙安、刘安中12人为伴读。赵义召之来京师，分处各斋，以为斋常。时所选弟子皆幼稚，恒待之如成人，爱之如子，出入进退，其言若君臣。其为教，因决以明善，因明以开闭，相其动。习以为章持。课诵少暇，即习礼，或习书算。少者则令习拜跪。揖让、进退、应对，或射，或投壶，复者罚读书若干遍。久之 ，PG 2328。诸生人人自得，尊师敬业，下至童子，亦知3纲5常为生人之道。10年，权臣屡毁汉法，诸生领时或不记，恒请还怀。帝议问翰林学士王盘，盘对曰：恒教人有法，诸生行可从政，此国之大体，宜勿听其去。帝命诸老臣议其去留，窦莫为恒恳，请之，乃听恒还，以赞善王巡摄学士。刘秉忠等奏，起以恒帝。子耶律有上、苏玉、白栋为助教，以守恒规矩，从之。国家自得中原，用经，大明历，自大定始正后6、70年。弃硕家时渐差，帝以海与混一，宜挟时正日。13年，赵王寻定新历，寻以为吏家之隶属而不知历礼，宜得恒领之，乃以疾。贤大学士监国子祭酒，教领太史院士，赵至今。恒以为东至者，历之本。而求立本者在厌弃。今所用宋旧仪，自便还至京师，以自乖喘，加之岁久，归还不业。乃与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质疑。
象龟表，自丙子之冬日测癸进的丁丑、戊寅、己卯3年冬至。甲时减大明历19刻20分，又增损谷岁余岁差法上。考春秋以来冬至无不尽合，以月时冲击金木二星俱验冬至日。蝉孝旧历退76分，以日转持及中平行度验月离速度加旧历30刻，以现代管窥测赤道速度，以4正定气力损益线，以定日之盈缩，分28线为336，以定月之持级，以赤道变9道定月行，以持级转定度分定朔，而不用平行度，以日月时和时刻定会，而不用虚进法，以禅离跳律定交时。其法是古皆密，而又悉去诸历积年月日法之附会者，一本天道自然之术，可以施之永久而无弊。自于正而完确，盖非一事。17年，历臣奏上之，赐名曰授时历，颁之天下。6月，以即请还怀。皇太子为请于帝，以子师可为怀梦录。总管以养之，且使东宫官来谕衡曰：公无以道不行为忧也。公安则道衡有时矣，其善要自爱。18年，衡病革，加仁慈。PG 2329。衡曰：吾一日未死，宁不有事于祖考。伏而起，电线如仪。既撤，加仁俊，夷如也。已而卒，年73。是日，打雷电，风拔木。怀人无贵见少长，皆哭于门。四方学士闻父，皆俱哭。有数千里来祭哭木下者。衡善教，其言絮絮，虽与童子语，如恐伤之，故所至无。贵见贤不孝，皆乐从之，随其才昏明大小，皆有所得，可以为事。用所去，人皆哭泣，不忍舍，伏念其教如金科玉条，终身不敢忘。或未尝及门，传其序于，而折节力行为明事者，往往有之。听其言，虽五人俗世，异端之徒，无不感悟者。丞相安同一见衡，与同列曰：若被自谓不相上下，盖10百与千万也。翰林臣指王盘器盖一事，少所遇客，独见衡曰：先生，神明也。大德元年，赠荣禄大夫、司徒、侍文正。至大2年，加正学垂县左运功臣、太傅、开府仪同3司，封魏国公。皇庆2年，诏从祀孔子庙庭。延又出，又诏立书院京兆以祀衡，给田凤祠室，名鲁斋书院。鲁，衡居魏时所属斋名也。子师可。窦默李郡民妇。窦默，字子申，出名节，字汉卿，广平肥乡人。幼之读书，毅然有立志。祖祖望为郡公曹，令袭吏士，不肯就。会国兵，伐金，莫为所俘。同时被俘者30人，皆见杀，为末的脱归其乡。家破，母独存，今不知余，母子俱得疾，母尽亡，服病，缟葬。
而大兵复至，遂南走渡河，依母党无事。一者王翁妻矣。女史夜一，转客蔡州，遇名医李浩，授以同人针法。今主迁。蔡莫恐兵且至，又走得安。孝感令谢献子以一洛姓李之书授之，莫自以为习未常学，而学自此始。侍中书杨为中奉旨召集。如道是之事，莫乃北归，隐于大明，与尧书许衡朝暮讲。袭至望寝时，既还肥乡，以经术教授，由是之名。世祖在前邸，遣召之，莫辨姓名以自会。使者比其有人往。PG 2330。见而为服种其后，莫不得已，乃拜命。既至，问以至道，莫首以3纲5常为对。世祖曰：人道之端，孰大于此？失此，则无以立于世矣。莫又言，帝王之道，在诚意正心，心既正，则朝廷远近莫敢不依于正。一日凡3诏语，奏对皆称。只自是静待家里，不令暂去左右。世祖问今之明治道者，莫见尧书，即诏用之。俄命皇子真经从莫学，赐以玉带钩，谕之曰：此经内府故物，汝老人佩服为宜，且是我子见之如见我也。久之，请南孩，命大名、顺德各给田宅，有司遂俱依，误以为常。世祖即位，召至上都，问曰：朕欲求如唐魏真者，有其人乎？莫对曰：犯言见朕，刚毅不屈，则许衡其人也。申时远虑，有宰相才，则使天泽其人也。天泽时宣服河南地，即召拜右丞相，以莫为翰林侍讲学士。时出建中书省，平章政。是王文统颇见委任，莫上书曰：臣事陛下时有余年，数臣顾问，语文甚训，有以见陛下急。于求治，未尝不以立生民安社稷为心。时先帝在上，兼臣擅权，总天下财富，操职在手，共尽其货，炫耀分华，以娱乐上心。其善结朋党，离间骨肉者，皆此徒也。此徒当录，陛下所以不能尽其初心。旧事一念，涵养有年矣。今天顺人应，但登大宝，天下生民莫不欢欣踊跃，引领圣治。然平治天下，必用正人。端是纯稳小人一时功利之说，必不能定立国家基本，为子孙久远之计。其卖力献情，岂怜取宠者，使不得行其志，斯可矣。若夫钩具揣摩，以利害惊动人主之意者，无他，意在并斥诸贤。独执政秉耳，此苏张之流也，为陛下察之。夫望别选功名有道之士，授以重任，则天下幸甚。他日，莫与王鄂、尧书俱在地前，复面斥文统曰：此人学术不正，久居相位，必获天下。帝曰：然则谁可相者？PG 2331。莫曰：以臣观之，无如许衡。帝不悦而罢。文统深记之。
乃请以莫为太子太傅。莫辞曰：太子位号魏正，臣不敢先受太傅之名。乃复以为翰林侍讲学士，详见许衡传。莫俄谢病归，未几，文统伏诛。帝追忆其言，谓近臣曰：囊阎王。文统不可用者，唯窦汉卿一人。相使更有一二人言之，朕宁不知思耶？诏还赐帝京师，命有司乐给领路，国有大政者，以访之。莫与王盘等请分至翰林院，专掌蒙古文字，以翰林学士臣。指撒的米底里主之，其翰林兼国史院，仍旧纂修国史，典制告。被故问，以翰林学士臣指兼修起居注合理或孙主之，帝可其奏。莫又言，三代所以风俗淳厚，历数长久者，皆涉学养士所致。今宜见学历师，博选贵族子弟教之，以示风化之本。帝加纳之。莫常与刘秉忠、姚书、刘肃、商挺事上前，莫言均有过举，臣当直言，都于御服，古之所上。今则不然，君曰可，臣亦以为可；君曰否，臣亦以为否，非善政也。明日复事。帝于卧殿，列者失一鼓，帝怒，侍臣或从旁大声谓夷加罪。帝恶其迎合，命杖之，是列者不问。既退，秉忠等喝莫曰：非功臣节主之，安得感悟至此？至元12年，末年80，公卿皆往贺，帝闻之，拱手曰：此被贤者，安得请于上帝，减去数年，留朕左右，共治天下。昔今老矣，怅然者久之。莫既老，不事事，帝数遣中使以征。顽疾诸器物往存问焉。17年，加昭文馆大学士，卒，年85。复闻帝升为街道，后加奉赐，皇太子义父已超2000贯，命有司护送归葬肥乡。莫为人乐意，平居未尝平品人物，与人居，温然如者也。至论国家大计，面折廷政，人未及案无以过之。帝常谓侍臣曰：朕求贤30年，唯得窦汉卿及李俊明2人。又曰：如窦。PG 2332。汉卿之心，姚公茂之才，合而为一司，可谓全人矣。后类赠太师，封魏国公，谥文正，字律，及贤大学士。李俊明，字用章，泽州人，的河南陈氏传授之学。今承安中举进士第一，应奉翰林文字。未几，弃官不仕，以所学教。受乡里，从之者甚甚，至有不远千里而来者。今原南迁，隐于嵩山，后徙怀州，而复隐于西山。继而变起仓促，人服其先之。俊明在河南时，隐士经先生者，授以邵雍、黄吉、术。时知之。术者，吾出刘秉忠之右，亦自以为弗及也。世祖在前藩，以安车召之，言访无虚日。据起海山，世祖重为其义，遣中贵人护送之。又常令张仲仪问以真详，及即位，
其言皆验，而郡民矣。4. 次是庄敬先生 ，PG 2333，列传第46。宋子真，宋子真，字周成，潞州长子人也。姓闵，务好学，公慈父。弱冠，领荐书事礼部，与族兄之柔同补太学生，具有名于时。人以大小宋称之。金末，潞州乱，子真走赵，未监。宋江彭邑，兵守大名，辟为安抚司祭一官。义兵末，子真率众归东平行台。延时，时素闻其名，招至幕府，用为降役官，兼提举学校。先是时每令人请示于朝，托进士奏决，不经中书，应与丞相耶？律处才有为言。子真至，劝时治理丞相，通殷勤，凡奏请，必先咨禀。丞相喜，自是交欢无间，时因此亦委信子真。太宗4年，时戍黄陵，今人西历来攻，与战不利，敌势颇张，曹、蒲以南皆阵。有自敌中逃归者，言今兵且大至，人情凶惧。子真请于时，斩扬言者首，以令诸臣，境内乃安。汴梁既下，击闽北，西恶殍营道。子真多方拯救，全活者万余人。今世之流寓者，悉引荐州给，且见用之。拔名如张特立、刘肃、李常备于羁旅，与之同列。四方之士闻风而至，故东平一时人才多于他镇。7年，太宗命子真为行台右司郎中。中原略定，事多草创。行台所统50余城，州县之官或着自将校，或起由名武、律妹于从政。甚者专以剖刻聚敛为能，官吏相与为贪私以并名。子真访前代观察采访之制，命官分3道纠察官吏，立为臣事，与为其会，处贪惰，讲廉情。官府事有纪纲，明的苏习。东平江校，占民为不屈户，为之缴债，善其赋役，己400所。子真请罢归州县。时出难之，子真立言乃听，人以为辩。时卒，子忠。PG 2324。既袭爵，犹进子真，请于朝，授参议东平录事，兼提举太常理。乐子真作新庙学，沿前进士康业、王盘为教官，招致生徒己100人，出素善之，比习经义。每记成事，必亲临之，其鲁如风，为之一变。遂己位，士祖难伐，召子真至仆，问以方略。对曰：本朝威武有余，仁德未洽，所以拒命者，特为死耳；若投降者不杀，胁从者勿治，则宋之郡邑，可传习而定也。士祖善其言。中统元年，授益都路宣抚使。未己入境，拜右3部尚书。新历审部，典章制度，多子真裁定。理谈判，据极难，召子真参议军前行中书审事。子真单其至极难，官坦行事，应说丞相。使天则曰：
坦拥众东来，坐守孤城，宜增驻外城，防其奔突。彼梁尽援绝，不攻自破矣。亦与天泽和，遂秦坦。子征还。尚书陈便宜时事，大略谓官爵人主之柄，选法宜尽归吏部。律令国之纪纲，宜早刊定。监司总统一路，用非其才，不验人。望岂选公廉有才德者为之。荆州县官相传以事，非法复敛。民穷无告，宜迁转以革其弊。又请建国学教胄子，赤州郡题。学课士诸生，3年一贡举。有指命中书次第施行之。至元2年，始罢州县官世袭。遣子真与左丞相耶律驻行山东，迁调所部官。还授翰林学士，参议中书省事。奏请颁俸禄，定职田，从之。俄拜中书平章政事。复陈实物之切要者12册。帝颇毁用子真。晚，未几，以年老求退。帝曰：亲气力未衰，免为政留。错。治大事400司察有条理，听亲自辩。3年11月，恳辞，乃得请。特敕中书，凡有大事，及其家访问。子真私居，每闻朝廷事不便，必封书上奏，爱君忧国，不以进退益其心。卒年81，始病，家人尽医药，却之曰：死生有命，无年于8。10，何以药为？病危，诸子请遗言。子真曰：吾平息教辱。PG 2325。者不少，今上贺言耶？子伯，字其彦，有才名，官至集贤学士。商挺。商挺，字孟卿，曹州济阴人。其先本姓殷氏，必宋会改焉。傅恒，迁陕西行省员外郎，以战死。挺年24，汴京破，北走。依官事赵天锡，与元好问，杨焕游。东平延时聘为诸子师。时卒，子中祭祀，辟挺为经历，初为曹州判官。未几，复为京历，暂中继心学养士。癸丑，世祖在前邸，受京诏分的文挺名，遣使真至延州。入对称旨，字而不明。兼陪宴语，因曰：挺来时，礼坦陈渠。山，东平当馈米万石。东平至渠山，律10至1时，且车闹虞。禹，必后期，后期罪死。请书夷州，使坦军取时，便。世祖曰：爱民如此，忍不轻从。杨为中宣抚关中，挺为郎中。兵火之余，8州12县，户部满万，皆今忧无聊。挺左为中。进贤良，处贪暴，民尊卑，出阉制，定规程，主不责，应处弊。颁俸禄，务农薄税，通其有无。其月，民乃安。诸夷大华，群立贤具，且请检关中常赋之办。明年，为中霸，连西县来代。申挺为宣抚副使。丙辰，征京兆军需布10000匹，米3000石，帛3千段，谢弃称是，疏平梁军。其破甚，郡人大恐。挺曰：
他亦己也，运米千里，访我残麦。梅长王姓者，平凉人也。挺。赵禹谋对曰：不凡官运，仆家有积粟，请以代书。挺大悦，载驾与之，他书亦如其。复命监制怀孟，境内大治。丁巳，宪宗命阿兰达儿会稽河南、陕右。戊午，罢宣抚司，挺还东平。宪宗亲征蜀，世祖将驱汉军于小蒲，召问军事。挺对曰：蜀道险远，万乘起疑轻动。世祖默然久之，曰：轻言正气无心。宪宗崩，世祖北还，道遣张文谦与挺计事。挺曰：军中当严服信，以防奸诈。文谦即追即言之。世祖 PG 2336。大悟，骂曰：无一人为我言此，非商孟卿己败大计。肃谴。使至军吏曰：未几，阿里不歌之使至军中，执而斩之。赵挺北。上至开平，挺与连西县密赞大计。世祖既即位，挺奏曰：南师夷还护城隅，西师夷军遍地。从之。以连西县及挺宣抚陕属。中统元年夏5月，至京兆。哈剌不花者，真属实名将也。浑都海常为之父，时筑6盘山，以兵应阿里不歌。挺谓西县曰：为6盘，有3侧，西锐而东。直捣京兆，上策也，聚兵6盘，关信而动；中策也，重装北归，以应贺陵；下策也。西县曰：彼将何从？挺曰：必出。下策。已而果然。于是与西县定议，令巴春、汪良臣发兵御之。是据西县传。6盘之兵既北，而阿兰达儿自河陵引兵南来，与哈剌不花、浑都海域于甘州。哈剌不花以与不和，引其兵北去。阿兰达儿遂与浑都海合军而南。时诸王和单率其兵，与巴春、汪良臣兵合，乃分为3道以拒之。既阵，大风吹沙。良臣令军士下马，以短兵突其左，绕出阵后，溃其右而出。巴春直捣其前，何单乐经其腰其归路，大战于甘州东，杀阿兰达而浑都海。是闻，帝大悦，曰：商孟卿，古之良将也。改宣抚司为行中书省，晋西县为右丞，挺为迁行省事。2年，晋参知政事。宋江刘整以护州将，系前将宋者数百。人来归，军吏请诛以戒，挺进奏而释之。兴元判官费引有罪据，诛，以戒兵完成事宋挺与西县于朝。帝召挺便殿，问曰：卿在关中、怀孟两者至孝，而毁言日志，岂同引有举卿者耶？亦位高而志怠耶？彼年论王文统者甚众，卿独无一言。挺对曰：臣素知文统之为人，常与赵必论之，想陛下犹能记也。臣在秦3年，多过，其或从权以应变者有之。若功臣以归己，事败分就于人，臣必不敢，请就路。挺既出，帝故驸马呼剌。
初，叔父何达等数挺前后大计，凡时有期，因叹曰：挺有。PG 2337。公如是，犹自言有罪，若此，谁复为正路立耶？卿等食之。4年，赐金符，行四川行枢密院事。至元元年，入拜参知政事。建议史事，复修辽、经二使。宜令王鄂、李治、徐世龙、高明、胡之玉、周砥等为之，甚和。帝义2年，分省河东、俄赵还。3年，帝留意经学，挺与尧。书、窦默、王鄂、杨果纂、五经要语，凡28类已尽。6年，同迁枢密院事。7年，迁书。8年，升副使。戍军时，定军。官品级，给军立俸。使4000人屯田，开垦3万亩，收其获以饷。清军。太不胜军者户3万户，一丁者亦太去，丁多业寡，业多丁寡，财力相资，合出一军。9年，封皇子芒阿剌为安西王，立王相府，以挺为王相。14年，赵王北征，王命挺曰：关中事有不便者，可悉跟章。之。挺曰：延安民兵数千，以使李呼兰及练习之，以备不。于未己突鲁叛，以延安兵应敌，果获其利。挺进10策余。王曰：穆清陵，安人心，敬民时，备不虞，后民生，一事全。清心源，谨自治，固本根，察下情。王为置酒加纳。王薨，王非使挺请命于朝，以子阿难达嗣。帝曰：年少，祖宗之训位。袭，亲姑行王相府事。初，运使郭从、郎中郭书云与王相赵秉构隙，或告秉不法，非命求之6盘狱已死。朝廷一善杀之，直从。书云居问，伏孤。事据赵秉传。初无一毫及挺，为王府女西彻，以遇2郭。谋临行，望以求生，始有暧昧与连挺及其子燕。帝怒，召挺。居秉家，夜下狱。帝命赵世子曰：商孟卿，老书生，可与诛。如验其罪。吏部尚书卿杨孟言以义勋奏曰：臣宋儒，不知。挺向来之功可补今之过否？帝不悦曰：是同类相助之词。也。福宝郎董文中奏曰：孟言不知挺何如人，臣以囊实推。待之公与之矣。帝良久曰：其事果何如？对曰：臣母。PG 2338。未笃，尔故闻之，杀人之谋，挺不与也。帝默然。16年春，有旨，挺不可全以无罪释之，及其家。是冬，使事挺及宴。10年，复枢密副使，俄以及免。21年，赵世子复送复冤。挺又被系100余日，乃释。25年，帝问忠臣董文用曰：商孟卿今年几何？对曰：80。帝甚惜其老，而叹其康强。是岁冬时有2月卒，有诗1000余篇，尤善隶书。言又出，赠推陈。
协谋左运功臣、太师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上柱国、鲁国公、世文定。子五人，虎、林、唐、叶、齐。虎字台福。至元14年，以尧书许恒建拜江南行御史、台监察御史。建康数促有利汤氏财者，投割于其家，诬为反拒。虎知其冤，罪诬者而释之。华亭盘龙寺僧司月谋叛被擒，其党纵火来劫，民大扰，虎即诛其魁。闻法力则虎善诛，行台中丞。张雄飞曰：江南残毁之余，盗贼屡起，故上寻常吏，安用县台为哉？利益遂趋。都昌邀贼杜万一，见号倡乱，行台袭虎。暗问：谢系胁从者淫欲，虎悉以挂物纵遣之。党与窜伏者尤众。虎接榜招来，不3日云集。27年，征拜中台监察御史。属地震，虎上书言：袭汉文帝有此意，而无其应，盖以公行德，化而米也。因调成汉文时政已尽。又言：为国之道，在立法，人人二者而已。法不图利，虚人而行，人不滥用，为贤士，则应举天下名士10余人，帝从之，皆照用，殆以不次。3. 10年，迁国子司业。卒。有移斋文集。堂子李福，是为右卫屯田千户。遂于谢病逝亲，10年才。32。后还乡里，注释约会道堂，盖取7世祖宗弼，宋仁宗。时为太子中舍人，年50，挂冠所著堂名也。其字德福。大德8年，承宗诏被宿卫。仁宗在东宫，奏授即贤直学士，调大名录至中，不复。皇庆元年，授集贤士讲学士。延佑4年，升士读官，通奉大夫，赐超25000贯。太定。PG 2339。元年，迁秘书卿，并归，卒。其善画山水，常史术，持平守法，秋毫无私。赵良弼。赵良弼，字辅之，女直人也。本姓数要甲，因而为赵家。因以赵为氏。父阙，今威圣军节度使，是中闵，阙长子梁贵。松汝招讨使，梁贵子党，许州兵官，阙从子梁才，守太原。据死事。梁弼明敏，多智略，初举进士，教授赵州。世祖在前藩。赵建战对称旨，会立行州安抚司，擢梁弼为牧长。行久不得，善立，且当要冲，使者旁忤，民多逃去。梁弼屈化有方，是获撤至，则请诸藩邸，在月岁，凡6往返，所请无不从。托勿托，以断事官正行，其属要节罪废者，交构嫌隙，动相举挠。世祖时征云南，梁弼持100骑士，遂处托勿托，罢其属，行大治，户口增备。世祖在前藩时，分地在关陕，奏以连西县，商挺宣。府陕西，
以良弼参议司事。阿兰达尔当国，但世祖鹦鹉单于宪宗，遂以阿兰达尔为陕西省左丞相，刘太平参知政事，勾效。京兆前谷，虾练群狱，死者20余人，众皆鼓励。良弼力成大义，辞弃恳款，2人卒不能污，故宣抚司亦无所作。己未7月，世祖南征，召参议元帅事，兼江淮安抚使。清执府谷，率先士卒，5战皆捷，尽焚庐舍，杀将民，所至宣布。恩德，民皆暗睹。继渡江，攻鄂州，闻宪宗崩，世祖北还，良弼陈时务12事，言皆有真。至魏，遣如京兆察访秦，属人情。是宜不逾越，具得时还报，曰：宗王牧歌无他心，以息。南6盘西尾属之。浑都海屯军6盘，是马金强，咸思北归，恐事有不义。纽邻总秦，川蒙古诸军，多的秦，属民心，年少智勇，亲去就，当宠以重职，即解其兵柄。刘太平，或鲁怀，今行尚书省事，深言半及粮饷，因有巨情，属至。百家奴，刘黑马，汪维正兄弟，蒙被德惠，据悉心四命，其言皆见采用。PG 2340。庚申，良弼反武上言劝进，曰：今中外皆愿大王早进政，臣以安天下，世事如此，岂容终止？社稷安危，坚不容法。世祖加之。既即位，历陕西四川宣抚司，复以连西县、商挺为使，复良弼为参议。良弼先行，谋诛段氏官巴春，曰：今浑都海日夜思北归，纽邻千言不及行，当先遣使奉上旨促纽邻入朝。刘太平素还京兆，巴春从其意，至则纽邻果疑营将入。今刘太平将驱6盘，闻命乃止。后浑都海果叛北归，良弼与汪维正、刘黑马2宣抚决议，执浑都海之党元帅起台不花迷，立火者诛之。西县及挺律有擅杀民，遣使入奏逮罪。良弼拒密，状受使者言，使遣捕2帅时，指令求以4报，臣妾以为章。皇不便，宜即诛之。擅杀在臣，时不在宣抚司，若上怒西县等，愿使者即出此奏。帝竟不问，使者以奏白政府，咸以良弼为长者，升参议陕西省事。蜀人费营以司汉乌连西县，商挺在京。诏有意志者9事，以良弼为真。帝召良弼诘问，良弼泣曰：二臣忠良，保摩士心，愿剖臣心以明之。帝亦不是。会平里坦的王文统交通书，亦有一2臣意，切责良弼，无所不至，至欲断其舌。良弼誓死不少辩，帝亦乃解，废营卒以反诛。至元7年，以良弼为经略使，领高丽屯田。良弼言屯田不便，故辞，遂以良弼奉使日本。先是，至元初，数遣使通日本，卒不得要领，于是良弼请行。帝悯其老，
不许。梁弼故请，乃授秘书监以行。梁弼奏：臣父兄4人，死事于今，其命翰林。臣闻其悲，臣虽死绝狱，无憾矣。帝从其请，给兵3000以从。梁弼辞，独与书状官24人俱。周至京岛，其国人望战使。周欲举任来攻，梁弼舍周登岸御止。京守沿入板屋，以兵还之，灭烛大噪，梁弼宁然自若。天明，齐国太宰府官陈兵4山，问使者来状。梁弼述其不公罪，仍欲以礼义。太宰官溃服，求国书。梁弼曰：必见汝国王，使受之。月数日，复来求。PG 2341。书且曰：我国自太宰府以东，上古时臣，未有志者。今大朝遣使至此，而不以国书见受，何以示信？梁弼曰：随闻。帝遣裴卿来，王交迎陈礼。唐太宗、高宗时，遣使接的见王。王何独不见代朝使臣乎？父所书不已，劫难往复数次，至矣。兵胁梁弼。梁弼终不语，但颇录本事之。后又申言：大将军矣。兵10万来求书。梁弼曰：不见汝国王，宁持我手去，书不可的也。日本之不可屈，遣使介12人入境，仍遣人送梁弼至。对马岛。10年5月，梁弼至自日本，入见，帝询之其故，曰：卿可谓不辱君命矣。后帝将讨日本，3问，梁弼言：臣居日本岁余，睹其民俗，很勇嗜杀，不知有父子之亲，上下之礼。其地多山水，无耕桑之利，得其人不可易，得其地不加富。况舟师渡海，海风无期，祸害莫测。是谓以有用之名利，田无穷之巨壑也。臣谓物极变。帝从之。11年12月，以梁弼同签书枢密院事。丞相伯言伐宋。梁弼言：宋重兵在扬州，已以大军先捣钱塘，后弃如其计。又言：宋亡，江南士人多废学，宜设经史科，以育人才。定律令，以极坚利，促皆用其意。帝常从容问曰：高丽、小国也，将功义绩，皆胜汉人，至于儒人，皆通经书，学孔孟。汉人为物克复吟诗，将何用焉？梁弼对曰：此非学者之病，在国家所上何如耳？上师父，则人必从之；上经学，则人亦从之。梁弼屡以及辞，19年，的止居怀孟。梁弼别业在温县，故有地3000亩，乃西为2，6与怀州，4与孟州，皆永立妙学。以善生徒，自以出身如素，是不忘本也。或问为治，梁弼曰：必有忍，其乃有计。人性一发而难治者，为怒为甚。必克己，然后可以治怒；必顺理，然后可以忘怒。能忍所难忍，容所难容，是思计矣。23年卒，年70。赠推中义运功臣。
PG 2342。太保仪同三司，追封韩国公，谥文正。子训，陕西平章政事。赵弼，赵弼，字宝成，云中怀仁人。世祖为亲王，闻其名，召见。忽秀才而不明，赐3铜，给薪水，命后亲至依赐之，是其是服。不称，则为损益，宠欲无与为比。命持役4方，聘名士王2等。又令蒙古生10人从必受儒书，敕必习国语、义、大学演义。时从马上听必陈说，此指名冠，世祖加之。宪宗即位，赵弼问曰：天下何如而治？对曰：请先。诸进士之有不善者。宪宗不悦，必退。世祖曰：秀才，汝浑身是胆耶？吾亦为汝握两手汗也。1日，段氏官衙老瓦赤，持其印，请于帝曰：此先朝赐臣印也，今陛下登基，将人用。此旧印，亦以新者耶？时必视旁，直之曰：用汝与否？取自圣才，汝乃敢以印为请耶？夺其印，至帝前。帝为默然。久之，继而曰：朕亦不能为此也。自是衙老瓦赤不复用。壬子，为河南经略使。河南刘万户贪淫暴利，郡中婚嫁。必先录之，得所请而后行，咸呼之为翁。其党董主簿，由是事。为虐，强取民女有色者30余人。必至，按其罪，立斩之，尽。还民女。刘大惊，10天大雪，因益必相劳苦，且酌酒贺曰：今月下车，诸除强华，故雪为锐印。必曰：如董主簿比者，尚有其人，似尽诛之，锐印将大至矣。刘秉气不复敢出语。归卧病而卒，10人以为俱死。即位，伐宋，为江淮金湖经略使。兵围鄂州，宋甲4道遣。使来，愿请行人以和，必请行。世祖曰：汝登城，必警示无。其动，速归可也。必登城，宋将宋京曰：北兵若旋师，愿割江为界，且遂奉迎，卷匹2各20万。必曰：大军至。蒲州时，臣有事请，犹获见从，今已渡江，是言何意？贾至，今焉在耶？必是见世祖其动，乃曰：似他日复议之。遂。PG 2343。还。宪宗崩，世祖即位。中统元年，拜燕京宣慰使。施功己数。军府库已竭，即用兵北边，必经化溃运，相继不绝。中书省。立受平章政事，一家达拉罕之号，立辞不受。2年，从北征。命还彦以平章政事兼大都督领诸军。是年，使至太庙雅乐。乐公党仲和、郭伯达以知音律在选中，为造伪抄者连坐，系。欲。必曰：太庙雅乐，大享用之，圣上所以昭孝报本也，岂可系及无辜，而废雅乐之臣哉？奏请援之。3年，李坦反义。都从亲王何必赤讨之。
坦以拒济南，诸军伐时，必从济河的。肃吉阳使以溃军，军复大振。至元元年，官至行加荣禄大夫。帝欲作文习颂，执笔者数人，不称旨，乃诏必为之。文成，帝大喜曰：“惟秀才趋进，我意。”改书密副使。6年，宋守臣有遣监使曰将者，帝命毕。义路门山都元帅阿术营密议，命毕同行汉军都元帅府事。宋江下跪，率兵5万，馈粮3000艘，自武昌溯流，入原襄阳。时旱，水暴涨，必具险设伏待之。贵果中夜前上，必策马出鹿门，行20余里，发伏兵，夺其5州，大呼曰：“南船已败，我水军宜速进。”贵设不敢动。明旦，阿术至，领诸将渡江西追贵齐兵，必率水军万户解汝吉等追贵州师。遂合战于虎尾州，贵大败走，士卒溺死甚众，夺战舰50，秦将士300余人。高丽王直为其臣灵眼所逐，帝诏必还，改中书左丞、同国。王头辇歌行东京等路中书省事，聚兵平壤。时衍已死，必与王。亦曰：高丽迁居江华岛有年矣，外虽卑辞成贡，内视其险，故使权臣魔所畏忌，擅逐其主。今衍虽死，王实无罪，若朝廷遣兵护归，使复国于古今，可以安兵息民，策之上者也。因遣使以闻，帝从之。时同行者分高丽美人，必得3人，皆还之。师还，迁中书右丞。东寺太庙有司师黄曼，所得于神袍造。PG 2344。夏，以甚污弊。帝闻，大怒曰：“大不敬，当斩。”帝曰：“法只杖断流远，其人得不死。”10年，复拜平章政事。13年卒，年57。大德3年，赠大司徒，侍中亮。子2人，任荣同知归德府事，任公及贤直学士。孙2人，崇交寺署令，弘左藏库提点。PG 2345。列传第47。王盘。王盘，字文炳，广平永年人，事业农，岁得卖万石，乡人。号万石王家。父喜，今末入裁左军心，补进义复位。国兵破用。年，将屠其臣，喜父庆家资以助军费，众赖以免。今人迁变，乃举家南渡河，居汝之鲁山。盘年方官，从马九筹学于兖城。客居平盛，日作迷仪器，化为朝牧时。年26，擢正大4年。今义进士第，受归德府录事判官，不复。自是大4立于京师柏。是文辞弘放，号无涯寺。及河南备兵，盘避难，转入怀乡。兼宋金湖制置司素知其名，辟为议事官。丙申，襄阳兵变，乃北归，至洛溪，会阳为中被指召集儒士的盘，生礼遇之，遂遇河内。
东平总管严实心学养士，营盘为师，授业者常数百人，后多为名士。中统元年，即拜义都等陆宣府副使，居请之，以及免礼。坦素重盘，以礼言治之。盘亦乐青州封土，乃买田米河之上，题其居曰陆安，有中焉之意。及坦谋不轨，盘决之，脱身至济南，得一马驰去，入京师，因事臣以闻。世祖即日召见，加其臣节，抚劳甚厚。坦据济南，大军讨之，帝命盘参议行省事。但平遂窃妻子至东平，诏拜翰林直学士，同修国史。初为真定、顺德等陆宣卫使。衡水县打鲁花赤盲误辟贪暴不法，县民苦之。有赵卿者，发其罪，既具服矣，事出至监司，其妻具无以灭口，召家人饮酒治罪，以利啖之，使夜杀卿。卿逃获免，乃尽杀其父母妻子。卿诉诸官，权要必盲误辟不。PG 2346。为礼，又欲反其拒狱。盘进奏治诸法及其家资，以办给卿。郡有西域大甲，称待取袭，有不时长者，折置狱于家，居系绑。略。其人且事干官府，直来作听事，指挥自若。盘大怒，斥左右左下，追之数十。使府至御城上，及己诸城下，己死。郡人称快。未几，黄起真定，朝廷遣使者督捕，一夫4万人，以为不足，欲迭陵道助之。盘曰：4万人多矣，何烦他郡？使者怒，则盘状，其3日进捕黄，盘不为动，亲律一夫走田间。设方法督捕之，3日而黄尽灭，使者今以为神。复入翰林为学士，入谒宰相，守言，方经害民之力，转运司为甚，治税人百谷，一罢去之，以苏民利。由是运司遂罢。阿合马讽大臣，请和中书、尚书2省为一拜右丞相安同，为3公，因欲夺其正柄。有诏会议，盘言和2省为一儿，以右丞相总之，时变；不然，则宜人就。3公既不欲正事，则不宜虚设。其意遂举。迁太常少卿，起治事，不允。10公却未见，朝仪未立，凡欲称贺，陈述杂志帐殿前，执法者患其喧扰，不能进。盘上书曰：按旧制，天子宫门，不应入而入者，谓之拦入。拦入之罪，由第1门至第3门，轻重有差。宜令宣徽院及2省而下百官姓名，各依班序，听通事。舍人传呼暂饮，然后进。其越次者，殿中司纠察定罚，不应入。而入者，准拦入罪，述朝廷之礼，见可整肃。于是一致始定。取复孔子庙，历代给民100户，以供洒扫，复其家，治事。尚书省以扩户之故，尽收为民。盘言临庙户100家，遂复超。不过600贯，仅比16品官中年俸耳。圣朝将与万里，才复岁。亿万计，
其爱依六品官俸，不以待孔子哉？且于府库所益无多，其损国体甚大。时论委之。帝以天下欲求资多，斥诸路自死。罪以下，纵遣归家。其秋8月，西来京师听决。求如其志，帝恻然怜之，尽原其罪。他日，命辞臣作诏，戒谕天下，皆不称。PG 2347。旨意盘独以纵求之意命辞，帝喜曰：此正所欲言而不能者，卿乃能为正言之。嘉奖不已，取酒赐之。在启治事，不允。国子祭酒许衡将告归，帝遣进臣问盘。盘言：衡素廉戒，亦其所以求退者，得非生源数少，作弥领。禄有所不安耶？宜增益生源，使之施教，则庶积人才有成。衡之受禄亦可少安矣。诏从之。盘移及家居，帝遣使存问，赐以名要。盘常于会集议事之际，数言前代用人20从。朕70治世，所以资其财力，悯其衰老，养其廉耻之心也。今入仕者不限年，而老病者不能退，彼既不自知耻，朝廷亦不以为非，甚不可也。治世以及，请断月俸无给，自秋及春。兼启治世。帝遣使谓谕之曰：青年虽老，非任巨物，何以辞？为人诏禄之终身，并还所断月俸。盘不得已，复起。时方伐宋，凡为握谋议，有所未决，即遣使问之。盘所夫臣每称上意。帝将用兵日本，问以便宜。盘言：今方伐宋，当用无权力，庶可一举取之。若复分立东夷，恐旷日持久，攻促难成。四宋灭，徐图之未晚也。江南记下，盘上书大略言：晋级军事，选择官吏，赏功罚罪，推广恩信，所以富安。兴复消弭寇盗，其言要切，皆见施行。朝议太冗官，全尽。司以按察司不便，欲并审之。盘奏书曰：各路州郡，去京师。遥远，贪官污吏，侵害小民，摩所控告，唯赖按察司为之生理。若只为冗官，一力罢去，则小民冤死而摩所诉矣。若曰京师有御史台纠察四方之事，事大不然。夫御史台纠察朝廷百官，今冀州县尚有伏击，况能周遍外路千百城之事乎？若欲并入运司，运司专以盈利增课为职，与管民官常分彼此，岂暇顾细民之冤亦哉？由是按察司的不罢。朝廷录平宋公，迁至宰相职。政者20余人，因议更定官制。盘奏书曰：历代制度，有官品，有爵号，有职位。官爵所以是荣宠，职位所以为事权。臣 PG 2348。下有功有劳，随其大小，酬以官爵，有才有能，称其所堪，处以职位，此人君欲下之术也。臣以为有功者，宜加迁散官，或赐5等爵号，如汉、
唐封侯之志可也，不宜任以职位。日本之意，施行有期。盘入谏曰：日本小夷，海道险远，慎之则不武，不慎则损威。臣以为误伐变。帝震怒，谓非所宜言。且曰：此在无国法，言者不赦，汝岂有他心而然耶？盘对曰：臣赤心为国，故敢以言。苟有他心，何为从叛乱之地？冒万死而来归乎？今臣年已80，况无子嗣，他心欲何为耶？明日，帝遣侍臣以温言慰抚，使无忧惧。后月内府征完有必欲保枕，应出赐之。盘以年老，累起骸骨。丞相和李或孙为言，赵允其请进。资德大夫，致仕，仍给半俸终身。皇太子闻其去，召入宫，赐食，未问良久。行之日，公卿百官，皆设宴以见。明日，皇太子赐宴圣安寺，公卿百官出送立则门外，尽身以为荣。盘无子，命其婿著作郎李治兵为东平判官，以便养。每大臣宴见，帝数问盘起居状，始终眷顾不衰。盘资性刚方，闲居不忘言笑，每奏对，必以正，不肯阿谀陈顺。帝常以古直称之，虽权性侧目，弗怨也。阿合马方的权，至重必求闻于碑，盘具弗语。所见颂雷音、魏初、徐衍、胡之玉、孟琪、李谦，后皆为名臣。年至92，卒之系，有大兴允正请之东。赠端真雅亮左治功臣。太傅开府仪同三司，追封民国公，谥文忠。王鄂，王鄂，字百一，曹州东明人。曾祖臣、祖立，父称鄂使。生，有大鸟止于庭，乡先生张晕曰：鄂也。是而其有大名乎？因名之。又聪悟，日诵千余言，常公辞赋。今正大元年，中进士第一甲第一人出身，受应奉翰林文字。6年，授归德府判官，行亳州丞副令。7年，改同知深州事，行蔡州汝阳令。丁母忧。PG 2349。天兴2年，金主迁蔡，召尚书省遗书衡山公武先进兵。金主览书，问谁为之？又承完颜仲德曰：前翰林应奉王鄂也。曰：朕即位时状元耶？召见，袭着用之晚，起复，授尚书省右司都事，升左右司郎中。3年，蔡县将被杀，万户张柔闻其名，救之，辇归，管于保州。贾承东，世祖在藩邸，访求一役之事，遣使聘鄂。及至，使者数倍迎劳，召对进讲《孝经》《书》《易》及其家志。国之道，古今事物之变，每夜分乃罢。世祖曰：我虽未能及行汝言，安知一日不能行之耶？遂于起还，赐以马、人命。进士阔、柴真等5人从之学。既命徙居大都，赐宅一所。常因见，请曰：天兵克蔡，
今主自缢，其奉欲降山坟葬汝水之。谤，礼为旧君有福，愿往葬祭。世祖议而许之，至则为河水。所媒设具深酒，为畏而哭。庚申，世祖即位，建元中统，首授翰林学士臣旨，制告典章，皆所裁定。至元元年，加资善大夫。上奏，自古帝王的施心费可考者，已有始在也。我国家以神武定四方，天歌所临，无不臣服者，皆出太祖皇帝妙魔雄断所制，若不成实记录，且恐久而遗亡，宜置举纂旧实录，复修辽金二史。又言唐太宗始定天下，置弘文馆学士18人，宋太宗陈太祖开创之。后设内外学士院，史册滥然，号称文治。唐国朝，岂无因才如唐、宋者乎？皆从之，始立翰林学士院，2岁建立也。李昶、王盘、徐世龙、高明为学士，复奏历时道提举学校官。有言事者，谓宰执非其人，赵如陈廷亦可任宰相者。何马巧佞，欲臣系取相位，大臣复助之，众知其非，莫敢言。恶愤然执笔曰：吾以衰老之年，吾以报国，即欲举任此人为相，吾不能插履尾矣。振袖而起，兼继为之终止。5年，起。致仕，赵有司遂给领录中其身，有大事则遣使就问之。10年，PG 2350。卒，年84，谥文康。姓乐毅，为文章部侍雕饰，常曰：学者当以穷理为先。分章析句，乃今深举子之业，非为己之学也。这《论语集义》1卷，汝南一世；2卷，诗文40卷，曰应物集。五子，以叙周夺子之刚成其嗣。之刚官至翰林侍讲学士。高明，字雄飞，真定人，少以文学之名。河东原豫尚书监之，不报。诸王序列务将征西域，闻其贤，遣使者3倍召之。民乃起，为王承熙征20余册，王述称善，即荐为张德禄总管。世祖即位，赐诰命金符，以而诏为翰林学士，兼太常少卿。至元5年，立御史台，以名为侍御史，封记条章，多其裁定。寻，立4道按察司，选任名士，民所见居多，时论贤称其之人。天下初定，中书、枢密事多庸制，言者请至都事官各2人，名曰官的人，自无治政，臣职在奉献，愿举察之，无为员外制人也。7年，亦立3省，名上封事曰臣闻3省设自禁锢，其法由中书出政，宜门下，亦不合，则有驳正，或封还诏书；议合，则还宜中书，中书宜尚书，尚书乃下6部，郡国。方今天下大于古，而事亦繁，取决一省，有曰有庸，况3省乎？且多治官者，求免失政也，但使贤俊萃于一堂，连署参决，自免失政，岂必别官议作，
而后无失政乎？故曰正贵的人，不贵多官，不如一省变。世祖深然之，亦遂罢川，闪道起，省臣患之，请专录其有者以指道，朝议将从之。民谏曰：至令天下上死囚，必待论报，所以重用刑，袭民生也。今从其请，是开天下善杀之路，害人政甚大。世祖曰：善，令速止之。民每以敢言备上之，常入内，直大风雪。帝谓御史大夫塔察儿曰：高学士年老，后有大政，就问可也。赐太官酒肉慰劳之，其见敬礼如此。9年，迁吏礼部尚书。11年，并卒年。PG 2351。66有文集50卷。李也，李也，字仁卿，真定栾城人。登京进士第，调高陵部，尉上辟之军州事。遂人陈桧也为抚北杜，刘洛兴、郭坚据书还堵，人所不堪，也处之欲如也。世祖在前邸，闻其贤，遣使召之，且曰：素闻仁卿学优才善，贤德不要，久欲一见。其恶他辞。既至，问河南居官者孰贤？对曰：显夷一节，为完颜仲德。又问完颜何达及普瓦何如？对曰：二人将略，短少，人之不疑，此今所以亡也。又问魏征、曹彬何如？对曰：征忠言党论，知无不言，以唐正成观之，征为第一。彬伐江南，未尝妄杀一人，拟之方书，赵虎可也。汉之韩、彭、魏、或在所不论。又问今之臣有如魏征者乎？对曰：今以侧媚成风，欲求魏征之贤，实难其人。又问今之人才贤否？对曰：天下未尝乏才，求则得之，舍则失之，理是然。2. 今儒生有如魏凡、王鄂、李献卿、蓝光庭、赵复、郝经、王伯文备，皆有用之才，又皆贤王所常聘问者，举而用之，何所不可？但恐用之不尽耳。然四海之广，岂止此数子哉？王臣能旁求于外，将见及于民庭矣。又问天下当何以治之？对曰：夫治天下，难则难于登天，易则易于反掌。盖有法度则治，控民则实则治，敬君子退小人则治。如是而治天下，岂不易于反掌乎？无法度则乱，有民无实则乱，敬小人退君子则乱。如是而治天下，岂不难于登天乎？且为治之道，不过立法度、正、纪纲而已。纪纲者，上下相维持；法度者，赏罚事成劝。今则大官小吏，下至边忙，皆自纵自，以私害公，是无法度也。有功者未必得赏，有罪者未必被罚，甚则有功者或反受辱，有罪者或反获宠，是无法度也。法度废，纪纲坏，天下不变乱矣，为幸矣。又问昨地震何如？对曰：天裂为阳不足，地震为
PG 2352。因有余。夫地道，因也，因太盛，则变长。今之地震，或奸邪在侧，或女业盛行，或禅特交质，或刑罚失终，或征伐骤举。武者必有益于此矣。夫天之爱君，如爱其子，故视此为警之耳。苟能辨奸邪，去女业，平禅特，审刑罚，慎征讨，上当天心，下协仁义，则可转旧为修矣。世祖加纳之。也晚家元氏，买田丰龙山下，学徒益众。及世祖即位，复聘之，欲处以轻药，也亦老病，恳求还山。至元2年，再以学。是诏，就职其月，复以老病辞去，卒于家，年88。所着有晋斋文集40卷，秘书从萧12卷，范说40卷，古今头40卷，策源海镜12卷，一古演断30卷。李昶，李昶，字士都，东平虚城人。父氏弼，从外家授孙明赋。春秋，得其宗旨。金贞又出，三父廷士，部第，推恩受彭城部。至一遇不乐，遂复求仕。一夕，梦在李彦榜下及第，乐既携之。是无知，时长年16，已能为成文，乃更其名曰彦。辛定2年，父子廷士，昶果义，春秋中第2甲第2人，士弼第3甲。第3人，父子褒贬各异，10人以比相兴，而士弼遂不复任。晚乃授东平教授以卒。昶隐恶过人，读书如宿习，无故不出户外，邻里罕识其面。初从父入科场，柴备少之，机亦纷纭，兼侍者远其次舍，似察甚严。昶四笔数千言，笔5以托稿。是贺授真侍郎，孟州温县丞。正大改元，超授儒林郎，赐飞鱼。代郑州河阴部。3年，赵氏尚书审院，再调漕运提举。国兵下河南，奉清还乡里。行台言时，辟授都事，改行军。万户府之事。时卒，子中祭祀，升昶为经历。居数岁，中继代。于政事，贪佞底细而进。昶言于中继曰：彼年内外求马项上，饮宴无度，库藏空虚，百姓匮乏，若由循习故常，恐祸生变。惟阁下接纳政事，处远小人，去浮华，敦朴素，损其从，审验。PG 2353。由虽不能救已然之师，尚可以弭未然之祸。时朝廷才一诸侯，法治请密，中继纵齿自若。昶以亲老求解，不许。俄以复。幽去官，杜门教授，一时名士，若李谦、马绍、吴衍备，皆出其门。遂己位，世祖伐宋，赐蒲州，闻昶名，召见，问治国用兵之要。昶上书论治国，则以用贤，立法，赏罚，君道，务本，清源为对；论用兵，则以罚罪，救民，不弑杀为对。世祖加纳之。明年，世祖即位，诏至开平，访议国事，昶之无不言，卷
寓意龙。时征须繁重，行中书省科征税赋，虽不户不代，场夷。书10乡，其略曰：百姓困于弊政久矣，圣上龙飞，首颁明诏。天下之人，如获更生，视目亲耳，以息太平。半年之间，人减失望，良以可养之心太切，心除之政未服故也。策文欲据丁巳，户籍科征租税，比之建户，或加多16期。只验建户，印书。有恐不逮，复令包捕逃故，必至艰难。苟不以府自安及为心，为是公义，则诸人皆能知，岂圣上着贤更化之意哉？于是审府为捐不户之父。中统2年春，内南平，场上表贺，应尽讽谏，曰：患难所以存警戒，祸乱将以开圣明，福愿日兴其德，虽修勿修，战胜不惊，攻城不有，何及宗亲？辅随将士，增修数。朕选用百官，简以足用，宽以养民，安不妄为，治不妄乱。恒以北征萧干之情，永为南面抑郁之戒。世祖称善久之。是祖常宴处，望讲场，折脸容曰：李秀才至矣。其见敬礼如此。会言中既罢，以其弟中范代之，中范表请场师视之，特授翰林侍讲学士，行东平路总管军民同一官。场调12事，铲除。肃毕。至元元年，迁转知制行，检并录、府、州、县官员于是谢氏家居。5年，起为吏礼部尚书，品格调事，选举李文之。事多所裁定。凡议大政，宰相言至上座，倾听其说。6年 ，PG 2354。奸臣阿合马一生至国用史司为尚书省，常请老已归。7年，诏授南京路总管兼府尹，不复。8年，授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，务持大体，不事科系，为己治事。22年，常年已83。复遣使征之，以老及祠，赐田千亩。26年卒，年80有7。场常集春秋，诸家之说折中之，曰：春秋左氏一义2。10卷，早年读禹、孟、见先儒之诗，考定成编，集的诸是张氏解，往往吻合，其书遂不复出。读取孟子旧说新说矛盾者，参考归一，复以己见，为孟子权衡遗说5卷。刘肃。刘肃，字才卿，威州明水人。今兴定2年辞赋进士，常为尚书省令史。时有道内藏官罗及珠，道不实的，逮系获诸牙块。及藏吏污服者11人，刑部亦皆治极刑，素直之曰：道无正赃，杀之冤。今主怒，有进士夜见素，具到其旨，素曰：辨析冤狱，我职也，袭一己而戕11人之命，可乎？明日一审辩阅历。右司郎中张天罡曰：吾为汝具奏辨析之。奏入今主务，求得不死。调新蔡令。先时
现复民以牛多寡为差，民逆不根，素治命数处反者不加赋，民遂引复。兵怀民有窜入宋境，即为兵而忧其粮，兼有归者，颇坚于衣食。时出，怨言曰：不如杜怀。告者以谋叛论，诉曰：怀献宋境，易水耳，果欲叛，不难往也。口虽言而心无实，准律当杖80。奏可。既着户部主事。今王依东平言时，辟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，又改行军宛。户府经历。东平遂赋私银，赋书棉10万两，色绢万匹，民不能堪，素暂时奏罢之。仁子世祖居前邸，以素为行州安抚使。素兴铁也及行除弊，公司赖焉。中统元年，擢真定宣抚使。中统兴钞行，罢银钞不用。真定以银钞交通于外者，凡8000余贯，公司萧然，莫之所措。素见3册，一曰人用旧钞，二曰新。PG 2355。旧兼用，三曰官以新钞如数亦旧钞。中书从其第3册，遂降钞50万贯。2年，授左3部尚书，官曹典县，多所议定。未几，兼商议中书省事。3年，致仕，给半俸。4年，卒，年76。素性舒缓，有职守。常及诸家，议说曰：独议备忘。后累赠推中赞至功臣，荣禄大夫，上柱国，大司徒，行国公。是文献。子宪，礼部侍郎，训大明录总管。孙根，翰林学士承旨。王思廉。王思廉，字仲长，真定霍路人。右师太原元好问。记官。张德耀宣抚河东，辟长书记，复谢归。至元10年，董文忠见之。世祖问文忠曰：汝何由知王思廉贤？对曰：乡人之善，者称之也。遂召见，授福宝局长书。13年，姚书举为昭文。管呆至，迁奉训大夫，福宝局职常。14年，改翰林呆至常。进读通鉴，至唐太宗有杀魏真宇及长孙皇后进见事，帝命内官引至皇后阁，讲演其说。后曰：事臣有益于臣中。宜则善言进讲，慎勿以读辞繁上听也。每事读，帝命御史大夫御素铁木儿，太师乐赤茶儿，御史中丞撒里蛮，翰林学士臣只多利察等闲听受焉。帝常御言春阁，大赖群臣，比10人为列。以晋思廉偶在卫士之列，帝则董文忠曰：思廉如臣，岂疑？列卫士。18年，晋忠顺大夫，典瑞少监。19年，帝幸白海。千户王者绞杀奸臣阿合马于大都，辞廉书密副使张毅。帝诏思廉至行殿，平左右，问曰：张毅反，若知之乎？对曰：未详也。帝曰：反亦反亦，何未详也？思廉徐奏曰：建号改元魏之反，王入他国魏之叛，
群聚山林，贼害民物，谓之乱。张翼之事，臣实不能详也。帝曰：朕自即位以来，如礼坦之不成，岂以我若汉高帝、赵太祖俱至帝位者乎？司连曰 ：PG 2356。陛下神圣天纵，前代之君不足比也。帝叹曰：朕往者有。问于窦墨，其应如响，盖心口不相违，故不思而得。朕今有问汝，能然乎？且张翼所为，张仲谦知之否？司连即对曰：仲谦不知。帝曰：何以明之？对曰：二人不相安，臣故知其不知也。20年，升太监。司连以如肃静，帝眷注优渥，常疾赐御药，故问安否，护弼失所乘马，给内就马无匹，盗窃所赐。欲带，更以玉带赐之。豫宗居东宫，司连进曰：殿下府中一见学官，比左右进士，常亲政学，必能必辅明德。豫宗然之。豫宗常欲买甲地赐司连，司连故辞。23年，改嘉义大夫，同知大都留守，兼少府监事。藩王乃研判，帝亲征，司连兼为留守段真曰：藩王反侧，的大故也。汉朝错削的之策，实为良图，何为上言之？真见帝，遂以闻。帝曰：汝何能处事言也？真以司连对，帝加之。29年，迁正议大夫，枢密院判官。大德元年，成宗即位，迁中奉大夫，翰林学士，任枢密院判官，以并归。3年，起为工部尚书，拜征东行省参，知政事。7年，总管大明录。8年，召为集贤学士。11年，授正奉大夫，太子宾客。仁宗即位，以翰林学士承旨，资善大夫致仕。延佑7年卒，年83。赠翰林学士承旨，资德大夫。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、上护军，追封衡山郡公，谥文公。李谦，李谦，字寿义，运之东阿人。祖元，以医著名。父唐左，性恬退，不喜事敬。谦又有成人风，始就学，日记数千言，为父有生，与徐世龙、孟琦、严复其名，而谦为首，为东平府教授，升图4级，累官万户府经历，副教授东平。先时，教授吴凤俊敛如户银百两被束修，谦辞曰：家幸非甚贫者，岂可具或以自直乎？翰林学士王盘以签名文，诏为应奉翰林文。PG 2357。自一时至告，多出其手。至元15年，升呆至，护驾至上都。赐以银壶、藤枕。18年，升直学士，为太子左御德，是御宗。于东宫。臣时事，曰振兴，曰穆清，曰崇简，曰己见，曰吉兵，曰清贤，曰尚文，曰定律，曰正明，曰革弊。豫宗崩，世祖有命复成宗于前邸，所至以签自随。
转仕读学士。世祖身家器重，常赐作便殿，饮群陈酒。世祖曰：文卿不饮，然能为朕强饮乎？因赐葡萄酒一盅，曰：此即罪人，恐汝不慎。即令三进士服业始出。26年，以卒及辞归。31年，成宗即位，亦诏至上都。即见，劳曰：朕知卿有疾，然今师去家不远，且多良医，能御疾。卿当与谋国政，余不以劳卿也。升学士。元贞初，隐疾还家。大德6年，诏为翰林承旨，以年71起致仕。9年，又诏至大元年，给半俸。仁宗为皇太子，真为太子少傅，迁皆立祠。仁宗即位，诏16人，迁居其首。乃立即见帝于行在，书言9事，其略曰：朕兴术以正百官，崇孝治以先天下，选贤能以居辅相之位，广视听以通上下之情，恤贫乏以重邦家之本，克农桑以丰衣食之源，兴学校以广人才之路，颁律令使民不犯，练士卒居安律。为至于正肃纪纲，纠察内外，台县之官由当选素者亲望深明治体，不是科系者为之。帝加纳焉，迁集贤大学士，荣禄大夫、致仕，加赐银150两，金之璧及帛各3匹。归卒。于嘉年79。迁文章淳厚有古风，步上浮巧，学者宗之，号野斋先生。子侃，官至大明录总管。徐世龙。徐世龙，字威清，陈州西华人。弱冠，登京正大4年进士。帝辟为县令。其父介世龙曰：汝年少，学未至，无及仕进，更当读书，多识往事，以益至时，4、30入关，未晚也。是 PG 2358。龙遂辞官，亦笃于学。遂壬辰，覆没。癸巳，世龙奉母北渡河。延时招至东平幕府，比长书记。世龙劝时收养韩素，一时名士，多归之。宪宗即位，以为居阙燕京路课税官，世龙故辞。壬子，世祖在前邸，召见于日月山，时方图征云南，以问世龙，对曰：孟子有言，不是杀人者能易之，夫君人者，不是杀人。天下可定，况罪而知悉难移乎？世祖曰：臣如卿言，无事。记忆。及时的金太常登歌乐，世祖遣使取之官，世龙典令议。行。既见，世祖欲留之，世龙以母老辞。使子中继，以世龙为东平行台经历，于是亦赞中继兴学养士。中统元年，擢燕京等路宣抚使，世龙以兴民善俗为务。中书省袭诸路养禁卫之雷马，数以万计，除没与其食器，前其界。北。世龙曰：国马牧于北方，往年无似于南者。上兴临天下，今基根本的烦扰之事，必不为之。马将不来。立白此。
君须也，其则勿轻。士龙曰：则当我作。遂服为备马。果不至。清仓严克，前正亏不及额，士龙综合之，得增献若干。赐银30挺。2年，移至顺天，遂击，士龙发领代之，全活甚众。3年，宣抚司罢，士龙还东平，请增攻献大乐，文武25。令旧公教习，以备大祀，至可。除士龙太常卿以长之，兼提举。本录学校事。4年，世祖问尧、舜、禹、汤为君之道，士龙取书，所载帝王事以对。帝喜曰：汝为正直解禁读，我将听之。书成，帝命翰林丞止安藏一写以进。至元年，迁翰林侍讲学士，兼太常卿，朝廷大政咨访而后行，诏命典册多出其手。士龙奏：陛下帝中国，当行中国事。事之大者，首为祭祀，祭必有庙，因以图上，启敕有司，以时兴建。从之，余年而庙成。遂迎祖宗神谕，奉安太师，而大享礼成。帝曰：赏赐优渥。俄监户部侍郎，陈昭义历3省。遂定内外官制上之。时朝仪未立，士龙奏曰：今四海一家。PG 2359。万国会同，朝廷之礼，不可不肃，一定百官朝会仪。从之。7年，迁吏部尚书，士龙以权选无可守之法为传，选曹8议。9年，起不外，配虎符，为东昌路总管。治郡，专务以德。律下，部事边追，吏不忍欺，民意化服，积年而政成，郡人颂之。14年，起为山东提刑按察使。时有妖言狱，所思逮不凡，数百人。士龙剖析卦物者18、9，悉纵遣之。15年，移淮东。宋江许琼家同告琼逆官库财，有私系其妻奴真之。士龙曰：琼所逆者，故宋之物，岂得与今道官财者同论耶？同僚不从。士龙独抗张辩明，行台视之，事不问。会征日本，士龙上书谏，指与破凯切，当录者不及以闻。以而地异物，其事亦请。17年，诏为翰林学士，又诏为集贤学士，皆以及辞。士龙移官。魁梧，经度宏博，慈祥乐意，人武之无愠色。喜宾客，乐诗语。明习前代典故，尤经律令，善决一语。22年，安童载入相。奏士龙虽老，尚可用。遣使召之，人以老病辞，复奏便宜9事。赐田10顷。10年80卒。所着有瀛洲集100卷，文集若干卷。孟琦。孟琦，字德清，宿州符离人。是以才雄乡里。妇人，叶如。有节行。人臣，北渡，欲祭于台，周率10天禄礼之，辟兼降邑。府事。其幼敏悟，善骑射，早知问学，是父喜居东平。时言时。修学校，
招生图，立考试法，其就是登上选，辟长书记。怜惜县宋子真皆弃御之，以闻于朝，着国史院编修官，迁从侍郎，应奉翰林文字，兼太常博士，一时典册多出其手。至元7年，持节使高丽，还称旨，授丞侍郎，山东东西道劝农副使。12年，丞相伯颜将兵伐宋，诏选素望博学，可赞化大计者与俱行，遂授其丞直郎，行省资议。久之，迁郎中，伯颜雅，信任之。时军书田塞，其筹应否决，略无宁志。诗著健康，伯 PG 2360。言以兵事易确，政无大小，其与执政并裁决之。及战焦山，宋军下流，其曰：不若陈氏肃静，以夺彼气。如其言，遂大破之。伯颜闻之，喜曰：不义书生乃能知兵若是。诸将立掳掠，征趋临安。伯颜问计，其对曰：宋人之计，唯有篡闽耳。若以兵破之，彼必速逃。一旦到起临安，300年之积焚，当无已矣。莫若以计安之，令彼不惧，正如取果，稍待10日耳。伯颜曰：汝言正合无异。乃草书，遣人至临安，以安慰之。宋乃不复1000闽。先是，宋将表称职，称皇帝，屡拒不纳。其自请为使，征将表。至则会宋相于3省，夜3鼓，亦未决。其正色曰：国事至此，夫妇何哉？遂定议。书呈，宋谢太后内批用宝，挟之以出，复起谢太后于内殿，取国玺12枚出。伯颜将亲封之，其旨之曰：管要自有主者，非所宜亲，亦有不谨，恐一时间人妄相染污，终不可明。遂止。江南平，伯颜奏其前后功多，且言其可任重。有至包身，授少中大夫，加新路总管，配虎符。其志首以新学为务，创立规制，在官位。9，晋以级解官，归东平。至元18年，擢太中大夫，浙东海。又到提刑按察使，及不复。卒，年51。赠宣中安远功臣，中奉大夫，参知政事，护军，鲁郡公，是文襄。子2人，尊玉。严复。严复，字子敬，其先平阳河州人。祖衍，是今莫王氏。父中，避兵山东之高唐，遂加焉。父始生，有其光照氏。姓简，仲，美丰仪。7岁读书，颖悟绝人。若灌入东平学，师事名儒。康业。时严时领东平行台，招诸生意进士业，迎元好问校士奇。文欲选者4人，复为首，徐衍、李谦、孟其次之。遂即位，使长书记于行台，擢御史院。至元8年，用王盘荐为翰林尹。奉以才选充会同管副使，兼接办使。护驾上京，复应制师耳。
PG 2361篇欲归讽议，世祖故何李或孙曰：有才如此，何可不用？12年，升翰林修撰。14年，出迁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，是皆奉训大夫。16年，入为翰林直学士，以州郡校官多部职，建议定权选之法。19年，升士讲学士，明年改籍贤士。讲学士同领会同管事。23年，升翰林学士。帝屡诏制榻前，面谕诏旨，具草已尽，帝称善。28年，尚书省罢，复立中书省。帝历经图治，及于泽乡，1日，召入便殿，谕之曰：朕欲命卿执政，何如？复屡谢不足胜任。帝谓侍臣曰：书申11里，存谦让，是也，勿强。欲使台改提刑按察司为宿镇廉访司，首命复为浙西道肃镇廉访使。先是，奸臣桑歌当国，常有指命翰林传桑歌辅正碑，桑歌祭拜，诏有司伯其碑赋等亦作事免官。31年，成宗即位，以旧臣诏入朝，赐仲景、玉环、白金，除籍贤学士，皆正议大夫。元贞元年，尚书言京师仪，首建宣圣庙学，定用事殿雅乐，从之。又言取复守种户，左有司并入民籍，以复之。其后诏赐孔林洒扫28户，4田5000亩，皆复之请也。3年，因兴变，又上书言，定律令，颁封赠，增俸给，通调内外官。且曰：古者刑部上大夫，今郡守以征租受账，非所以立廉于江南公田租重，以减以待平民，后多采用。大德元年，仍迁翰林学士。2年，诏赐储币万贯。4年，帝诏至榻前，密谕之曰：中书庶务繁重，左湘南其人，亲为正举所知。复以哈拉哈孙对，帝大喜，即遣使诏入，相之。复亦拜翰林学士承旨，皆正奉大夫。11年春，武宗建作，复守成3事，曰：习名器，民赏罚，则人才，言皆凯切。未几，尽皆荣禄大夫，尧授平章政事，于如故。复立辞，不许，上书其骸骨，诏从其请，给半奉中养。时人宗居。东宫，赐以仲景，比公卿祖道都门外。即即位，遣使诏父，父 PG 2362以并辞。皇庆元年3月卒，年77，谥文康。有晋宣集50卷。PG 2363列传第48。杨大渊文安父。杨大渊，天水人也。与兄大权、弟大吉，皆是宋。大渊总兵守郎州。岁戊午，宪宗兵至郎州之大获城，遣宋将臣王仲入，招大渊，大渊杀之。宪宗怒，督诸军立功，大渊惧，遂以臣将。宪宗命诛之，汪田歌见旨，乃免。
命以骑兵从招降彭、广安诸郡，进攻钓鱼山。擢大吉为管军总管，从诸王宫里议臣。己魏东拜大渊侍郎，都行省，悉以捆外之计委之。世祖中统元年，诏谕大渊曰：上立忠贞之节，共成康义之功。大渊拜，命踊跃，即遣兵进攻李义城，略其溃运，获总管黄文才、陆前、高坦之以归。2年秋，调兵出通川，与宋江先攻战，获统至白。纪元，秦蜀行省以大渊及清居山征南都元帅清察麾下将校60，3人有功，言于朝。诏给虎符仪金符5，银符57，令论。公定官，以明文。3年春，世祖命出开、达，与宋兵战于平田。复战于巴渠，秦齐之军犯谢，统治卫兴，陆分黄狄，结干臣子润等。先是，大渊谏言，未取吴必先取蜀，取蜀必先拒魁，乃遣其侄文安攻宋巴渠，至万安寨，守江卢直将。复使文安相魁。达要冲，城盘龙山，山四面严阻，可以进攻退守。城未毕，宋魁陆提行正子发曰：盘龙，魁之咽喉，使敌的拒之，则魁难守邑，此必争之地也。遂率兵来征。文安犀利备御。大渊闻，有宋兵，即遣直安抚使文仲将兵往援。宋兵消遁，追败之。秋7月，诏以大渊麾下将士有功，赐金符10，银符19，别给海。PG 2364。清符2，比士及则持以闻。其后赏河州之功，复赐白金50两。大渊欲于利州大安军以延役军粮，请于朝，从之。冬，大渊入晋，拜东川都元帅，比与征南都元帅清察同属。是。大渊还，复于渠将兵驻虎啸城，以逼宋大梁城，不逾时而。9。4年，宋贾似道遣杨陵击空明告升及蜡书，今毕，又大渊南归。文安秦之以闻，召朱灵。5月，世祖以大渊及张大岳父。神山公，召蒋玉，人赐蒙古，汉军超百定。至元元年，大渊进。花罗、红边卷各150段。诏曰：所贡必薄，以见忠勤，亲守边陲，宜加优恤。今后以此自己，似有旨乃进。继而大渊擅杀其部将王仲，诏戒斥之，令免及众家。冬10月，大渊迭之。宋总统齐昌由监道运粮入的汉城，并欲迁其郡守相梁及官吏卿，属于内地，乃自率军演习。遇之于交平，连战3日，擒齐昌、项梁等，俘获辎重以数千计。明日，宋都统张思广引兵来援，复大破之，擒其将胜总管及齐昌之地。2年，大渊遣文安以相梁等家人往招的汉城，未下。4月，大渊以急卒。8年，追封大渊郎中郡公，世肃义。子文粲，
袭为郎彭广安顺庆魁府等路都元帅。兄子文安。文安字太叔，父大权，是宋守叙州人，迎国兵入蜀，大权战死，赠武节大夫、梅州防御使，是闽中，官其长子文仲。文安方2岁，母刘氏居之，依叔父大渊于郎州。戊午，献宗矣。兵功大获，大渊以郡将，授侍郎、都行省，文仲亦授安抚使。中统元年，授文安监军。公礼议臣，杀伤甚重，夺其粮船，绕出通川，获宋江黄文才、高坦之。2年，复出通川，与宋江先攻大战，秦统治白济元。3年，出开达，战屡胜，秦之军犯谢，统治卫兴、黄狄、陈子润等。授文安开达中万梁山等处招讨使。军于八衢，万安寨主卢直将。遂筑盘龙城，以拒魁达要路。宋兵来征，相持半月，文仲以兵来援，宋兵消遁，文安 PG 2365追击，大败之。4年，配营服，升千户，监军如故，进驻虎啸城，以困大梁。至元元年，宋都统张喜引兵攻盘龙，大战，败之，喜遣师萧遁，出得汉城，文安遣兵追袭，又败之，擒皮将陈亮。复筑方斗城，为盘龙生源，令皮将高先守之。宋兵攻同川，行省命文安复原，败宋师于射洪之那坝，斩获甚众。宋都统齐昌以重兵运粮饷的汉，且迁其官属于内地，大渊命文安先邀之，昌力诈交援以守，合兵攻之，连战3日，获其昌、福的。汉守丞相梁家属，以招粮，粮以丞将，以所服献阙下。2年，改授金服，任前职，还攻宋开、达等州，秦其统治。张刚总管涪陵。8月，宋兵由开州运粮饷达，文安虑其兵，兼道邀击之，获总管方富等。行省上其功，命冲魁东路征行辕帅，令以前后所服入见。诏赐黄金，鞍马有差，还攻夺宋京。周段虎爱，杀其将梁父、秦陆前赵贵等。3年春，与千户李吉等略开州之大通，与宋江应公张大战，获统治陈德等。东总帅汪维正遣其将李牧波等由监道袭开州，文安遣千户王福引兵助之。福先登，破其城，宋江庞燕海投崖死，秦副将刘安人。刘兵戍其地。宋诸路兵来救，围城3匝，筑垒城外，文安密遣人入城，欲以坚守。4年春，行省命文安往援，即率兵断其粮道。宋兵战胜利，非使中文安面，把使力战，大破之，杀其将张德等。2月，文安以创胜，还盘龙，宋兵遂复开州。文安乃遣总把马才、杨彪略达州卢滩峡，与宋兵遇，擒其将蒲德。5年，文仲卒，召文安就配金虎符，
充郎州夔东路安抚使。军名元帅，仍相附都元帅府事。郎州内遭兵变，户口凋耗。文安乃教以耕桑，鳏寡不能自存，愿相配偶者，并为一户充役。明史父也。东遣千户马才、张其略达州，秦宋江范生、王德、解明等。6年，遣蔡邦光、李吉、击永兴略达州之诸师政事。秦总管周德兴、皮将王谦。秋，遣总把王显略达州之泥坝。秦 PG 2366。总管张威。东，遣兵略大宁之曲水。秦副将王仁。7年，从严。迁省攻重庆，大战于龙坎，败宋兵。攻华铁寨，秦骑将元仪、何世贤等。节文，诏赐白金、宝钞，必帛有差。秋，攻达州之胜耳城，秦宋江杨浦、石仲、山齐合而还。又遣元帅蔡邦光略开州，秦宋江陈郡。东，文粲入见，帝谕之曰：汝兄弟宣立，边陲，朕所知也。晋文安皆为明威将军。8年春，遣蔡邦光攻达州，战于胜耳城下，秦骑将蒲贵。又战开州之沙平，秦骑将望顺。时宋以朱氏义孙率属，是义孙郎人也，数遣间谍，动摇人心。文安屡获其谍，郎州尽无虞。秋8月，文安会东川统军辖剌攻达州，3战3捷，寻遣千户击。永兴攻开州，战于平鳌、曲水，秦总管王道等军还，以所俘入见，帝升嘉奖谕，擢昭永大将军、东川陆征南招讨使，赐金银、宝钞、鞍马、弓矢，必帛有差。9年秋，领军出小宁，错至屯田，遣韩福攻达州九军山。秦宋江张俊。遣元帅蔡邦光会彭州兵，邀宋师于永穆，战胜之。复遣击永兴、杨彪追袭宋皮将刘威等，破胜耳外城，获寨主杨贵，纵兵焚掠而还。9月，驻金汤城，以击屯田之粮，且以逼宋龙沼城。虑宋兵必来征，遣韩福出兵通川，以牵制之。遇宋兵遇于错耳山，败之。伏总管蔡云龙等出达州牛门，断宋兵回路。秦总管李全、李德宋兵疏粮达州，遣兵于芦滩峡腰击之。秦统治孙聪、张顺等。夏，遣元帅李吉略开州，战于谢游坡，秦骑提举李贵及时损寨主雍德。宋兵复由罗顶山疏粮开达，遣蔡邦光、李吉伏兵遮之。秦皮将吴京等复其粮船。闰6月，彭州兵攻拔龙沼城，东川统军司命文安兼领之。时彭州兵已去，宋都统赵章复来拒之，且出兵迎敌，文安与战，破之。秦总管王元而还。秋，宋都统严国宝、监军张应根运粮于达州。文安邀之于谢游坡，夺其粮，并秦二江。宋开州守将先入中邀。PG 2367。遮归路，与战败之，
获总辖秦兴祖，谭有孙。11年春3月，文安率军屯小宁，得俘者言，先汝中等将取盘龙之脉，即遣迁。护王兴德、杨彪等散略宋境，文安自戍盘龙以备之。李吉略游山，战于城下，秦其将叶胜。遣蔡邦光、杨彪略逐山寨，与赵统制战，秦其将郑贵、庄俊、秋与蒙古汉军万户窃必烈等攻宋夔东，拔高阳、夔、乌等寨，秦守将严贵、窦世忠、赵兴因跨江为桥，以断宋兵往来之路。宋兵来征，战却之，还攻牛头城，以火箭焚其官舍民居。11月，遣蔡邦光略九军山，秦其将孙德、柳荣、赵威。时宋以先汝中、赵张议正开，达2州，而汝中家属上流开。文安曰：达未易功，若先拔开州，服其家属，以招汝中，则达可不烦兵而下矣。乃遣蔡邦光率1000户呼延顺等往攻开州，而胜兵驻盘龙，以为声援。12年正月，诸军夜衔枚，薄开州。城下，遣死士先登，斩官已入，及城中人之，则1000户仅筹以立。其至于城之绝顶矣。宋军溃散，秦赵张而守将韩明父子犹虑，所部兵向战，力屈，亦救秦。文安迁汝中家属于盘龙，遣元帅王师能持袭往达州，招之曰：将则家属的权，不将则何成图？叹汝以早为计。汝中遂遣赵荣来约将，王师能以兵入拒其城。汝中律所部将士亦文安军门将，悉还其妻奴财物。赵张子贵疾，守师孤城，遣兵招之，亦将。独扬州龙爪城守将谢亦故。守并立攻之，秦统治王庆，亦弃城走。于是遣元帅李吉、姬永兴、千户王兴德等，将兵以先汝中往招游山等处8城，皆望。封营将凯还。遣经历陈德胜以先汝中、赵贵吉等10余人献捷。京师帝月，加授文安骠骑卫上将军，兼宣抚使，赐超1000锭。文粲加授郑国上将军。文安寻遣其兄子应之往招都胜、茂竹、广福3城，自将大军，以为声援，皆降之。秋7月，兵至东胜城，宋江蒲济川。PG 2368。将进攻梁山，宋江原是安坚守。文安焚其外城，梁山军士中。胜军围固，立功拔之，杀守将望至，秦部辖景服。为梁山40日，士安随方被遇，进部将。文安乃移兵攻万州之牛头城，杀守将贺威，迁其名，进为万州。守将上官揆战守胜利，文安乃遣监军杨应之、镇抚彭福寿会东川行院兵，出小江口以牵制援。兵果与之遇，战败之。秦总管李高、花茂实等万州固守部下，文安乃解围去。攻石城堡，欲将守将谭如何攻击关城。欲将守将杜父、
又招石马、铁平、小陈、三圣、游牧、穆家、夏爱等臣。东晋白帝城，魁率张启言坚守不出，文安已失老，乃还。宋都统歌德复据开州，文安乃筑城神仙山以逼之，令元帅蔡邦光、万户祭天鹰屯守。13年，进阶金吾卫上将军，赐玉带衣。夏，朝廷遣安西王相李德辉经化东川克城，宋梁山守将袁世安遣使约将文安，以白德辉，德辉大喜，即遣文安将兵，奉王旨往招之。世安遂将。秋7月，进军攻万州，遣经历徐正玉守城上官魁将，魁部从，为之数匝。余月，攻拔外城。魁守张启言来救，遣镇抚彭、福寿迎击，破之，尽杀其州师，俘其将宋明。万州夺弃，文安复传王旨，欲魁使将，魁终不屈。文安进锐攻城，遣勇士踢陈霄登，斩关而入，魁向战而死。万州既定，遣使招铁骑、三保两城守江阳仪、李拱丞将，分兵掠施州，秦统至薛中。会大雪，遣蔡邦光夜攻，杀首帅何艮，夺其城。14年夏，进兵攻咸淳府，时宋以6郡政府使马坤为首，文安与坤同李汉，遇之，使将，坤不从，乃列诈攻城。冬12月，遣勇士聂云踢萧登，斩关纳外兵，坤西力向战，达州安抚使先汝中与宋兵力战死。比效，宋兵大败，坤力屈就秦。15年，进兵攻绍庆，守江仙、龙迎敌。2月，遣勇士夜以梯冲攻破其北门，仙龙大惊，收散卒力战，兵败就秦。PG 2369。蜀境已定，独魁坚守不下。朝廷命金湖都元帅达海游巫峡，进兵取夔州，而西川刘谦愿携夔守将亲属往招之。文安乃遣元帅王师能将州师与拒，张启言进以臣将。夏，入境，文安以所的诚意绘图以献，帝劳之曰：汝攻城略地之功，何若士多也？着四川南道宣慰使，解白貂裘以赐之。17年，遣卞氏王介欲将散毛诸洞蛮，以散毛两子入境。因进言曰：元帅蔡邦光袭征散毛蛮而死，可念也。帝曰：散毛既将而杀之，其何以怀远？乃着蔡邦光之子，升为管军总管，配虎符，赐散毛两子金银符各一，并赐其酋长以金虎符。尧授文安参知政事，行四川南道宣慰使。19年春，入境，着龙虎卫上将军，中书左丞，行江西省事，到关于越，以急促。子更之，袭配虎符，昭勇大将军，管军万户，历湖南宣慰副使，越州路总管，卒。刘枕，刘枕，字武仲，先是京兆樊川人，喜邓州穰丞。枕省亦友，智谋，善骑射。经乱，入宋，历经胡志致使孟拱麾下。拱攻金，姓杨，
枕为前锋，叶纵、骁勇12人，杜倩登城，袭秦其首，还报巩大惊，以为唐李存效率18骑拔洛阳，今枕所将更寡，而取信阳，乃书其曰塞存效，累迁铜川15军州安抚使，之泸州军州事。朕以北方人汉西边有功，南方诸将皆出其下，吕闻得记之，所画策折并举，有功者掩而不白，以于心与枕有隙，使之至四川以图枕。兴以军事召枕，不行，遂诬构之，枕遣使宿临安，又不得达。即向士毕，曹世雄2将见杀，枕亦为部自保，乃谋款赋。中统2年夏，枕集泸州15郡，户30万入府。世祖加其来，授夔府行省，兼安抚使，赐金虎符，人赐金银符以给其将校之有功者。于兴攻泸州，枕出宝器分士卒，击使战数十合，败之。复遣使以宋所赐金字牙符及配印入献。PG 2370。请义屯兵，后储积为图宋记。3年，入朝，授行中书省于成都。铜川2路，赐银万两，分给军事之师业者，人间都元帅，立寨诸山，以遏宋兵。同列及枕攻，将谋献之，枕惧，请分率铜川。7月，改铜川都元帅，宣克察言以饷军。4年5月，宋安抚高达，温和进逼成都，枕驰援之。宋兵闻塞存效至，遁去。将倒。铜川又与枕遇于锦江而败。至元3年6月，迁昭武大将军，南京陆宣抚使。4年11月，入朝，进言宋主若臣备，立国异于今，天启混议之机。臣愿效犬马劳，先攻襄阳，撤其汉壁。廷议举之。枕又曰：自古帝王，非四海一家，不为正统。圣朝有天下17、8，何至异于不问，而自弃正统邪？世祖曰：朕亦决矣。5年7月，迁郑国上将军，都元帅。9月，协都元率阿术都诸军，为襄阳、城鹿门堡及白河口，围攻取计。率兵5万，超略沿江诸郡，皆因城避其锐，俘人民8万。6年6月，秦都统唐永坚。7年3月，筑实新台于汉水中流，上置弩炮，下为10吨武，以遏敌船。且与阿术计曰：我今兵突其所当者破，为水战不如宋耳。夺彼所长，造战舰，袭水军，则事计矣。臣亦以闻，至可。既还，造船5000艘，日练水军，虽与不能出，亦化的为船而袭之，得练卒7万。8月，复驻周边，以遏敌援。8年5月，宋率范文虎遣都统张顺、张贵驾轮船溃襄阳衣甲，邀集斩顺、独贵的入城。9月，升参知河南行中书省事。9年正月，加诸义汉军都元帅。襄阳率吕文焕登城观敌。枕阅马前曰：
君昧于天命，害及生灵，岂仁者之事？而诱我，绰不能战，取休于勇者，请与君决胜负。闻唤不答，伏弩中。朕3月，破樊城外郭，斩首2000级，擒皮将16人。牒之文。宦将遣张贵出城求援，乃分部战舰，覆草如牛壮，傍汉水，眠。PG 2371。更参错，众莫测所用。9月，贵果夜出，乘轮船顺流下走。军士参之，傍岸若草牛如昼，枕与阿术挥战舰，转战50里。秦贵于贵门关，余众尽杀之。11月，赵统水军4万户。宋经。胡志治李廷之以今应牙符授整汉军都元帅，卢龙军节度使，封燕郡王，为书，使永宁僧持宋诊所，其以兼诊。永宁令得之，亦以闻于朝，斥张毅，谣书杂问。是诊治自军，言宋怒成画策，攻襄阳，故设此以杀臣，臣实不知。诏令枕复书位，枕受命。以来，为之都立戎兵，举垂亡孤臣耳。宋若果以生灵为念，当众遣信使，请命朝廷，故为此小数，何益于事？时为襄阳矣。5年，枕纪樊，襄淳齿也，宜先攻樊城。樊城人以诈避城，斩。目列至江中，冠以铁锁。枕言于丞相伯言，令善水者断木绳索。都战舰驱城下，以回回炮击之，而焚其栅。10年正月，遂破樊城，屠之。遣唐永坚入襄阳，遇吕文焕，乃以丞将。上公赐枕田宅、金币、良马。枕入朝，奏曰：襄阳破，则临安摇矣。若将所练水军，乘胜长驱，长江必皆非宋所有。遂改行淮西枢密院事，助镇阳，加淮而成，南逼江，断其东西冲。11年，升骠骑卫上将，军行中书左丞。宋下桂西水军来攻，破之于大任州。12年正月，赵枕别将兵出淮南。枕锐欲渡江，守江止之，不果行。丞相伯言入鄂，节制。枕师声曰：首帅指我，故使我成功后。人善作者不必善成，果然。其系愤晚而卒，年63。赠龙虎卫上将军，中书右丞，是武敏。子元常从父战败斩万寿于通泉山，管军万户，军阙察提举，该都元帅。孙九人，客人，知房州。PG 2372。列传第49。李呼兰籍。李呼兰籍，艺名廷玉，陇西人。父节，世经，遂以尉，字巩昌石门山从汪氏显以丞将。呼兰籍立皇子阔端为质子，从征西川。辛丑，以功为管军总领，兼总帅府之事，从征西番南见。有功。癸丑，世祖在前邸，用汪德陈言，陈至命呼兰籍配营服，为管军千户，都总领，左汪为镇历利州。乙卯正月，将兵3万。
取河江大霍山。宋刘都统率众谋焚利州，杀士，刺青山、呼兰，即以伏兵取之，俘获甚众。都元帅阿达呼以闻，升本帅府经历，监军民都弹压。丙辰，宪宗更赐金符，人命为千户，都总领。戊午，呼兰即以兵先驱剑门参寺，宋兵运粮于长应，追至运区，罢，夺之，俘将校5人而还。宪宗南征，呼兰即掌桥道溃饷之事，有功，赐玺书。从公苦竹爱山寨，先登，斩首江阳立，获都统张实，招降长应、清居、大霍山、运山、龙州等寨。11月，大霍山守城杨大渊纳款，以而逃归。宪宗怒，将屠其城，众不知所为。得臣遇呼兰，即曰：大渊之去，势颇难测，即追之。乃单骑至城下门，未毕，大呼入城曰：皇帝使我来抚辱军民，一卒引入，甲是还吏。呼兰即下马，执大渊首，谓之曰：上方宣论赐赏，不待而来，何也？大渊曰：臣不知国朝礼体，且久出，恐臣寨有他变，是以急归，非敢有异谋也。遂与携来，义军皆喜。呼兰即入奏，宪宗曰：杨安抚反乎？对曰：无也。宪宗曰：汝何以知之？对曰：军马整肃，防内乱也。PG 2373。城门不闭，无他心也。亦闻臣言，即抚随军民，从城已出，以是知之。宪宗曰：汝不惧乎？对曰：臣恐上劳甚虑，下苦诸军，又为一郡生灵命脉所忌，故不知其惧。宪宗曰：赐葡萄酒。大渊遂以故官侍郎、都元帅听命，而民的生权。宪宗命呼兰即与切里马哥领战船200艘掠钓鱼山，夺其粮。船400艘。宪宗赐钓鱼山，呼兰即作浮梁，以通往来。即位，与切里马哥、扎胡打、鲁都赤、阔数领蒙古汉军2500，掠重庆。6月，总帅汪德成梅于军，命呼兰即以其军殿后。宋兵水陆昼夜皆战，皆败之。步军皆亲居人，赏赖独厚，遂与仆察都元帅守清居，至城壁，储储粮，招纳降附。宗王穆歌臣至，命呼兰即配金符，为巩昌元帅。中统元年，得臣子为正袭总帅，至清居。5月，呼兰即等赴上都。时浑都海据6盘山以畔，世祖遣呼兰即击骸，与汪良、陈法所统24州兵追袭之。10月，从宗王哈必赤等次合纳乎。时温之地，力战，杀浑都海等余镇，余党西平。2年6月，以公授巩昌后元帅，赐金币、鞍马、公使。9月，火都叛于西番。典西岭，汪为正帅师袭之，至切里马之地，火都以500人遁入西番。赵宗王止避铁木儿，以达拉海、察吉里、肃穆赤江蒙古军2000，
呼兰即将总率军1000追袭火都于西番。10月，擒之。4年，守江达喇海沿呼兰即功高，诏赐虎符。呼兰即不受，问其故，对曰：臣闻国志，将万军者配虎符，若汪氏将万军以配之，臣何可复配？帝视其言，命于总帅汪为镇下充巩昌。陆元帅所属关西听节制。6月，妲己叛于西番，帝命好李彦那与为镇追之松州，呼兰即以牵其先往，直妲己。至元元年，入晋，命与同迁总帅汪良城海署，守清居。是时，国兵有与宋兵相持于钓鱼山。3年，宋兵陷大梁平山寨。平张赛典敕令呼兰即领兵千余骑掠其境，先以700人参之。文 PG 2374。寨中庸老幼西去，追击之，斩首300级，得马280，都元率清查等家属100余口，先为宋兵所得，亦夺还之。4年，以本职。冲郎彭广安、顺庆魁府等处蒙古汉军都元帅参议。6年，赐虎符。授昭勇大将军、夔东路招讨使，以军3000，立张广平山寨，至屯田，出兵以绝大梁平山两道。10年正月，成都失利，帝遣人问所以失之故及今错治之。方呼兰即复奏曰：出立成都，为建子城，军民止于外城，别无城壁。宋军乘虚来攻，失于不备，军官皆年少不经事之人，以此失利。西川的旷人熙宜修治城寨，以备不虞，选任才智。广处军处，最为急务。今蒙古汉军多非正身，半以驱奴代，宜严禁之。所谓修筑城寨，练习军马，错化屯田，归运粮饷，创造舟楫，完善军器，六者不可缺一。又当任贤远谗，信赏币罚，修内治外，战胜攻取，选用良将，随机应变，则边陲无虞。乙6月，将兵赴成都，与察部花同权省事。11月，赴还。守张广平山寨，前后7年，每战折胜。13年，引兵掠重庆，复取简州。14年，承制授延安路管军招讨使。15年，突鲁叛于六盘山，呼兰即以延安路军会别宿台，赵秉即总率府兵于六盘，败突鲁于武川，俘其奴。还承制授京兆延安凤翔3路管军都尉，兼屯田守卫使。10月，改同知利州宣抚使，夔东招讨如故。入晋，赐虎符，授四川北道宣慰使。呼兰即请以先授巩昌元帅之职及虎符与其弟廷望。20年，改四川南道宣慰使。21年，奉旨与参政区里吉司，迁省巴巴，左丞汪为镇。奋兵进取武西洞蛮。十司、波夷南、师、前、鼎、李、陈、元之界，蛮辽叛服不长，往往劫掠边民，乃召四川行省讨之。区里吉司为正义军出前中，巴巴一军出司、波都元帅托察一军出李州，
呼兰及义军自夔门会合。11月，诸将凿山开道。PG 2375。绵亘千里，诸蛮设伏险隘，木弩竹矢，四间切发，亡命迎敌者，皆尽杀之。遣豫诸蛮酋长率众来将，独散毛洞谭顺走避岩谷，力驱使将。23年，入晋，以老病，起归田里。帝敏之，得海拱昌。26年，行省列奏呼兰及之功，请用饭店帅故使，商议本省军事。27年，拜资善大夫、遥授陕西等处行尚书省左丞，商议军事，使左丞之路。元贞2年，入晋，授资德大夫、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右丞，议本省公事。卒。太定元年，谥襄敏。李廷。李廷，小字崂山，本今人蒲察氏，今末来中原，改称李氏。家于济阴，后喜寿光。至元6年，以才武选立军籍，全管军迁。虎。从伐宋，为襄阳。宋江下桂率战船3000艘来援，泊鹿门山。西岸，诸义水军攻之，相持7日。廷时将不齐，自请与水军万。户解汝及之，斩其皮将王启、袁胜。河南行省丞至寿亭一都。新军千户。宋襄阳守将吕文焕以15000人来攻万山堡、万户章。洪范方与接战，廷单骑横枪入阵，杀2人，枪折，倒驰回击1人坠马，廷亦被2创，复夺后军枪，果创力战，败之。8年春，征除一都军千户，赐号拔都儿。与宋兵战襄阳城下，追奔逐北，直抵城门，刘始中左顾而止。9年春，攻樊城外伏，炮伤而疾，左右手夺其土城，遂进攻襄阳东堡，炮伤右肩，焚其楼，破一自城。文焕麾下有胖山王总管者，骁将也。廷设伏右擒之，以攻受金符。10年春，大军攻樊城，廷运新除土牛田成壕，立云梯，城上矢石如雨，廷履中炮，坠城下，决而复苏，果创在登，如是者数4，杀获甚多。樊城破，襄阳将，以攻受金虎符。为管军总管。11年9月，从伯颜发襄阳，赐颍州。颍在汉水东，宋人。复于汉水西筑新颍，以扼我军。黄家湾有西通腾湖，至汉水数。PG 2376。李，宋兵亦驻保设守备焉。廷与刘国杰先登，拔之，遂荡州而进，攻沙阳、新城。炮伤左胁，破其外堡，复中炮，坠城下。使冠于胸，气垂绝。伯颜命投水牛复纳其中，良久乃苏。以攻。加名威将军，授益都新军万户。师赐汉口。宋江下跪所战舰，横截江面，军不得进，乃用艇及马服等计，由沙吴口入江。5. 击保四面皆水，艇绝其水而攻之，大军渡江，武击保亦破。遂从阿术转战至鄂州，顺流而东。12年春，
与宋江、孙虎城战丁嘉州，夺船20余，宋军溃，以攻嘉宣威将军。宋兵断征州江路，停焚其船200余，及斩其护岸军。闻下桂欲游太湖援临安，即出兵逆战玉溪口，败之。诸军攻常州，停鏖战，夺北门而入。13年春，至临安，宋主将伯颜命廷等护其内城，收集符印珍宝，仍令廷与唐务台等防护宋主赴宴。世祖加其劳，大宴，命坐于左手诸王之下，百官之上，赐金百锭，金珠1个。一席，人谕之曰：刘枕在时，不曾令坐于此，唯汝有功，故加以疏礼，汝子孙以谨治之勿忘。既有旨，汝在江南多出死力，难而立功，要在西北上也。今有为我太祖呈献者，汝其往征之。乃别将大虎符，加正国上将军、汉军都元帅，人命其次子大春袭万户直，停至哈喇河陵，晃兀儿之地，越岭北，与撒里蛮诸军大战，败之。夷军河西，即走叛城霍虎，追至大弃而还。诸王袭李吉，脱木而返，停袭击，生获之，起皇子，指蔽铁木而赐之死。复引兵会诸王纳里乎，渡塔弥而合，即走。其余党务经莫台，要戍忽尔等，河西平。14年，入朝，世祖劳之，赐以益都居地、丹河关庄，超15000贯及公使诸务，拜福建行中书省参知政事，改福建道宣卫使。赵复阙，被宿卫。17年，拜骠骑卫上将军、中书左丞。东征日本。18年，军刺竹岛、御风，船尽坏，停爆坏船板，漂流抵岸，下收余众，由高丽海京师。士卒存者11-2。记忆 PG 2377。覆没，归益都，诏拜中书左丞，司农卿，不复。24年，宗王乃研判，议诏至上都，统诸卫汉军，从弟亲征。塔布台，今加奴来拒战，众号10万，帝亲挥诸军为之。停调阿速军既尽，刘使中凶冠协，果创复战，帝遣止之，乃以令军中备百弩，四敌列阵，百弩齐发，乃不复出。帝问停，彼今夜当何如？停奏，必遁去。乃引壮士10人，持火炮，夜入其阵，炮发，果自相杀，溃散。帝问何以知之？廷曰：其兵虽多，而无纪律，见车驾住此而不战，必已有大军在后。是以知其将遁。帝大喜，赐以金鞍良马。廷奏，若得汉军2万，从臣便宜用之，乃言可擒也。帝难之，命与越而鲁盟。古军并进，遂复乃言以献。帝既南还，廷又亲获塔布台、金刚奴，以攻加龙虎卫上将军，遥授中书省左丞。25年，乃言余党哈丹突鲁干复叛于辽东。赵廷及枢密副使哈达讨之，大小数十战，弗克而还。
继而停整军再战，留使中左斜及右谷，追至一大河，选锐卒，前赴火炮，夜3赤上流发之，马皆惊走。大军前于下流必渡。天明进战，其众无马，莫能相敌，伏斩200余人。哈丹突鲁干走高丽死。拜资德大夫、尚书左丞，商议。枢密院事，观其长子代用，人赐超25000贯。廷应奏：今汉军之力困于北征，若依江南军，每岁28放散，以次番上。甚便。帝可其奏，令者为令。宗王海都将犯边，伯言以闻。帝命悦尔鲁与廷议所以违背，廷请下扩马之令，凡的马11万匹，军中赖其用。拜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，商议枢密院事，提调诸卫屯田事。31年春，世祖崩，悦尔鲁与伯言等定册立成宗，廷议赞之功居多。成宗与太后眷欲甚至，每进食，必分赐之，大宴。人命续坐于左手诸王之下，百官之上，赐以朱帽、朱半璧、金带各一，银6挺，装田诸物称是。奉旨整点江浙军马530 ，PG 2378。2所还入见，成宗亲授以一，慰劳之。初，武宗出镇北边，廷请从行，成宗悯其老，不许，赐超5万贯，依前荣禄大夫、平章政事，商议枢密院事，提调诸卫屯田，兼后卫亲军都指挥使。奉旨北征怀都，至野马川而还。俄有中使传旨居汉军之马，以济北军，且令焚其安配，行良诛。5. 廷因感急，召内1、2人整事之，及稍间，护从上都，特将只存护其家。大德8年2月卒。至大2年，赠推中义卫功臣。仪同3司、太保，上柱国，追封义国公，是无益。子代用，同知归德服饰，以哀悔卒。大春，袭直配金虎符。为宣武将军，益都新军万户，戍建康。大臣，袭直后卫亲军都指挥使。史弼，史弼，字君佐，艺名塔剌浑，黎州博野人。曾祖兵，有胆勇，太师，国王穆华黎兵南下，居民被掳，黎守必城自守，兵谓诸子曰：吾所事者，郡守也。今弃民自保，吾与其戍守矣。死，何若死中求生？乃虑乡人数百家，亦穆华黎请降，穆华黎书伯为服，遣还。继而州破，独兵与同将者得免。必常通国语，履历绝人，能挽强攻。李门凿石为师，重400斤，必举之，至数部外。同官守将望彦必其才，妻以女。又见其才勇于左丞相耶律柱，必从柱往北京，进士火礼台见毕。所挽功，以名闻世祖。召之，是以远堕，连发中的，令给世佐。又赐马5匹。中统末，授金符，管军总管，命从刘整伐宋。攻襄樊、长。初挑战，射杀2人，因横刀呼曰：我使奉御也。
宋兵却退。至元10年，诸将分12道为樊城，必攻东北隅，凡14昼夜，破之，杀其将牛都统。襄阳将上其功，赐营及锦衣、金鞍。升怀远大将军，复万户。遂从丞相伯颜南征，攻杀杨宝，非使。PG 2379。中弼、陈拔，宁写银袖。士文，赐金虎符。军至杨罗堡，伯颜。示众曰：先登南岸者为上公。弼虑见卒直前，宋兵逆战，奋呼即走之。伯颜登南岸，论毕公第一，进定远大将军。鄂州。平，进军而东，至大孤山，封大作。伯颜命毕倒于大孤山神，封立止。兵驻瓜州，阿塔海盐，杨子乔乃扬州出入之道，宜力保，选骁将守之。伯颜授毕3000人，立木堡，据其地。毕据以数十其抵扬州城。或指之曰：宋将才绝将，未可一出。毕曰：吾诈杨子乔，据其所必争之地，才诚未固，必来攻我，则我之利也。才果以万众成夜来攻，人携数心田堑，必借军中无华，肆其志，下列木，发炮石击之，杀1000余人。才乃退，必出兵击之，会相威，阿术兵既至，大战，才败走，擒其将张都统。13年6月，才复以兵业至，必3战3胜。天明，才见毕兵少，进破围壁，毕复奋击之，其士2人携火枪刺毕，毕挥刀御之，左右皆扑，手刃数十百人。及出围，追者上数百。其毕殿后，敌不敢进。会援兵至，大破之，才奔泰州。棘首。将朱焕以扬州将，使麦数受其将于南门外，而必从数骑，有保。臣入扬州，出南门，与之会，以示不疑。至授昭勇大将军，扬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，兼万户。东迁黄州等路宣慰使。15年，入朝，升中奉大夫，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，行黄州等路宣慰使。到起淮西司空山，必平之。17年，南康都昌道起，必往讨，诛其亲党数十人，胁从者诱之。江州宣克司。税及民米，米商必去，民皆闭门罢市，必力罢之。19年，改浙西宣慰使。21年，黄华反建宁，春复淋雨，米价永贵。必即发米10万石，平价跳之，而后闻于省。省臣欲增其价，必曰：吾不可失信，宁辍无俸以足之。省不能夺，亦出10万。民得不羁。改淮东宣慰使。必凡3官扬州，人喜，刻石颂之，号3至碑。迁书沿江行枢密院事，郑健康。PG 2380。26年，平台州道杨振龙，拜尚书左丞，行淮东宣慰使。冬，入朝，时世祖欲征爪哇，谓毕曰：诸臣为无负心者少，欲以爪哇是负汝。对曰：
陛下命臣，臣何敢自爱？27年，尧授尚书省左丞，行浙东宣慰使，平处州道。29年，拜荣禄大夫、福建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，往征爪哇，以议黑迷失。高兴复之，付金符150，币帛各200，以待有功。2月，必以5000人合诸军，发泉州。封吉韬勇、周先伯士卒，皆数日不能食。过七州阳，万里石塘，立交趾，战成界。明年正月，至东董西董山，牛旗屿，入混沌大洋橄榄屿，甲里马达、勾栏等山，驻兵伐木，造小舟一入。使爪哇与邻国格朗构怨。爪哇主哈止格达那加拉以为格朗主哈止格当所杀，其续土罕毕。蛇耶公哈止格当，不胜，退保麻诺巴歇。文弼等至，遣使以齐国山川户口及格朗国地图营将求救，必与诸将进击格朗兵，大破之，哈止格当走归国。高兴言：瓜瓦虽将，倘中变，与格朗合，则孤军悬绝，势不可测。必遂奋兵3道，与兴及邑。黑迷失各将一道，攻格朗。至达哈城，格朗兵10余万迎敌，自但至午，格朗兵败，入城自守，遂为之。哈止格当出将，并取其妻子官属已归。土罕毕蛇耶起归义将表及所藏珍宝入朝，必与一黑迷失许之，遣万户单指布丁，甘州不花以兵200人户之还国。土罕毕蛇耶于道杀2人以叛，陈军还，加路攘夺。必自断后，且战且行，行300里，得登州。行68日夜，达泉州，士卒死者3000余人，有私数其俘获金宝箱布等，值50余万。又以每里国所上金字表及金银锡像等物尽，是具高兴及爪哇国传。于是朝廷以其王师多，杖17，每家资1/3。元贞元年，启同知枢密院事，阅而鲁奏，必等以5000人，渡海25万里，入晋代未尝至之国，服其王及御将傍晋小国，宜加金莲。遂诏以所及还之，拜荣禄大夫、江西等处行中书。PG 2381。沈右丞3年，升平章政事，加迎亲荣禄大夫，封鄂国公。卒于嘉，年86。高兴，字公启，蔡州人也。其先字季喜变，曾祖拱之，祖子寻，是以农为业。经末兵乱，父亲又喜蔡而生心少慷慨，多大节，力挽20功。常步列南阳山中，遇虎，跳亮大吼，众皆惊走，心神色自若，发意使避之。至元11年冬，携8骑役黄州，夜送至成邑。亦使立麾下，且其心相貌，以生女妻之。12年，丞相伯颜伐宋，至黄州，兴从义出将，伯颜承制，受兴千户。从破瑞昌之乌石堡、张家寨，进拔南陵。
行省上骑。公世祖命兴专将义军，常为先锋。宋张如杀使者严中范等于独松关，伯颜使兴讨之。师次溧阳，再战，斩其将3人，士卒3人，虏42人，遂破溧阳，斩首7000级，授金符，为管军总管。从战营数，斩宋将3人，士卒2000人。拔建平，斩其总至2人，虏知县事黄君卓。由监道夺独松关，进至武康、秦章。如13年春，宋将伯颜北还，刘兴以兵取郡县之位下者，将建德守方回，婺州守刘仪。衢、婺2州以将复叛，张玉自为婺守，兴以5000人讨之，期战，至破西，相持40余日。兴兵少不敌，力战溃为出，至建德境，与援兵合。复进占兰溪，斩首3000级，复取婺州，秦张玉斩之。进占衢城下，斩首500级。连战赤山、陈家山、江山县，斩首3000级，虏500人，县未服。兴等7人于行省，于禁戮之，衢州平。追宋四秀王宇福入闽。宇福据桥，镇水南，兴率骑兵夺桥进占，杀其观察使李世达，斩首3000余级。秦宇福父子及其小王2，皮将2，或印5，马500匹。下兴化，将宋参知政事陈文龙、至应德父等140人，军3000，水手7000，或海舶7000余艘。迁正国上将军，管 PG 2382，军万户。14年春，还镇婺州，配元将虎符，冲衢婺招讨使。东阳、玉山群盗张念九、强和尚等杀宣慰使陈佑于新昌、新补，斩之。复从都元帅莽古台平伏，建、张3州，破闽阳寨，屠伏陈寨。15年夏，召莽古台例行省于福建，新例行都元帅府于建宁以镇之。镇河人黄华、邵武人高日新、高从周聚众叛，皆讨将之，以招讨实行右副都元帅。16年秋，召入朝，试验大明殿，西县江南所得珍宝，是祖曰：清河不少留以自奉。对曰：臣素贫贱，今幸富贵，皆陛下所赐，何敢引福祸之物？帝曰：直臣也。兴因奏所部士卒战功，起观之，帝命自定其制，颁爵赏有差。迁兴浙东道宣慰使，赐西景福，今县安沛。奉省袭，讨处州，服。建吉温，台海洋群盗，平之。17年，漳州道数万据高安寨，官军讨之，2年不能下。赵以兴为福建等处征蛮右副都元帅。兴与都元帅完者都等讨之，直抵其壁，贼臣高看下击之。兴命人携数兴毕身，进至山半，弃兴而退，如是6日，又其使10代。晋乃然兴焚其诈，遂平之，斩贼魁及其党首2万级。18年，道成调偃聚众10万，连50余寨，恶险自固。兴攻破其15寨。
调演走保迁必领。新上至山半，又与羽皆其首，撤下秦斩之。漳州晋西平。19年，入朝，赐银500两，钞2500贯，及景福、安沛公使，改浙西道宣慰使。匠人黄华复叛，有众10万，兴与战于千山，获8000人。华济攻建宁、新集区，与福建军合，获华江2人。华走江山洞，追至赤岩，华败走，复火死。21年，改淮东道宣慰使。23年，拜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。平婺州道师在时，改浙东道宣慰使。24年，尚书省吏，拜行尚书省参知政事，补斩柳分司于婺州。丁睦忧，赵启复讨。处州道詹老耀，温州道林雄。兴前由青田岛齐巢穴，战叶山。PG 2383。秦老耀及熊等200余人，斩于温州市。又奉省袭平徽州道汪谦、石等。28年，罢福建行省，以参知政事行福建宣慰使，与漳州道欧狗降之。诏入朝，拜江西行省左丞。29年，复历福建行省，拜右丞。爪哇秦使者孟奇，赵兴为平章政事，与石弼、义黑弥师率师征之，赐玉带、锦衣。甲胄，公使，大都良田1000亩。30年春，服海地爪哇。义黑弥师江水军、新疆步军，会巴结见，爪哇主叙土罕毕蛇耶将。晋攻格朗国，将其主哈止格当，事件必传。又欲将诸小国。哈止格当子席剌巴的席剌丹不和，逃入山谷，新独率1000人深入，虏袭次丹不和，还至达哈城，使弼、义黑弥师以遣使护土罕毕蛇耶归国，俱入贡里。新申言其事迹。土罕毕蛇耶果杀使者以叛。何众来攻，新等力战，却之，遂诛哈止格当父子以归。诏至纵。爪哇者，必与义黑弥师皆获罪，新独一不寓意，且功多，赐金50两。陈宗即位，复拜福建行省平章政事，赐玉带。大德3年，汀州总管府同知阿里协院告新不法，诏入队，尽得其诬状。阿里伏诛。改江浙行省平章政事，赐海东清谷，命其子伯言入宿。魏4年，遣使赐海东白谷、葡萄酒、良药。8年，授枢密副使。10年，晋同知枢密院事，皆兼平章。改河南行省平章政事。武宗即位，召见，拜左丞相，商议河南省事，赐以先朝玉服。仁宗宠眷勋就，赐予尤厚。皇庆2年秋9月，卒，年69。赠太师，开府仪同3司，上柱国，追封梁国公，谥武宣。元统3年，加封南阳王。子久助，泉州总管。长寿，同知建宁路总管府事。芒古台，袭万户。伯言，同知宁国路总管府事。
完者都陈州路总管。保歌治书侍御史。刘国杰 PG 2384。刘国杰，字国宝，本女真人也，姓乌古伦，后入中州，改姓刘氏。父德宁，为宗王卧臣毕舌赤，受管领益都军民公事。国杰貌魁雄，善骑射，胆力过人，少从军连海，以才武为队长。至元6年，选骑兵取襄阳，以益都新军千户从张宏犯数万山堡。宋兵窥伺，众出取新，大出兵来攻保，国杰等以数百人败之，斩首4000余级，由是有名。从略荆南，抵归峡，转战数千里，还破宋兵襄阳下。从攻樊城，破外城，火炮商贾，果创复战。平其外城，授武略将军，配金符。从破张贵兵贵门关，战胜利。在攻樊城，被伤数处，血战，尽破之。襄阳将士祖闻其勇，召见，迁武德将军、管军总管，赐银100两，锦衣，公使以宠之。从伯颜南征，11年，赐颍州。宋兵扼汉水，不得下，伯颜谋取黄家湾堡以入汉，国杰先登，拔之，加武节将军。从破沙阳、新城，败孙虎成丁嘉州，战胜利，近万户。复从阿术取淮南，别军杨子桥，扼宋兵道。宋以万众夜夺宝，即走之。秦其都统张陵。宋将张世杰胜兵出焦山来御师，失铁绳，连战船。定江中，以示必死。阿术率诸军进战，万户刘琛由江南绕其后。国杰与董文炳左右夹击之，焚其战船，世杰军大溃，追奔垂山，夺黄药船数百艘。帝壮之，召加怀远大将军，赐号霸都。国杰行第2，因呼之曰刘二霸都而不明。霸都，华严敢勇之士也。宋王入朝，加迁书西川行枢密院事，选淮南兵，使将之。平蜀魏行会北边有境，加郑国上将军，汉军都元帅，将魏兵定北方。东赵还，帝亲解衣加玉带赐之。15年，复江左右中3卫兵，戍北边。赵有不用命者，斩之以闻。16年，诸王脱木反，寇河陵。国节度其众西至，营中必须选，轻其袭之，获其众万计。脱木屡战不利，又残暴，失众心，众杀之来将。18年，加辅国上将军。19年，征东兵无功而还，帝怒，将尽罢大小将校，召国节为征东行省左丞。纪治 PG 2385。帝与之故，国节曰：罪在元帅耳，倘蒙圣辞，复诸将之职。彼必人人私愤，以雪前耻矣。帝从之，尽复其官，以属国节。征日本，会黄华反建宁，乃命国节以征东兵会江淮参政伯颜等，讨之。国节破赤岩寨，黄华自杀，余众皆溃。福建行省左丞乎？
剌出将兵来会梧桐川，欲搜贼溃去者，尽杀之。国节曰：守乱者，华也。于皆胁从，朝遇不归，诛之未晚。未几，众果出。将22年，罢征东省，除迁书沿江行枢密院，改迁院。23年，朝廷以湖广重地，且多盗，拜本省左丞。国节至，守平湖南道里万二。明年，广东道起，寇肇庆、齐魁邓泰。辽居前寨，刘泰辽居后寨，相依以为固。国节驱倒后寨，破之。遂拔前寨，擒斩2人，捕民劫盗者，皆杖杀之。加资德大夫。25年，湖南道詹义载右恒、永、宝庆、武冈人，效聚4望。山官军久不能讨，国节破之，斩首道，余众西降。将校请曰：此辈久乱，急则降而有信，复反矣，不如尽坑之。国节曰：多杀不可，况杀将耶？吾有以处之矣。乃相要地，为3屯，在衡曰清化，在永曰乌福，在武冈曰白仓，迁其众守之。每屯500人，以备贼，且肯废田征集，使贼不得为巢穴。将者有固田宅，尽还之；无者，使杂根屯中，后皆为良民。有诏讨江西诸道，国节屈附之。11月，破萧太辽于城谷。水，斩数百人，尽平淮及诸寨贼。26年春，东入肇庆，攻延太辽于清远，还攻萧太辽于淮吉，擒之，复攻走延太辽。4月，攻岑太辽于金陵，又破走之。贼深入保险，国节凿山而入。贼众5000人，掩杀略尽。7月，赐贺州，兵士茂帐，皆议。国节亲抚视之，疗以医药，多得不死。会国节疫病，乃移军道州。广东道陈太辽寇道州，国节讨擒之，遂攻拔赤水贼寨。27年，江西道起龙泉，下令往击之。诸将交谏曰：此他省道也。国节曰：纵寇生患，患江南途，岂可以彼此言耶？乃选。PG 2386。清兵，弃其谷，去阴氏，一日夜驱贼尽。贼众数千逆战，望讲。军容不整，曰：此乡丁也。议之。国节以数十骑陷阵，众从之，贼大败，斩首500余级，夺所掠男女，日暮，忽收兵去。保中民望见，怪之，莫知其谁。明日，又忽至，召保民归其南。子曰：吾刘二霸都也。民皆今以为神，因告别道中太辽居。南安18类。国节乘雾，突入其巢。贼众惊乱，自相柔剑，官军搏之，自旦至午，所擒杀甚众，还兵桂东。2月，龙泉道覆，寇临县，国节遂还陵。贼退保大景山，乃分军3道驱之。道险，弃马而入。10天大雨，贼不违背，尽掩杀之，还镇道州。8月，永州道李墨子迁妻寇泉州，败官兵，杀郡长官吐鲁。
国节进讨，擒之，枭首而还。以前后宫，加湖广右丞。28年，至湖广等处行枢密院、迁副使、海军武昌。秋，广东道再起，国节复出道州。时之上司周黄胜许是其显远，与交趾为表里，寇边。29年，赵国节讨之，贼众尽汉，出入。岩洞黄竹中如飞鸟，发毒矢，中人无越者。国节声律士奋战，贼不能敌，走向山。山尽交趾，皆森林，不可入，乃渡其出入。列栅围之，徐伐山通道，且战且进。2年，拔其寨。甚许挺身，走交趾，擒其妻子杀之。国节3以书责交趾所甚许，交趾尽逆，不语。夏，师还，尽取贼巢的为屯田，穆庆远诸同人耕之，以为两江避障。后蛮人为屯为省地，莫敢犯者。赵遣使集军中矣，欲待赐之。30年，入朝，帝谓朝臣曰：湖广重地，为刘耳，霸都足以正此，他人不能也。命无迁他官，俄亦问罪交趾。加湖广安南行平章事，以诸王邑及列台为监军征之。未行，会。帝崩，乃止。陈宗即位，复置行枢密院于衡州，人除副使。初，前中诸蛮酋境内复叛，又巴洞何氏雄犯李州，伯牙洞田万顷，南牧。洞梦在师犯陈州，朝廷常讨降之。升伯牙为师荣州，以万顷之。PG 2387。周氏31年，万顷复叛，攻之，不能下。致仕，帝即位，赦天下，并赦万顷等，亦不降，帝以命国节。9月，国节迟至。臣进攻明西贼虏万丑，雍众自上流而下，千户摧中，100户马。孙耳战死。10月，进兵桑木西，万丑复以1000人拒战，即却之。明日，万丑被众来攻，国节鼓之，100户李望律死士陷阵，众军其愤，贼败，遂破其巢，焚之。进攻师荣，部将田荣祖请曰：师荣，万顷之复兴，10农次，3阳风，其左右臂也，宜先断其臂，而后复兴乃可攻。国节曰：甚善。挥诸军攻10农。次，贼不能支，弃寨遁，遂拔师荣，擒万顷，斩之。复穷补其党，攀崖原木而进，凡1000余里。元贞元年，即军中加荣禄大夫。湖广行省平章政事。陈、李的皆西动，宋常选民力屯，免其徭。义使御之，在李者曰爱丁，在陈者寨兵，宋王皆废。国节悉复其志，班师。既又经化茶陵、衡、郴、道、贵阳，返广东。江西道所出入之地，南北3000里，治数30有8，分屯将士矣。守之，由是东进交广，西更黔中，的州湖广，四境皆有屯戍。制度周密，诸蛮不能复寇，盗贼遂袭。6月，入朝，赐玉带、锦衣、公使，
台臣言国节在军中美，以加资赏将士，帝命备尝之，不屈有功者，各迁官。大德5年，罗轨女子蛇节反，乌撒、乌蒙、东川、芒部诸蛮从之，皆叛。献贵州。赵国节将诸义兵，和四川、云南，私拨兵以讨之。贼兵尽力，且多见马，官军战失利。国节令人持一盾，不钉其上。四镇河，及弃盾尾盾，贼果逐之，马粪不能止，欲盾皆到，国节鼓之，贼大败。继而复合众请战，国节不应，数日，度其气衰，一鼓破走之，追战数千里。7年春，秦斩蛇节，宋龙纪、阿女等，西南夷西平。诏领其将士入见，张燕享之，赏赐甚厚。晋光禄大夫长其赏市金1900两，超15000锭，将士千官。有差，命还一都上种。PG 2388。8年，还政。国节9行鞭，患杖，致仕病笃。平章卜灵疾。台律僚属问之，国节曰：交贼不成，若病性小月，得灭此虏，则死无憾矣。问以家事，不言。2月卒，年72。国节性雄猛，视死如归，常与人曰：吾为国宣力，虽生弃草也不恨，何必马革裹尸还葬哉？且善推陈的士心，故能立功如此。复闻帝升道袭，赠推忠孝立定远功臣，光禄大夫。司徒柱国，封其国公，谥武宣。子托欢，湖广行省平章政事，上宪宗孙女。PG 2389。列传第50。李德辉。李德辉，字仲实，通州陆县人。生5岁，父且卒，指德辉。谓其家人曰：吾为吏，至欲不任苛刻，人蒙无力者众，天祸报之，是而其大无门乎？及卒，德辉号痛如成人。是岁凶。家储素才5升，其母冲澎湃，吹离县而食之。德辉天性孝悌，操履轻慎，既就外父，是读书，数余平，无以自资，乃辍业。年16，兼9丰州，禄食充足，甘止有余，则是比札录书业。宋不休，以乃燕遭屈，叹曰：治世故安此耶？事不足以匡君。夫民隐不足以悦亲善生，天地之间，人寿几何，恶可无闻。同腐草木也。乃谢绝所欲由少年，求先生长者讲学，以促其业。时世祖在前藩，用刘秉中谏，使侍御宗讲读，乃与窦默等皆就辟。癸丑，宪宗封宗亲，割京诏立世祖前藩，则廷臣能礼。才富者比调军时，力从一府，以德辉与备的乃为始。时汪氏显，素兵利州，扼四川荆侯，以归进取，数万之师养补德辉。乃募民入宿绵竹，散钱币，给盐券为职，录宛兴园，水曹嘉陵，魏积年而君处冲县，取蜀之本基于此矣。中统元年，为燕京宣抚使。燕多惧贼，造伪钞，
劫死党杀人。德辉悉捕诛之，令行禁止。然事多不白中书，由是武平章。王文统议，去位。3年，文统议反诛，德辉遂起为山西宣慰使。权势之家及民为奴者，咸案而免之，复业近1000人。至元元年，罢宣慰司，授太原路总管。时前藩故复乡无有。PG 2390。初为2000使者，帝以太原难治，故以德辉为首。治郡，重学校，表孝节，劝耕桑，立社仓，议权度，凡可以富民者，无不为之。嘉禾瑞迈，6出其境。5年，征为右3部尚书。人有送财而失。其兄子者，德辉曰：“此书杀之无疑。”遂尽其狱。权贵人为，请者甚众，德辉不应，罪状记名，请者乃残服。7年，帝以黄汉为忧，命德辉路求山西、河东。行至怀仁，民有为事发的墓。持告其妻携左道为彦胜，谋不利于己。宜数狱，辞皆具。德辉察其冤，知其有爱妾，一切所为，将构陷其妻也。召妾居之，不宜时而服，遂杖其夫而论妾已死。皇子安西王正关中，奏以德辉为辅，遂改安西王相。至则士兵经营墓故地，可得数千顷，起庐舍、疏沟块、甲牛、种田具与平民2000家，屯田其中，遂得粟麦除稿万计。12年，诏以王相府属。时重庆由城守不下，朝廷各置行枢密院于东、西川，合兵万人为之。德辉至成都，两府征遣使资授兵时方略。德辉戒之曰：“宋以亡矣，重庆以弹丸之地，不将何归？”正义。公被立其飘杀，民不得有子女，惧而不来耳。向日兵未常战，中使奉喜书来赦，公被既不能正言明告，言被指公，以虚其志。反购得军力仗之，伪为得罪，使惧而叛去，水陆之师擂鼓既尽，世间其不下也。中使不欲诈计，竟以不奉明诏复命。如是者，非顽寇而何？况复军政不一，相资纷纷，朝夕败矣，岂能成功？哉！德辉初，魏至秦、泸州叛，而重庆为果溃，再退守泸州。14年，诏以德辉为西川行枢密院副使，人兼王相。诸军既发，德辉留城都给军时。是年，复泸州。15年，再为重庆、逾越、拔之、绍庆、南平、夔、师、司、播诸山碧水栅皆下，而东川、舒府、游固江也。臣前与西川相观望至败，恶相属，愿独军为河州。德辉乃出河服系顺庆遇者纵之，使归与周江张觉，以天子威德远者，宋氏既亡，三公皆北，我朝韩弘、陆公望过，能。PG 2391。早自归，必取江相、与下、吕比。又为书，以礼义祸福反复辟。解之，以为汝之为臣，不亲于宋之子孙，何之为周，不大。
余宋之天下，彼子孙以举天下而归我，汝犹俨然复足穷山，而曰吾忠于所事，不亦祸哉？且惜此州之人不自为谋者，以国有主，耻背不义之名，故而得致其死命。主今亡矣，犹豫以事行之，则系下道御君，窃君首以剿服一旦，不难也。爵位即报，而德辉还望抵。继而河州遣李兴、张、何时二人兄事成都，皆获之，誓不杀，复为书纵归，使欲其将望立如欲绝者，而辞亦慨切。立亦寄宿与东府有深怨，举朱及史兴等导率干阳谢怀腊书，兼至成都将。德辉从兵才数100人，复之。东府害其来，皆曰：公袭为书昭绝，臣亦及矣。竟无功而还。今立绝牙笑也，袭居诈不幸，特以祭至公来。使与无真垂臣之功，言命鬼克耳，未必臣将。德辉曰：习何以重庆存？故立可以同恶，今已孤绝，穷而来归，亦其是然。吾非攘人之功者，臣具公等奋其后服，吾以长抗避先朝，立其飘夺，而快心于屠臣也。吾为国活此民，岂计汝贤怒为哉？即耽葛即将，薄臣下，忽立出将，安及其民，而罢治其利，何人自立而下，加惠视之？川蜀平，复以王相海底。17年，至行中书省，以德辉为安西行省左丞。是年，西南夷罗师鬼国计将复叛，赵云南、湖广、四川合兵3万人讨之，兵且压境。德辉是被命在波，乃遣安归迟一指3道兵务进，复遣张孝思欲鬼国去将，其求阿察熟德辉名，曰：是活河州里公耶？其言明信可视。即身至播州，弃且告曰：吾属100万人，为公来，死且不降，今得所归，灭有2矣。德辉以其言上文，乃改鬼国为顺元路，以其求为宣抚使。其后有以受鬼国马迁数赠德辉于朝者，帝曰：是人正所素之，虽益阳不忘受。宁有是耶？PG 2392。德辉卒年63，蛮夷闻父，哭之哀如思亲，为魏而祭者，动辄千百人。河州安抚使王立率叠律吏民拜哭，深镇山谷，为发100人护丧兴元。播州安抚使何晏请律其民立庙祀之。张雄飞，张雄飞，字鹏举，琅琊临沂人，父从，是今守盱眙。今人疑之，罢其兵柄，徙居许州。荀父命守河阴，人留家人于许。雄飞幼师母，从妾李氏养之。国兵屠许，为工匠的免。有田姓者，从故吏也，自称能为公，且诈以雄飞及李氏为家人，由是获权，遂喜朔方。雄飞时方10岁，至霍州，李欲逃，恐其累己。雄飞知之，请客不去左右，李乃便服与俱还，欲入州。雄飞既常往师前进士王宝英于赵城。今王
雄妃不知父所在，往来则路求之10余年，常客食僧舍，已而入关陕，历淮、孟、同、华，终求其父福的，遂入燕，居数岁，尽通国言及诸部语。至元2年，连溪县见之于世祖，召见，陈当世之务。世祖大悦，授同知平阳路转运司事，搜掘杜壁，悉除之。帝问处事罗英，谁可代用者？对曰：张雄妃真公府器。帝然之，命亦召雄妃至。问以方今所及，对曰：太子天下本，愿早定矣。系人心。闾言小人有生斗之处，上之附托，天下至大，社稷至重，不早见除二，非治计也。向使先帝之此，陛下能有今日乎？帝方卧，决然起，称善者久之。他日，与江孝卿召见，帝曰：今任职者多非才，政事废弛，辟之大厦将倾，非良公部能服，卿辈能任此乎？孝卿谢不敢当。帝顾雄妃，雄妃对曰：古有御史台，为天子耳目，凡政事得失，民间疾苦，皆得言。百官奸邪贪贿不止者，即纠合之。如此，则纪纲举，天下治矣。帝曰：善。乃立御史台，以前丞相塔察而为御史。大夫雄妃为侍御史，且戒之曰：卿等既为台官，直在直言。朕为汝君，苟所行未善，亦当极谏，况百官乎？汝宜之正义。PG 2393。人虽极度辱，朕能为汝的也。雄妃亦自感力，知无不言。参亦枢密院事废朕淫宿先剿，有告其罪者，召丞相密权真等与雄妃杂治之，请托交至。雄妃摩所故，尽得其罪状以闻，朕引语。其党管如人等皆服诛。会议立尚书省，雄妃力争于帝前，无止。左迁同知京兆总管服事。宗室公主有家奴逃魏南民间为赘婿，主事过灵童，食之，捕其奴与妻及妻之父母，皆谢系之，尽没其家资。雄妃与主争辩，辞色俱厉。主不得已，以奴妻及妻之父母家资还之，为挟其奴已去。入为兵部尚书。平章阿合马在治国用司时，与一麻都丁有系致仕，罗知其罪，同僚争相附会。雄妃不可曰：所犯在治国用时，平章独不欲耶？众无以答。秦长卿、刘仲则异议。五阿合马皆下令欲杀之，雄妃亦持不可。阿合马使人啖之，曰：臣能杀此3人，当以参政相处。雄妃曰：杀无罪矣，求大官，无不为也。阿合马怒，奏出雄妃为李州安抚使，而3人尽死狱中。使李州初夏，民怀反侧，雄妃至，不宣德教矣。府随之，民遂安。有巨商2人犯逆税及欧人士，辽左受禄，欲宽其罪，雄妃神之一极。或曰：此系事，何职之间？雄妃
曰：吾非治逆税欧人者，欲改宋弊政，臣不为法者耳。系民以法时，群聚发附嘉领，所思欲论以强盗。雄妃曰：此道时欲就死，非强也。宽其狱，全活者100余人。李西南皆西动，姚人陈奸超掠居民。雄妃遣杨应生等往欲以威德，诛姚西，敢服。14年，改安抚司为总管府，命雄妃为达鲁花赤，迁金湖。北道宣慰使。有告常德复民10余家与德山寺僧将为乱，众议以兵讨之。雄妃曰：告者必其仇也，且心腹之民，当以尽镇之。兵不可拒用，苟有他，吾自任其责。遂止，徐察之，果如所言。先是，金湖行省阿里海牙以将民3800户没入为家奴。PG 2394。自治吏治之，遂责其租赋，有司莫敢言。雄妃言于阿里海牙，请归其民于有司，不从。雄妃入朝奏其事，召还籍为民。16年，拜御史中丞，行御史台事。阿合马以子呼兴为中书右丞，行省江淮，恐不为所容，奏留雄妃不遣，改陕西汉中。道提刑按察使。未行，阿合马死，朝臣皆以罪去。拜参知政事。阿合马用事日久，卖官郁郁，纪纲大坏，雄妃乃先自降一阶。于是侥幸超列者皆降之。呼兴有罪，敕中贵人及中书杂问。呼兴立旨载之曰：汝曾使我家钱物，何得问我？雄妃曰：我曾受汝家钱物否？曰：为公独否。雄妃曰：如是，则我当问汝矣。呼兴遂服孤。21年春，册上尊号，义大。赦天下。雄妃谏曰：古人言，无赦之国，其行必平。故赦者，不平之政也。圣明在上，岂宜恕赦？帝加纳之，与雄妃曰：大烈而后见善赦，极义而后知能言。汝所言者是，朕今从汝。遂降轻刑之诏。雄妃刚直廉胜，始终不议其节。常坐省中，召去召之，见于便殿，谓雄妃曰：若卿可谓真廉者矣。闻卿平胜，今特赐卿银2500两，钞2500贯。雄妃拜谢，将出，又召加赐金50两及金酒器。雄妃受赐，封10葬于家。后阿合马之党，以雄妃罢政，一审起追夺赐物。豫宗在东宫闻之，命参政温迪罕谕丞相安同曰：上所以赐张雄妃者，今其廉也，汝岂不知耶？吾为小人所诈。塔吉古阿散请检核前审前谷，复用阿合马之党，尽矫诏追夺之。塔吉古阿散等俄以罪诛，帝律效何师。当命进臣伯颜阅之。中书左丞耶律老哥劝雄妃议伯颜自辩。雄妃曰：上以老臣廉，故赐臣，然臣未尝敢轻用，而封时矣。四者，朕于今日耳，又可自辩乎？21年，
卢氏容以严厉。晋用，雄妃与朱执政同日皆罢。23年，起为雁南河北道宣卫使，爵雍治，处监贪，政化大行，卒于官。PG 2395。子五人，师也、师恶、师白、师衍、师约。师也素为东宫。10. 金湖行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入境，言之宰相，遇白皇太子，请以师也为荆南总管，雄妃故止之。归谓师也曰：今日欲有官辱者，汝素未日久，故应得官。然我方为执政，天下必我司。我一日不去此位，汝辈勿忘有官也。其戒甚如此。张德辉。张德辉，字耀卿，济宁交城人，少力学，数举于乡。金征。右兼兵星，家业殆尽。士院使台，会道杀伯者，有司纵记之。或僧逆一妇人，彭略巫符，欲拒，德辉疑其冤，其后果得道。赵秉文、杨听嫌弃其才。金王，北渡，使天泽开府征定，辟为经历官。遂以魏从天泽南征，筹划调发，多出德辉。天泽将朱逃兵，德辉就旨，配令血城。光州璧山农民为寨以自固，天则亦攻之，德辉请招之将，全活甚众。遂丁未，世祖在前邸，召见，问曰：孔子没已久，今其幸安在？对曰：圣人与天地终始，无往不在。殿下能行圣人之道，幸即在世矣。又问，或云：辽以是废，今以如王，有诸？对曰：辽氏臣为周之，今既乃所亲睹。宰职中虽用一二如臣，余皆五辩士决，即论军国大事，又不使御文，大抵以如晋者30之一，国之存亡，自有任其责者，如何救焉？世祖然之。因问德辉曰：祖宗法度俱在，而为晋设师者甚多，将如之何？德辉指营盘，欲曰：创业之主，如制瓷器，今选白金良将，归而成之，必复后人，传之无穷。当求谨后者思长，乃永为保用，否则不为缺坏，亦恐有窃而去之者矣。是。祖良久曰：此正吾心所不忘也。又访中国人才，德辉举位，樊、元玉、李也等20余人。又问农家坐牢，何衣食之不善？德辉对曰：农桑天下之本，衣食之所从出者也。男耕女织，终岁勤苦，则其精者书之官，余粗恶者将以养士抚育。PG 2396。而亲民之力复横敛以尽之，则民先有不动馁者矣。遂务生春。事殿制作于世祖，世祖曰：孔子妙食之礼何如？对曰：孔子为万代王者师，有国者尊之，则言其妙貌，修其食祀。其崇与否，于圣人魔所损益，但以此见时君崇儒重道之意何如？2. 世祖曰：今而后，此礼勿废。世祖又问：点兵与宰民者，为害孰甚？对曰：君无纪律，
纵使残暴，害故非轻。若载明者，头会积敛以独天下，使祖宗之名如岛水火，为害尤甚。世祖默然，曰：然则奈何？对曰：莫若更浅。族人之贤如口温不花者，使掌兵权；勋就则如呼兜虎者，使主明正。若此，则天下均受赐矣。是年夏，德辉的告江还，更见白文举、郑显之、赵元德、李敬之、高明、李盘、李涛数人。必辞，又承先务七事，敦孝。有则人才，察下情，贵监听，亲君子，信赏罚，节财用。是祖以自呼之，赐作，悉赖优渥。有请奉旨教胄子贝罗等人。子德辉与元裕北进，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，世祖悦而受之。因起类朝有指捐如护兵赋，其令有司遵行，从之。人命。德辉提调征定学校。世祖即位，其德辉为河东南北路宣抚使，下车及豪强，处赃吏，均复议。其牒不远数千里来见，曰：60年不复见。此太平官府矣。待之若神明。西川率纽邻众取兵1000余人，守力为其威，莫敢生礼。立凤翔屯田者800余人，屯罢，兵不归。即会千防戍兵，河中浮梁固有守卒，不以充数。悉调奏之，帝可其请。兵后谗民多依避好友，即有以身拥及衣食，遂久掩。为家奴，悉遣还之为民。2年，考绩为实录罪。必见，帝劳之，命书所及物，调祀。是，一曰言保举以取人才，2曰给俸禄以养廉能，3曰议事官而迁都邑，4曰正刑罚而务旅社。帝加纳焉。迁东平陆宣慰使。PG 2397。春旱，倒泰山而雨。东平复火欲凡，是河东乡被洗，凡欲赃奸。悉穷之，不少待。奏免远输斗粟20万斛，和跳粟10万斛。保何丁亦复减司，令民税而后输。德辉曰：是巫上以毒下也。且后其之则孰人之？遂罢其事。双驸马氏将育其女以代纳。不复，分己俸代偿之，人捐其额。至元3年秋，参议中书省事。5年春，擢侍御史，辞不拜。有言延边将校帽带军士，须弥领璧者，敕按之，奏曰：在袭。将校备尝艰阻，与士卒同甘苦，今年少子弟袭爵，或以为劳。禁用，岂知军旅之事乎？致使朝廷遣使复案，此审院素施约束。2. 痛神之责人不自安，帝议其部属，选武艺才略者人之数，使军政自兴。又使伪司宪者体纠，数革其弊。有指命德辉议。御史台条例，德辉奏曰：御史，执法官。今法令未明，何惧而行？此事行之不义，陛下宜慎思之。有请，复诏曰：朕律之守矣，卿当厉行之。对曰：必欲行之，
起立宗正府矣。正皇族，外戚得以纠旦，女业无令奏事，诸局臣应人皆的纠治。帝良久曰：其徐行之。德辉请老，命举任封县者，书屋。古伦真等20人以闻。初，河东迁，请于朝，发长平代之，并减其秋租有差。复义部君，官吏并愿为监，复义真10年，不胜其困苦，名律流亡。德辉越时护边、军旗等地，出纳有法，数10年之弊一旦革去。德辉天资刚直，博学有经济气，毅然不可犯，望之之为端。人然性不喜嬉笑。与元玉、李也游封龙山，时人号为龙山三。老云卒年80。马亨，马亨字代用，行州南河人，事业农，以资雄乡里。亨少，孤，是母校，经济习为例。庚寅，太宗始建实录征收课税使。河北东袭路使王敬辟亨为院，以才干称。甲午，进谏于中书令。PG 2398。耶律楚材，受转运司之事，寻深经历，擢转运司副使。庚戌，太保刘秉忠见亨于世祖，召见前邸，甚弃之。继而及诸路户口。以亨复巴春，芒哥抚育西京、太原、平阳及陕西5路，比民服。扰。季还，涂山川行事以县，于使者多以会拜，为亨等各赐衣。九袭。癸丑，从事祖征云南，刘亨为京兆阙客所长官。京兆，藩邸分地也，亨以宽简治之，不事剖克，凡5年，民安而克御。丁巳，宪宗遣阿兰达尔等合藩府前谷，亨10年岁半克银500挺。书之藩府，道出平阳，是与之遇。亨策曰：见之则银币居留，不见则必以罪加我，与其银服达王府，宁获罪焉？避而过之。阿兰达尔果怒，遣使逮之王府。世祖询亨曰：汝往，得无职？汝罪耶？对曰：无害，愿一行。乃谓遣亨。既至，居系之，穷至百端，尽无所得，唯以之逐客分利钱充公用，及旧功。谢辇运脚价为不应，乐尝其职而已。世祖知其屋，更赐银30。2挺。己未，从世祖攻鄂州，冀北海，遣亨持役往西京等处罢。所迁军，并抚育山西、河东、陕右、汉中。季还，复遣转饷江。上军时。中统元年，世祖即位，陕西、四川立宣抚司，诏亨议陕西。宣抚司事。寻赐金符，迁陕西、四川归错军处转运使。时阿兰达尔等叛，亨与宣抚使连西县、商挺合谋，诛刘太平等，西定关府。巡见行省，命亨兼陕西行省左右司郎中。时兴元处粮5万。时欲转饷大安军，既拥职万民，众推亨往，时丁内奸，以赦。省府士强起之。至则以兵官丁产军其役，不月而事急，无劳。民伤财之叹。兴元判官费赈银缴汉不法，
莫有能治之者。亨白神府欲以法神之，反诬构行省前保官中有异谋，赵又成年和。归验之，亨利辩之，冤构释然。4年，迁陕西五路西属四川联访都转运使。未几，朝廷以考克袭诸路转运司，至责并转运司入总管府，咸夺其制书，授 PG 2399。亨工部侍郎，解盐副使。亨乃上言，以考克定赏罚，其人府及而一切罢之，则是非安在？宜还其命书，比事者有所劝勉，从之。亨复上骈仪6事，亦曰东宫保父当用正人，以固国本。2曰中书大政，责任如臣，以立朝纲。3曰任相为贤官，不必备。今宰相至17员，宜加财泰。4曰左右郎属皮赞大政，今用豪贵子弟，岂能赞襄？5曰六曹之职分李万基，今只设左右2部，是何由办？6曰建元以来，便民条化已多，有司往往，是为文具，宜令县司纠举，务在必行。书文帝即召见，有旨亲彼安在，胡不早言？亨对曰：新自陕西来进。帝谕曰：卿久着忠勤，自今不令卿远出矣。至元3年，进嘉义大夫，左3部尚书，巡改户部尚书。今古出纳有条不紊，时有贾胡，是治国用使阿合马，欲冒交超。本思平准之力，以增岁客为辞。帝以问亨，对曰：交超可以全万祸者，法使然也。法者，主上之柄，今使一假善之，废法从私，将何以令天下？是遂请。亨又见严厉长平、义仓，为备荒之惧，宜急举行。而时以财用不足，只设义仓。7年，立尚书省，仍以亨为尚书，领左部。亨上言，尚书省专领经古百工之事，其权选宜归中书，以示无滥。寻为平章阿合马，所记以污免官。会国兵为襄、樊、廷议河南行省调发军饷。诏以阿里为右丞，姚书为左丞，亨为迁省任骑事，水陆公馈。未尝有阙，亨之力为多。10年，还京师，地方欲秉用之，俱因莫及。14年卒，年71。子少廷，云南诸路肃正联访司副使。陈思廉，陈思廉，字介甫，其先洛阳人，原魏时以豪右喜云中，遂家东盛州。傅恒，国初配金符，为延边监阙归运使、解州盐使。思廉用太保刘秉忠谏，给事豫宗前邸，以警院文，命为枢密院。PG 2400。兼应平章政事哈丹行省河南，属为都事。丞相使天则由弃之。时方归取襄樊，时任转相，筑城至仓以受粟，转书者与民争门。不时至，思廉令行者议路。宿至，多漏积，一夕大雨，思廉安卧不起，省中召节之。思廉曰：此去敌境，终夜骚动，众必惊疑，或致他变。
纵有飘失，不过军中1日2耳。闻者伪之。至元12年，调同知齐州，袭东平路判官，入为监察御史，以和权臣阿合马细狱。其党巧为机警，司连居之泰然，卒不能。亥，累迁河北河南道按察副使。到过张德、闻两河遂击而争，租一疾，欲止之。有司为法当上请，司连曰：若然，民已不堪命矣。即疑闻罢征，后果得请。20年，河北复大饥，刘民渡河求食，朝廷遣使者及官署决河止之。司连曰：民即旧时岂得以哉？天下一家，河北、河南皆无民也。即令纵之，且曰：虽得罪死不恨。张尚不知罪也。魏辉、怀孟大水，司连临事正代，全活甚重。水积成不美者数板，即修堤防，路宿都邑，水不为患，为人得之。迁陕西汉中道按察使。义母老不父，俄丁母忧。26年，历云南行御史台，起复司连为御史中丞。始至，蛮夷酋长来贺，辞若逊而意甚惧。司连奉宣上意，随怀远人。且民事祸福，使无自外，闻者设服。云南就有学校，而礼教不兴。司连立正起之，使有从学问礼者。陈宗即位，除河东山西连访使。太原岁赐诸王驼马14000，千余匹，司连为请，只4000匹。平阳诸郡岁输租税于北方，民甚苦之，司连为请，得输河东进仓。旧法，爵士鲜有一达，权归曹吏，司连自判独委，某当某罪，历皆束手。司连累任丰县，刚正极恶，严氏凯切，如请早见处2访。求贤郡，便车服，议封事，养军吏，定律令，皆及物也。与人交有终始，或有疾病死丧，问宜周序，往返数百里不但劳人。PG 2401。为之经济家事，俯视其子孙。其余家族尤尽恩义，好见达人。或者以为好名。司连曰：若避好名之机，人不复敢为善。卒，年62，谥晋肃。乌古孙泽。乌古孙泽，字润甫，临黄人。其先女真乌古部，因以为氏。祖弼，是今为明威将军，资用库使，从今主千变。变成县，转喜居大名。负重，倜傥有其节，遭经济事，愤魔所施，用高言为行，轻骄避之，遂纵酒扬狂以自惠，然教则特言，则性刚毅。读书举大略，一切求诸己，不事章句，才干过人。世祖将取江南，则以选书超至淮南享军，丞相阿术见而齐之，补淮东大都督府院。至元14年，元帅缩都下兵命，越见则与而和，即辟元帅府提控案牍。时宋广王据福州，改元延兴，渡我军且至，遂入于海，复据兵甲子门。其将张世杰
攻泉州，兴化守臣陈赞举郡应之。文天祥置都督府于南建州。守臣张清行都督府事，谋复建宁。闽中郡县往复从宋、江东。大扰。缩都时军浙东，见信告急，缩都谋于众曰：“我军当何先？”则曰：“彼据闽、广，而我往浙右，非策之善。辟之。伐木，勿除其根，当先向南。”会行省袭缩都，与左丞塔出会。兵甲子门，遂渡兵闽关，发战而至南建，杀其守臣张清，送师，遂退。冬10月，收福州，进攻兴化，拔之。缩都怒其民反复，下令屠城，则屡谏不听，复前说曰：“士节不与我军俱至，方急攻泉州，谋顾其职。我心得泉州，民志未固，但目且失守。彼我定兴化，整兵而南，彼数直将日固矣。莫若开其夷民，使走泉南山动之，士节将胆落而走。是我不战而完泉州，结于吴兵之持救也。”缩都喜，开南门纵民去，因得脱死者甚众。是节的逃民，知兴化已破，乃解泉州为去。缩都至泉州，部署别江庄大舰去甲子门，自江下漳州，军于海丰，引旌旗与塔出。PG 2402。会。12月，入广州。15年春正月，还击潮州，守江马发备。欲胜故，则曰：“潮人所以城守不下者，以外多壁垒，为之援应也。地减其外应，潮必复矣。”乃奋兵攻其一大垒，破之。余垒尽散走，2旬而潮拔，马发死焉。继而闻天祥军溃于江西。广王继张世杰死于海中，缩都还军福建。夏5月，诏立行中书省于福建，以缩都行参知政事，则行省都事，从朝京师，命之兴化军，赐金之一，赏其善谋也。即改兴化军为路，授则行总管府事，民歌舞迎后于道曰：“是吾民复生之父母也。”喜极而祭以弃。郡心残于兵，白骨在野。手下令掩埋之，又衣食其流离之民，有弃子于道者，至辞幼曹。及而抚育之。郡中2年少喜为不义，以资求篡民卒武，继后的济公版授。官吏恐机变，不敢节，则悉追毁所受，诛其犹无良者，贪暴使急。使臣赞以郡应张世杰，民多战死者，致仕吏。元历将及其产，则与吏曰：“国家治人，诛止臣赞，从赞者尤蒙佑，民奈何连坐？”即为令曰：“民不信挂勿从臣赞诛。”即斗死无后者，其田庐资产并给其族因，有司魔所与。吏不能逆，乃止。当江南未定，盗贼所在有之，民自相15，保卫乡吏。及时平，行省一级为兵，上下汹汹，则白行省曰：“国兵非少，今及民以事少，非所以安反侧也。且当急者众，民或有他心，亦遂革。
则右兴学校，召长老及诸生讲义经义，行香饮酒礼，庞俊闻而慕之。兴化故好多事，是贤之项目，以则语。长衮方一并萧相辞于学官。至元21年，调永州路判官。湖广平章政事要数目贪纵，淫虐，诛求无厌。或妄言出归附时，州县长立即立须妇人比屋。敛淫，江书之官，淫以拒而事遂终止。要数目及下令，则名字。使者庞武随地治狱，株连慢饮，被极惨酷，民以考略语。死者载道，所获不资，要数目尽眼有之。有使智勇，则戒立美。PG 2403。公杖封酒食，勿顺势其意。使者感愧，魔所发其毒，应兼矣。利害小之，宜郡由是或安，是岁，到其宝庆、武岗，皆永庞郡也。行审谴责讨平之，俘获500余人，检出其挂物者百有50人。上书言状，诛其首恶者31人，余的减死。26年，丞相桑歌建议考校前古，天下骚动，则叹曰：民不堪命矣。即自上计行审。要数目怒曰：郡国钱粮无不增献，永州何？唯独不然。此侄孙府叛以其才变慢我，即居系之，非死不是也。明年，桑歌败，要数目伏诛，则使得势。29年，湖广平章政事扩礼及司谏则才堪将帅，以行审。员外郎从征海南黎人平，军还，上公，授广南西道宣慰副使。秋7月，并左右两江道归广西宣慰司，至都元帅府，则为广西两江道宣慰副使，迁都元帅府事。两江荒远瘴疠，与百夷皆不知礼法，则作司规30有2章，以见为教，其明志，今遵守之。又审旧制22所，以书名利。遂积，上言捐其田租，发象州、贺州官粟3500石以赈饥者，既发，乃上其事。时行审平章哈拉哈孙察其心诚爱民，不以专擅罪之。庸贯剿外，蛮数为寇，则循行并剿，的恶塞处，不化远耳，慕民抗谏者4,600余户，至雷流纳服10屯，列营堡以守之。杯水垦田，注8叶以结诸蟹，的稻田若干亩，遂收谷若干石为君储，边民赖之。海北元帅薛赤干赃吏事决，行审习则验制，则持至雷州，尽发其奸赃，纵所掠男女482口，牛数千头，金银器物，称是海北之民心变相庆。御史台言，乌古孙则奉使之大体，如及常如，为将计万全。如赵充国，可属大任。赵卓为海北海南联访使，故立归田。至秋乃入租，后遂季月受之，则世事3月，民书租计米500石。则曰：夫子有言，弑君者先其事，后其食。吾力正日浅，而受禄4倍，非情所安。量时而入，于西伪学官，给诸生以劝。
PG 2404。也。常曰：是非简无以养廉，非廉无以养德。身一不庖数年，妻子朴素无华，人皆言之，则不以为意也。雷州的近海，潮汐啮其东南，卑唐简，农并焉，而西北广。衍平茂以为卑唐，则形势成因，曰：三溪图走海，而不以灌溉，此是其所以薄西门豹也。乃教明郡固湖，筑大堤也。三溪诸之，为斗门7，堤业6，以治其营号，师为渠20有4。以达其著书。渠皆之别为闸，设守室者，食其起壁，记得良田。数千顷，滨海广系并为高土。民歌之曰：系鲁为田溪，孙父之教。渠之泱泱兮，常我今道。自今有年兮，无旱无涝。至大元年，改福建廉访使，则素有德于闽，闽人安之。有之五色产于县司之陈清堂，市民以为则之所至。以母年逾80，求归养长沙。遂于母丧，则以哀悔卒。7度，以夫死，饮食。不入口者时有3日，不死，乃复食。则机关自陈直郎至中大夫。是镇县。子良贞，是至中书右丞，以功名中。赵炳。赵炳，字彦明，惠州滦阳人。父弘，有勇略，国初为征行。兵马都元帅，击皆奉国上将军。丙右师护士，居于从兄。遂击往平州旧时，遇到，欲杀之，兄解衣就缚。丙年12，弃请代。兄到京邑，舍之而去。辅若冠，以勋伐之子，是世祖于前邸。克勤不待，遂蒙眷遇。世祖赐还，辅监，以丙为抚州长，臣邑。归至，为之一心。己未，王师伐宋。未己，北方有境，扩兵敛。才，燕蓟骚动。王师北还，丙远亚中途，据以示文，追所扩兵。即横敛财物，悉归于民，世祖加其中。中统元年，命判北京宣抚司事。北京控制辽东，藩夷杂处，号称南治。时参知政事杨果为宣抚使，闻丙至，喜曰：吾属无忧矣。3年，扩北京营房等户丁为兵，捐其父，令丙总之。PG 2405。十里谈判，据极南，丙请讨之。国兵围城，丙将1000人独当北面。有所俘获，即纵遣去，曰：胁从之徒，不足治也。济南平。入为刑部侍郎，兼中书省段事官。时有协济登龙舟者，即按之。以法未己，其人死，其子犯必诉冤，诏让之。丙曰：臣直。法尊君，直当为也。帝怒，命之出，继而谓侍臣曰：丙用法太俊，然非寻情者。改书密院段事官。济南邀民作乱，赐金虎符，加昭勇大将军、济南路总管。丙至，指罪首恶，余党解散。遂兄发领证明，而后以闻，朝廷不知罪也。迁辽东提。
行按察使，辽东闻其来，豪华平济。至元9年，帝念关中重地，风俗强悍，私的刚耿就城以陵之，授秉京兆路总管，兼府尹。皇子安西王开府于秦，赵至公。是悉听秉才制。王府力促恨暴扰民者，即见白，审以法。王命之曰：后有犯者，勿复起，请若自处之。自是豪华敛籍。秦民以安。有旨以解州盐赋给王府经费，岁久，积拨20余万。民有司追礼，仅获1/3，民已不堪。秉密启王曰：10年之拨，则长1日，其孰能堪？与其剖敛并民，孰若会，则加于民。忽王善其言，具命免征。惠王北伐，诏以京兆1年之赋充军资。秉复请曰：所征拨客，足佐军用，可待岁赋，以苏民。令下，秦民大悦。14年，加郑国上将军，安西王相。王府东居京兆，下徙六盘山，遂以为常。王既北伐，六盘守者构乱，秉自京兆率兵往捕，府籍在巡，元鄂受守。15年春，六盘再乱，复讨平之。王还自北，加赏战功，赖赐有加。是岁11月，王薨。16年秋，被指入见便殿，帝劳之曰：卿去数载，衰白。若此，关中事反可知矣。寻及民间利病，秉悉承之，因言王。薨之后，运使郭从、郎中郭书云窃弄威秉，自为不法。帝卧听。具起曰：闻卿私言，使劳者增见。引以上尊马同。改中奉。PG 2406。大夫安西王相，兼陕西五路西属四川客城屯田氏，于职如故。即令臣传挟斥使数人往案从等。至则从贾四王旨，入秉罪，收。秉妻奴求之。14王之六盘，喜秉等于平凉北空同山，求必义。言秉子仁荣宿于上，即召进士2人持义而西，托秉，且谢从。党携来。从等留使者，罪已久，先遣人毒秉于平凉狱中。其业星允，有生如雷，年59，时17年3月也。帝闻之，抚璧，叹曰：失我良臣。而谢从等100余人至，帝亲居问，尽得其情，即各服孤，命人荣守任从，书云于东城，及其家以复人荣。人荣曰：不共戴天之人，所恤之物，皆取于民，何忍受之？帝善之，别赐超22500名，为治丧具。国朝旧制，无复臣下礼，盖书恩也。6月，诏雪秉渊，特赠中书左丞、侍中。命子6人，人显，早亡。赐人表，人荣、人序、人举、人轨。人荣是至中书平章政事，于据登显事。PG 2407。列传第51。杨公义。杨公义，字元甫，凤原人。力学强记，日数千言，虽从轻。陶乱，未尝废业。年17，
西孩，家贫，扶劳为养。暇则就学，书无不读，尤深于易、礼、春秋后的朱熹集注。4. 书叹曰：人伦日用之长，天道性命之妙，皆萃此书矣。复梅、水将不入口者5日，居丧敬礼。宣抚司行审议长书，既辟不久。至元7年，与许衡俱被诏，公议不至。衡拜中书左丞日。于右相安同前称御公议之贤，丞相以闻。10年，诏遣使召之，以疾不起。11年，太子下校中书，比如汉会聘4号者以聘公议。丞相遣郎中张元志为书之命，乃至京师。既入见，世祖遣国王和同劳其远来，既又亲寻其乡里，族氏、师臣、子信、吴不周西。12年正月2日，帝御相殿，以大军南征，使久不至。命视之，其严密。士读学士图丹公吕请摄取士科，诏与公议议之。公议言：明诏有位，是不至经学孔孟之道，日为复失空。文思言成万世治安之本，今欲取士，以斥有司，举有行简。通经史之事，使无头牒自受，是以经义论策。夫既从事实学，则世风还淳，民俗趋后，国家的才矣。奏之，帝善之。会北征，公议遂归田里。16年，诏安西王相敦遣复阙。入见，诏于太史院改例。17年2月，进奏曰：臣等遍考自汉以来历书40余家，今思推算，旧宜难用，而新者未备，故日行盈缩，月行迟急。5 pg 2408。行周天，其详皆未经察。今全以新遗目表，与旧遗所测相较。的今岁冬至癸景及日产所在，与列舍分度之差，大都北极之高。下昼夜课长短，参以古制，创立新法，推算成新4例。虽或未经，然比之前改例者，复会立元，更立日法，全种固习，故亦无愧。然必每岁测验修改，积30年，数尽其法。可使如3代日官，是专其职，测验良久，无改岁之事矣。又何硕议曰：日行历41周，谓之1岁；月于1周，复与日合，谓之1月。言1月之始，日月相合，故谓合硕。自秦废历纪，汉太初只用平朔法，大小相间，或有2大者，故日时多在会日或2日，测验时刻一先中。宋和成天测验40余年，晋元嘉历使以月行迟速定小于以正朔望，使时必在朔，明定朔法，有3大2小，时以易旧法罢之。梁于广历造，大同历，随刘超造，黄吉历，皆用定朔，为时所阻。唐复人均造，勿盈历，定朔使得行。贞观19年4月平大，人皆议之，竟改从平朔。李淳风造，林德历，虽不用平朔，遇4大则必人言，以平朔兼之。又西河当世，为晋朔法，
始无元日之时。至一行造，大眼力，谓天士承密，四大三小合商。诚为确论，然亦循常不改。臣等更造新例，亦依前贤定论，推算皆改从时。今19年历，自8月后4月并大10日月和硕之数也。详见郭守敬传。是日，方列贵未独奏，帝命许恒疾。公亦起，曰：卿二老，吾自老也。受极贤学士，兼太史院士。18年，辞归。20年，以太子宾客诏。22年，以昭文馆学士，领太史院士诏。29年，以议中书省事诏，皆不行。31年卒，年70。王洵 ，PG 2409。王洵，字敬甫，中山堂县人，父梁，今末为中山府院使。明遭乱后，多以挂物戏狱，梁前后所活数百人，已而弃去立业。潜心医络之学，及天文律历，无不精究。年92卒。洵姓尹，戊午，生3岁，家人是以书至，折10封，丁2字。母刘氏，授以千字文，在过目，即成诵。6岁就学，13学9术，折造。其籍，遂己有太保刘秉忠北上，途经中山，见而骑之，极难。还从秉忠学于慈之子金山。癸丑，秉忠见之世祖，召见于六盘山，命辅导狱宗，为太子伴读。中统2年，擢太子赞善，时年28。3年，御宗封燕王，守中书令，兼判枢密院事，敕两府大臣，凡有资禀，必令王洵与闻。初，中书左丞许恒疾堂，于以来加言善政，为书以进。世祖常令洵讲解，且命太子授业焉。又召洵于太子起居。饮食，甚为调户，非所宜接之人，勿令的事左右。洵言：太子天下本，负托至重，当严明德与之居处。况兼领中书、枢密之政，诏条所当遍览，庶务亦当履审，官吏以罪免者无使更进。军官害人，改用之计，犹不可非其人。民至于而神，变乱之余，无不之疑，则反复化为忠厚。帝深然之。洵早以算术名，豫宗常问焉。洵曰：算术6艺之一，定国家，安人民，乃大事也。每事左右，必发明3纲5常。为学之道，即历代至乎兴亡之所以然。又以辽、今之事尽皆耳。目者，区别其善恶，论著其得失，上之。豫宗问以心之所守。洵曰：许恒常言，人心如硬板，唯板本不差，则虽磨千万指，皆不差；本既差，则磨之于指，无不差者。豫宗深然之。诏则勋妻子弟，始学于洵，师道卓然。及洵从豫宗府君称海，乃以诸身属之许恒，及恒告老而去，复命洵领国子祭酒。国学之志，始始于此。帝以国朝臣用经，
大名利，遂久禁书，欲离政之询。PG 2410。精于算术，遂以命之。寻见许恒能名利之理，诏议诏复阙，命领改吏事，官属西厅巡辟制。荀与恒及杨公义、郭守敬等辩考吏书40余家，昼夜测验，创立新法，参以古制，推算极为精密详在守敬传。16年，授嘉义大夫、太史令。17年，历臣赐名，授实吏，以其年冬颁行天下。18年，居父丧，哀悔，日饮少水。帝遣内侍卫御之。魏己卒，年47。初，荀病，御宗履遣医诊治，即葬，复钞2000贯。后帝私定立之功，以钞5000贯赐其家。延佑2年，赠推中守正功臣，光禄大夫、司徒、上柱国、定国公，谥文肃。子宽、彬并从许衡游，得新立之传于家学。豫宗常召见，与之曰：汝父起于书生，平无资序，今赐汝钞5000贯，用尽，可复以闻。恩恤之后如此。宽有保章正吏兵部郎中，知黎州。兵有保章副类签秘书监。郭守敬。郭守敬，字若思，顺德行台人。身有一操，不为嬉戏事。大富荣，通五经，精于算术、水利。时刘秉忠、张文谦、张毅、王洵同学于州西紫金山，荣使守敬从秉忠学。中统3年，文谦见守敬习水利，巧思绝人。世祖召见，免。陈水利6事，其一，中都救漕河，东至通州，引御泉水以通州，遂可省雇车前6万名。通州以南，于兰屿河口径直开引，由蒙村跳梁务至阳村海河，以避伏击3殿盘潜风浪远转之患。其二，顺德达泉引入城中，分为3渠，灌城东地。其三，顺德丰河东至古壬城，失其故道，每民田1300余顷。此水开修成河，其田即可耕种。自小王村经呼沱，河入玉河，通行州阀。其四，磁州东北府漳2水河流处，引水由阜阳、邯郸、明州、永年，下经基泽，河入丰河，可灌田3000余顷。其五，淮孟庆河，虽浇灌，犹有漏堰于水，东与丹河于水相合，引东流，至武陟。PG 2411。县北，河入玉河，可灌田2000余顷。其六，黄河自孟州西开引，少分一渠，经由新，就孟州中间，顺河谷岸下，至温县南复入大河，其间亦可灌田2000余顷。每奏一事，士卒叹曰：任是者如此，人不为速参矣。授题举诸路河渠。4年，加授营服，复河渠使。至元元年，从张文谦行省西下。先是，古渠在中心者，一明唐来，其长400里，一名汉延，长250里，他州镇渠10，皆长200里，支渠大小68，
灌田9万余顷。兵乱以来，废坏淤浅。守敬更立札堰，皆复其旧。2年，授都水少监。守敬言州自中兴沿河4昼夜至东胜，可通漕运，及建察泊务。廊海谷渠甚多，宜加修理。又言今时自燕京之西麻峪村，分引卢沟一之东流，穿西山而出，是谓京口。其水自京口以东，燕京以北，灌田若干顷，其力不可胜计。兵兴以来，典守者具有所失，应以大石塞之。今若按事故计，使水的通流，上可以治西山之力，下可以广京畿之漕。又言当于京口西欲开简水口，西南还大河，令其深广，以防涨水突入之患。帝善之。12年，丞相伯颜南征，亦立水战，命守敬行事河北、山东可通州者，为徒奏之。初，丙中乙，大明历，自辽，京城用200余年，竟以后天。意欲修正而促。13年，江左济平，帝私用其言，遂以守敬语。王循律南北日官，分掌策验推步于下，而命文谦与枢密张议为知主领才奏于上，左丞许衡参与其事。守敬守言，立之本在。于策验，而策验之器莫先仪表。今思天浑仪，宋皇佑中汴京所造，不与此处天度相符，比量南北2极，约差4度，表10年深。亦复7策。守敬乃尽考其师而一致之。既又别图高爽的，以木为重棚，创作简仪，高表，用相比附。又以为天书复极而动。袭人常展馆望之，未得其的，作后即移。及臣继位，天体司政。PG 2412。作浑天象。象虽形似，莫世所用，作玲珑仪。以表之举方，策天之正环，莫若以环求环，作养仪。古有经纬，节而不动，守敬一之，作历运仪。日有中道，月有9行，守敬一之，作正理仪。表高景虚，往向非真，作景符。月虽有名，察景则难，作窥忌。历法之验，在于交会，作日月时仪。天有赤道，轮以当之，两极低昂，标以指之，作星轨定时仪。又作正方案，完表。悬正仪，作正仪，为四方形策者所用。又作养龟复举图。一方浑盖图，日出入永短图，与上诸仪互相参考。16年，改局为太史院，以荀为太史令，守敬为同知太史。院士，给印章，历官府。即奏敬以表示，守敬当地前指陈礼制。至于日宴，帝不为卷。守敬应奏，唐义行开元监令南宫说天。下册景，书中见者凡13处。今江雨比唐尤大，若不远方测验。日月交时分数时刻不同，昼夜长短不同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，即目测验人少，可先南北历表，取直测景。帝可其奏。
遂设监后官衣14员，分道而出，东至高丽，西及滇池，南于珠崖，北进铁勒，四海测验，凡27所。17年，新历告陈，守敬与诸臣同上奏曰：臣等窃闻帝王之事，莫重于礼。自皇帝寅日推测，帝尧矣。闰月定40辰岁，舜在玄机玉衡以其七政。元及3代，历无定。法、周、秦之间，闰于乖次。西汉造3统历130年而后世非始定。东汉造4分历70余年而一世方备。又121年，刘弘造干象历，使物月行有持宿。又180年，姜吉造3纪甲子历，使物以月时冲减日速度所在。又57年，何承天造元嘉历，使物以朔望及衔接定大小于。又65年，祖冲之造大明历，使物太阳有岁差之数及星去不动处1度余。又52年，张子信使物日月交道有表里，五星有持及流逆。又33年，刘超造黄吉历，使物日行。PG 2413。有盈缩。又35年，妇人君造戊寅元历，颇采就仪，使用定朔。又46年，李淳风造麟德历，以鼓励章部元首。分度不齐，使为总法，用进朔以避讳陈越见。又63年，行造大衍历，使以朔有4大3小，定9副交10之意。又14年，徐昂造宣明历，使物日时有气，克13差。又236年，尧舜辅造纪元历，使物时甚犯于差数。上纪1182年，历经70改，其创法者时有3家。自是又174年，圣朝专命臣等改制新历，臣等用创造简仪高表，凭其测时数，所考证者凡7事。亦曰冬至。自丙子年历冬后，依每日测道轨径，逐日取对。冬至前后日差同者为准。的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后8刻半，又定丁丑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后70刻，又定戊寅冬至在癸卯日夜半后33刻，己卯冬至在戊申日夜半后57刻半，庚辰冬至在癸丑日夜半后81刻半。各减大明历18刻。远近相符，前后应准。2约岁余。自大明历以来，凡测景验气的冬至时刻真数者有6，用以相距，各得其时合用岁余。经考验4年，相符不差，仍自宋大明人寅年距至今日810年，每岁合得365日24刻25分，其25分为经历岁余合用之数。3约日禅。用至元丁丑4月癸酉望月时纪。推求日禅的冬至日禅赤道积宿10度，黄道积9度有其人平。每日测到太阳禅度，或平星测月，或平月测日，或尽平星度测日，历数推算。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12月，
凡3年，共得134事，皆单于基，与月食相符。4月月离，自丁丑以来，至今凭每日测道逐时太阴行度推算，便从黄道求入转即迟。即并平行处，前后凡13转，计51事。内除去不真的外，有30事的大明历入转后天，又因考验交时加大明历30刻与天道合。5月入交，自丁丑5月以来，凭每日 PG 2414，测道太阴去极度数，比拟黄道去极度，得月道交于黄道，共得8事。人依日时法度推求，皆有10分的入交时刻，与大明历所差不多。6月28宿巨度，自汉太初历以来，巨度不同，互有损益。大明历则于度下余分，复以太半少，皆思议迁就，未尝实测其数。今星移皆系刻周天度分，每度分36分，以具现代管窥速度余分，并依实测，不以思议迁就。7月日出入昼夜刻，大明历日出入夜昼刻皆据汴京为准，其刻数与大都不同。今更以本方北极出的高下，黄道出入内外度历数推求每日日出入昼夜刻的夏至极长，日出寅正2刻，日入虚出2刻，昼62刻，夜38刻。冬至极短，日出晨出2刻，日入申正2刻，昼38刻，夜62刻。永为定式。所创法凡5事，亦曰太阳盈缩。用4正定气力为升降线，依例招差求得每日行分出没及差基度，比古为密。2月月行迟，即古历皆用28线，今以万分日之820分为一线，凡西为336线，依堕叠招差求得转分进退，其迟及度数逐时不同，盖前所未有。3月黄赤道差，旧法以101度相减相乘，今依算数据古弧始方环斜直所容，求道度率积差，差率与天道时吻合。4月黄赤道内外度，据累年实测，内外极度20。3度90分，以环容方直使皆据古为法，求每日去极，与所测相符。5月白道交周，旧法黄道便推白道以斜求斜，今用力浑比量，得月与赤道正交，据春秋2正黄赤道正交14度60。6分，拟以为法。推逐月每交28宿度分，于里为尽。19年，旬卒。时历虽斑，然其推不知是与夫历程之数，上皆未有定稿。首进于是比次偏类，整齐分秒，才为推部。7卷，历程2卷，历意拟稿3卷，转神选择2卷。上中下3历注释12卷。23年，即为太史令，遂上表奏。晋又有时候兼注2卷，修改源流1卷。其测验书有 PG 2415。一向法事2卷，2至轨景考20卷，
五星细行考50卷，古今交实考1卷，新册28舍杂作诸星入宿去集1卷，新册无名诸星1卷，乐理考1卷，并藏之官。28年，有言滦河自永平宛州于山而上，可至开平；有言卢沟自麻峪可至寻麻陵。朝廷遣守进乡试，滦河既不可行。卢沟州亦不通，守进因沉水利时有一事。其一，大都运粮河，不用一亩泉救援，别引北山白浮泉水，西折而南，经瓮山泊，自西水门入城，环汇于积水潭，复东折而南，出南水门，河入旧运粮河。每10里至一闸，彼至通州，凡为闸期，据闸里许，上众至斗门，互为堤扼，以过州止水。帝览奏，喜曰：当速行之。于是复至兜水间，彼守进领之。帝命丞相以下皆清操本。插唱功，待守进止受而后行事。先是，通州至大都，陆运官粮。遂若干万石，方丘淋雨，驴畜死者不可胜计，治事皆罢之。3. 10年，帝还自上都，过积水潭，见竹庐碧水，大悦，名曰通惠河。赐守进超12500贯，仍以旧职监提调通惠河漕运事。守进又言，于澄清闸稍东，引水于北灞河接，且立闸立正门西，令州籍的环城往来，至不就而罢。31年，拜昭文馆大学士，知太史院士。大德2年，诏守进至上都，亦开铁帆干渠。守进奏，山水平年报下，非大为渠堰，广50-70步不可。执政令于公费，以其言为过，缩其广1/3。明年大雨，山水注下，渠不能容。漂媒人处炉帐，己犯行殿。陈宗谓宰臣曰：郭太史神人也，习其言不用耳。7年，诏内外官年及70，并听制事，独守进不许其请。自是翰林太史司天官不治事，定者为令。延佑3年卒，年86。杨环，字武子，兖州人。又景物，读《论语》，志，载宇宙。PG 2416。请张，慨然有立志，由是终身非疾病未尝骤寝。若冠为郡诸，生一时民公咸称誉之。中统4年，补济州教授，后游记宁录。教授召为太史院校书郎，奉敕传，以表明，历日序，文辞典。亚，赐储币1500名，辞不受。迁秘书监丞。至元31年，拜监察御史。有得玉玺于木华黎曾孙硕得家者，还辨识其文，曰：受天之命，既受永昌，乃顿首言曰：此历代传国喜也。王之久矣。今公车宴驾，皇太孙龙飞，而喜复出，天齐张瑞应。于今日乎？即为文术喜始末，奉上于徽仁玉圣皇后。陈宗即位，还书上实务21事，一曰交祀天地，二曰亲享太庙，备40之际，三曰先定首相，四曰朝见群臣，访问时。
正得失。5曰赵如臣以时事讲。6曰设太学及抚州儒学，教养生徒。7曰行诰命以褒善恤劳。8曰议章服以别贵贱。9曰正礼仪以肃宫廷。10曰定官制以审内外冗员。11曰讲究前古以御国用。12曰访求小习音律者以谐太常雅乐。13曰国子监不可立及贤院，宜正其名。14曰是补6部4监及抚州司县吏。15曰增内外官吏俸禄。16曰禁父子骨肉，奴婢相告结者。17约定婚姻聘财。18约罢行用官钱银10亿之利。19约赋吃杖以别轻重之罪。20约郡县吏自中统前世患者，宜加优异。21约为治之道，一个从本俗。书奏，帝加纳之。未几，升秘书少监，欲修大议统制。至满归兖州，以资业西让帝凯，乡里称焉。大德3年，以国子司业诏，未复。卒，年66。还为人宽厚，事亲笃孝，博览群集，有经传咒之学者。六书统，六书溯源，书学正运，大抵推明许慎之说，而一家生，皆行于世。杨果，杨果，字正卿，齐州蒲阴人。幼师护士，字宋谦伯，父喜。PG 2417。居许昌，以章句授徒为业，流寓坎坷10余年。今正大甲申，登进士第。会参政理西行大司农于许，果以诗颂之，悉大称赏。归言于朝，用为演诗令。道官以连干称，改蒲城，改陕，皆具县也。果有应辩才，能治繁句，诸县以果治孝为最。今王岁己丑，杨焕征河南课税，起果为经历。未己，始。天则经略河南，果为参议。时兵革之余，法度草创，果随一赞。化民赖以安。世祖中统元年，设时道宣抚使，命果为北京宣抚使。明年，拜参知政事。及立罢，由诏与左丞姚书等日复审。议事。至元6年，初为怀梦录总管，大修学庙。以前常为中书。执政官，宜文生部，特不署名。以老治政，卒于家，年75。是文献。果性聪明，美风姿，公文章，尤长于乐府，外若沈墨，内怀致用，善谐谑，闻者绝道。为时，避乱河南，娶羁旅中女。后登科，历显士，竟与偕老，不异其初心，人以世称之。有西安籍，行于世。王构，王构，字肯堂，东平人。父公渊，遭金末之乱，其兄3人。妾家难奔，公渊独誓死守坟墓，伏草莽中，诸兄呼之不出，好痛而去，卒得存其家，而3兄不知所终。构少隐物，风度宁厚，学问该博，文章典雅，若冠以辞赋。中选，为东平行台长书记。参政贾居真一见器重，比其子受学焉。至元11年，授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。
时遣丞相伯言伐宋，先下诏让之，命购蜀草以进，世祖大悦。宋亡，购与李盘同备，至杭取三管图籍，太常天章礼器仪仗，归于京师。凡所见，拔皆时之名士。13年秋，还入境，签印奉翰林文字，申修撰。丞相和李或孙由翰林学士陈指拜司徒，辟构为司职。丞相阿合马为盗即死，世祖亦误其间，复相和李或孙，更章数。PG 2418。戊，构之谋划居多，吏吏部、礼部郎中、省求河南，多所平反。改太常少卿，定卿享太庙遗著。着淮东提刑按察副使赵建变。殿亲授制书，赐上尊酒以遣之。寻以制书事御史赵。属丧歌。为乡，比与平章伯呼木简和燕南前谷，而都其不复。乙11月，会行，其岁中复命。明年春还，宿卢钩邑，渡于其，或且不测。谓伯呼木曰：设有罪，构当以身人之，不以类公也。会丧，歌死，乃免。有志出权选江西，入翰林，为侍讲学士。世祖崩，构撰侍策。陈宗立由侍讲为学士，纂修实录，书成，参议中书省事。时南市有陈立便请搜括田赋者，执政欲从之。构与平章和荣祖，共言其不可，便知胜利，得不行，以即归东平。久之，起为计。南路总管。诸王从者护士行州县，明末感武士，构闻诸朝起之北境。学田为墓地所侵者，礼而归之。官待民宿，遂积而责。常不已，构请书以明年。武宗即位，以纂修国史，去诏复阙。拜翰林学士陈止，未几，以及卒，年63。构历仕三朝，练习台阁典故，凡祖宗室册文皆所撰定。朝廷每有大议，必咨访焉。喜见引函事，前后审台，翰院所辟。无律数10人，后居清要，皆有名于时。子世熙，仕至中书参政，卒官南台御史中丞。士典、淮西廉访司佥事，皆能以文学示其家。魏初，字大初，洪州顺圣人。从祖凡，经贞佑3年进士，补尚书省令史。经宣宗求直言，凡首论将相非人，即不当立德。临事书奏，不报。后复上言，国事为逼，四方未闻有秦王之举，陇右的显十足，其率完颜胡邪虎亦可伪仗，以遣人网论。大忌，大臣不悦而止。月数月，胡邪虎兵不来，已无及。今主毁焉。今将武先军赐武堕山不进，求使先者，或见凡即受。PG 2419。朝列大夫，翰林修撰，给其4人以从。至则先以遁去，不屈矣。多散亡，凡府巡召集，得数千人，推其中才勇者为帅长人质。夫应与之，
以矫治自和，今主为其处置得宜。既闻先虑于众宝，刘山凡直去先所宣谕之，或单于先，为凡欲夺其军，先怒，命士拔刃，若欲聪凡然，且引一力与凡辩。凡不为动，大言曰：王人虽为，序于诸侯之上，将军纵不加礼，奈何听谗邪之言？欲以小利治对耶？且将军跳山谷，而左右无一心者，以天子大臣故也。苟不知尊天子，安知麾下无如将军者？不然，吾有死，吾辱命，先不能屈。凡复击使进兵，不应。彼还，今主以迁归德，复迁蔡州。今王凡魔所归，乃北还乡里。庚戌岁，是祖居前邸，闻凡名，征至河陵，访以当世之物。凡调成便宜30余室，举名士60余人以对，士祖加纳，后多采用焉。以及卒于河陵，年70，赐谥晋肃。初，其从孙也，凡无子，以出为后。初好读书，尤长于春秋，为文简而有法，比官有声。中统元年，始历中书省，辟为院使，兼掌书记。未几，以祖母老辞归，隐居教授。会诏左丞许衡、学士窦默及京师诸儒，各陈经史所载前代帝王家言。善政，选进读之士，有司以出印诏。帝雅重凡民，方知古直。寻之初为凡子，探讲久之，即授国史院编修官，寻拜监察御史。守言法者，持天下之具，御史台则守法之司也。方今法有未定，百司摩所持循，宜参酌考定，颁行天下。帝宴群臣于上都行宫，有不能较大之者，免其官服。初上书曰：臣闻君由天也，臣由的也，尊卑之礼，不可不肃。方今内有太常，有史官，有起居注，以义典礼，既严动，外有高丽、安南使者入贡，以观中国之仪。昨闻西燕大臣，威仪服谨，非所以尊朝廷，正上下也。书入，帝心纳之，人欲事成自今。吾复为此举。时相凡未下，将扩名为兵，或请自大兴使。出言 PG 2420。京师天下之本，要在殷盛，建邦之初，俱宜骚动，遂免扩大兴兵。初又言就制，常参观诸州刺史，上任3日，举一人自代。况封记之职与常元义，请自监察御史，按察司官。在任1岁，各举一人自代，所举不当，有罚，不为砥砺封节，亦可为国的人。遂举劝农副使刘宣自代。初迁陕西四川按察司事，历陕西河东按察副使，入为治书侍御史。又以侍御史行。御史台事于扬州，擢江西按察使，寻征拜侍御史。行台一健康。初为忠臣，卒，年61。子必父，及贤士讲学士。焦养直。焦养直，字无咎，东昌堂邑人。素以才气称。
至元18年，世祖改福宝郎为典瑞监司的一儒者居之。晋臣有意养直谏者，帝即命赵建夫对称旨，以真定录儒学教授超拜典瑞少监。14年，从征乃言。28年，赐宅一区，入仕为卧，陈说古。先帝王政治，帝听之，每望卷。常与及汉高帝起自册为宋所。旧闻养直从容论辩，帝即开纳，由是不薄高帝。大德元年，陈宗信柳陵命养直进讲，资治通鉴，因陈规谏之言，诏赐。九级超17500贯。2年，赐金带、相户。3年，迁级贤士，讲学士，赐通西带。7年，诏复太子于宫中，起卧臣制，帝闻之，大悦。8年，代祀南海。9年，晋级贤学士。11年，升太子裕德。至大元年，授集贤大学士，谋议大正西语焉。告老，归而卒，赠资德大夫、河南等处行中书省右丞，是文进。子德方以应为新国路总管府判官。孟潘陵，孟潘陵，字驾之，云内人。曾祖彦府，以民法为西北路招。讨司之事，有一欲当死者100余人，彦府直不从，后3日得食，皆视之。祖贺、傅泽明皆经进士。潘陵又日诵万言，能赘文。PG 2421。谥号齐同。金正大7年，擢进士第，仕至朝散大夫，招讨使。遂壬辰，遍今夏，北归居平阳。丙午，为陕西帅府降议官，遂加长安。世祖中统3年，授翰林呆制，同修国史。至元初，诏建调成70事，大抵劝上以交祀天地，祠太庙，治礼乐，建学校，行科举，则首令以自明，处米粟以善君，省无名之赋。罢部级之役，百司数府统于6部，纪纲制度西游中书，是为常。9之纪，世祖悉加纳之，咨问谆谆。后论王百依许仲平优劣，对曰：百依文华之士，可治汉院；仲平明经传道，可为后学。今世，帝深然之。又常召问宗庙，交祀仪制，潘陵西具经典。议对。时帝将事嗣，诏命潘陵会太常议定礼仪，潘陵夜化交祀。及宗庙图已尽，帝皆亲览焉。复以并请西归，帝令就议陕西武。录四川行中书省事。4年卒，年64。延佑3年，赠翰林学。侍臣旨，资德大夫，上护军，平原郡公，是文定。上野，上野，字文蔚，其先保定人，喜满城。也又隐逸，祖母刘。后资之始就学。至元18年，以处士真为国史院编修官。20年，兼新闻署丞，初为汝州判官，连介有为，献司屡见之。18年，迁南阳县尹。初至官，欲送充斥，也才觉无留置，设巡
遂无事。改怀孟河渠副使，会遣使问民疾苦，也谏言：水利有惩法，一利有司，不宜复置河渠关。是闻于朝，河渠关遂罢。大德6年，迁国子助教。诸生入宿卫者，遂从信上都。丞相哈喇哈孙使命也分学于上都，以教诸生，人注印给之。上都分学字也是。而生国子博士，会人先经学而后文艺，每谓诸生曰：学位有德，图仕华藻，若持钱买水，所取有限，能自凿井及泉而集之，不可慎用矣。时学舍未备，也密请御史台。起初躺藏所积，大建学舍以广教育。仁宗在东宫，也为太子文学，多所裨益，时从宾客姚遂，欲得萧邹入见，帝为嘉礼。至 PG 2422。大元年，除国子司业，进臣奏分国学西序为大都路学，帝亦可。其奏也谓国学、府学混居，不合理制，是遂请。4年，拜翰临直学士，知制告同修国史。诏也复吏部，适用因不官，也多所优假。或并其太宽，也曰：今初设此法，即将来者习诗书，知礼义耳，非必则效目前也。众乃服。皇庆元年，升翰林侍，讲学士。延佑元年，改集贤士讲学士，兼国子祭酒。2年夏，遗迹归满城，四方来学者亦众。6年，卒于家，年76。赠通奉大夫、太常礼仪院使、护军，追封上党郡公，是文艺。也性开明，志趣正大，是继母以孝文，文辞典雅，一本于礼。子师义，齐州路总管府判官。师简，中奉大夫，魁章阁事。书学士，同知经言事。李之少。李之少，字伯宗，东平平阴人。自幼颖悟聪明，从东平里迁学。家贫，教授乡里，学者咸集。至元31年，转修士。祖实录，真名如充使职，以马少、李谦荐，授江士左郎，翰林国史院编修官。直学士姚遂欲试其才，凡翰林应丑之文积10余事，并以付之。知少元笔历成，并以稿尽。遂惊喜曰：可谓名下无虚事也。大德2年，闻祖母疾，辞归，复除编修官，升江侍郎。6年，升应奉翰林文字。7年，迁太常博士。9年，丁母忧，累起复，终不能夺。至大3年，仍授太常博士，升承侍郎。4年，升承直郎，翰林呆滞。皇庆元年，迁国子司业。延佑3年，升奉正大夫，国子祭酒。夙业孜孜，委以教育，人才维新。4年12月，升朝列大夫，同迁太常礼仪院事。6年，改翰林直学士，复以及还。7年，召为翰林直学士。至2年，升翰林侍讲学士，
知至告同修国史。3年，告老而归。太定3年8月卒，年73。PG 2423。子婿，应父侄，同知诸冀州事。知少平日自以其性遇事悠游少断，故好果其以自立。有文，即藏于家。PG 2424。列传第52。张喜，张喜，东安州人，父仁义，今莫喜家义都。及太宗下山东，仁义乃走信安。时燕纪以下，独信安犹为经手，其主将之仁义，勇而有谋，用之左右。国兵为信安，仁义律敢死士300，开门出战，为解，以攻蜀军马总管。守信安于10年，度不能之，乃与主将举城内附。律其部屈从宗王何丑平定河南，授管军元帅。后攻归德，飞石入口，折其2尺，卒出相后，卒，赐爵县侯。喜年16，从大将军阿术鲁南攻徐州，归德，复从元帅察。罕攻寿春、安丰、卢、楚、黄4诸州，皆有功。喜素翘职，为主将所忌，诬以他罪，欲治之法。时王恶视士卒于前邸，喜密往依之，恶请左丞阔见喜与其子弘刚俱入见，遂己位，从。士卒南伐，即将与宋兵使接战，及擒其一将，进攻鄂州，诸军血城已入，宋数诈为家臣于内，入战者折不利，乃命以后赏。木敢死士。喜与子弘刚俱应募，由城东南入战，将至城下，帝命其父子俱入险的，遣阿里海牙遇喜父子，只一人进战。喜所执枪中弩矢而折，取弘刚枪已入，破城东南角，有逗留不进者10余人，立城下，弘刚复夺其枪入，转战良久，喜身中18矢。一使卒冠父，问绝父苏，曰：的血节饮之，血出可生。是祖即命取血节，遣人往疗之。疮季月，复从大将那剌呼与宋兵，战于京口、李家州，皆捷。世祖即位，赐金符，授新军千户。3年，从征李坦。时宋陈坦叛，遣下桂袭取祁县、宿州等城，喜移兵攻之，桂走进。PG 2425。复诸城。至元元年，升唐邓等州卢氏保甲丁壮军总管。宋清军州总管李玉山败走，帝命喜代之。3年，与宋将吕文焕战于高头赤山，陈胜复军州。4年，改水军总管，役骑军2500，令习水战。5年，从攻襄樊。6年7月，下桂率兵援襄阳，喜从元帅阿术战，却之。8年，江水报义，宋遣范文虎以战建谦。于搜来源，元帅阿术命喜律青州，叶贤梅入其阵中，插尾以食。水之深浅。及还，阿术即命喜律4邑水军进战，宋兵溃，追至浅水，夺战舰70余艘。9年，攻樊城，焚其串楼，败宋将章。
贵于鹿门山。10年，行省及诸将问破襄阳之策，喜言襄樊家汉江而成，敌人横铁索，至木绝于水中，今断所毁绝矣。绝其源，则樊城必下；樊城下，则襄阳可图矣。行省用其计，乃破樊城，而襄阳既降。帝遣使陆诸将攻，授宣武将军、水军万户，配金虎符。丞相伯颜因命喜为水军先锋。12年，拜宋将孙虎城于丁家州，寻夷屯黄池，以断宋旧。兵9月，从阿术与宋都统将才战，有功，加姓武将军。13年，从下温、台、福建。14年，加怀远大将军，将因路打虏。花赤，水军万户。16年，入朝，晋昭勇大将军，招讨使。17年，加正国上将军，都元帅。时朝廷议征日本，喜请行，即日拜行中书省平章政事，与右丞范文虎、左丞李廷同律州师。泛海东征，至日本，喜集舍州，驻垒平湖岛，约束战舰，各乡去50步止泊，以避风涛触及。8月，飓风大作，文虎停战。见西坏，喜所不读完。文虎等一还，喜曰：士卒溺死者半，其托死者，皆壮士也。何若乘其无回故心，因良于敌以进战？文虎等不从，曰：还朝问罪，我辈当之，公不与也。喜乃分传与之。时平湖岛屯兵4000，伐州，喜曰：我安忍弃之？遂西弃州中所有马70匹，以济其骸。至京师，文虎等皆获罪，喜独免。字弘刚 ，PG 2426。弘刚字献成，年18，父喜为主将所诬，系狱，将杀之。弘刚直入狱中，狱卒并系之。弘刚佯狂血笑，守者一之，既请，遂与其父亦去。后从其父攻陈训的吕有功，自昭信校尉，管军总把，配银服，换金服，为千户，升总管，广威将军，招讨副使，嘉定远大将军，招讨使，袭镇江阴。到启安急，弘刚虑兵往捕，谓于询，擒之。从参政高兴破建德西寨诸贼，后赐3朱虎符，授昭勇大将军，河南诸义征行万户。从右丞刘申征8百袭复国，师赐8番，与叛蛮宋隆纪等力战而没。赠宣中秉义功臣，资善大夫胡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、上护军，追封其郡公，是武定。子汉当袭职，让其弟鼎。汉后为监察御史，累官至极贤，直学士。鼎袭江阴水军万户。贾文备，贾文备字仲武，齐州蒲阴人。父父，是今为齐州刺史。武先旦府胆略，密令所亲图之。府以重归太祖，诏立张柔，以兵攻黎州、庆都、安平、数路诸县，皆下之。柔开帅府于孟城，命府行元帅府事于齐州。从定山东，
迁左副元帅，柔将兵在外，府常居守，累功改行军千户，赐金符，巡领顺天、河南等路军民万户。卒。文备袭复千户职，张柔命屯三岔口，备宋兵。宋义云梯20余来攻，文备率兵鏖战，却之。宪宗赐公使盈余。遂乙卯，复令袭复左副元帅职，兼领顺天路。中统2年，升开元。辅路女真水达达等处宣抚使，配金虎府。3年，迁开元东京益州等处宣慰使。4年，改授万户，领张柔所部军，屯亳州。宋兵时超略怀殿，文备战却之。至元2年，加昭勇大将军，真定路总管，兼府尹。6年，调魏徽路总管。7年，授西蜀成都统军，以及不复。8年，授宿州万户，巡改河南等路统军，为襄樊。9年，移蔡州，兼水陆漕运。宋兵时略粮饷，文备败之。PG 2427，并夺其船。赵霸统军，文备入境，赐公使、金鞍、锦衣、白金。11年，复授万户，汉军都元帅，领刘整军，驻亳州。宋江夏，贵之伯无备，甚引兵来袭，文备出其腰击，大破之，帝赐金鞍、金之、文段、白金。丞相伯颜伐宋，文备领左翼诸军以从，抵颍州。宋驻2城。嘉江，布战舰数千艘于江中，陈兵两岸，均不得进。文备泛舟，游轮河进出大江，攻武击堡，乃从阿术先渡江，大军继之，遂取汉，以功赐白金，加昭义大将军，守鄂州。12年，从平章政事阿里海牙去湖南，至潭州城下。文备冒风低，炮伤右手，刘始终左臂，攻战越级，宋丞李福死之，转运判官钟飞鹰等以丞将。13年，加昭武大将军，守潭州。14年，恒、永、琛等郡寇发，文备西讨平之。15年，晋镇国上将军，湖南道宣慰使，训琼崖等州及广东滨海诸城，追宋魏王炳。16年，赵骸，拜淮东宣慰使，加金吾上将军，镇庆元。18年，复授都元帅。20年，改江东宣慰使，讨建宁到黄华。22年，拜金湖战城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。23年，改湖广行省参知政事。24年，致仕。后17年，以疾卒。延佑4年，赠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，追封武威郡公，谥庄武。解臣，益州定兴人，善水战，从伐宋，设方略，夺敌船千。既以功授金符，水军万户，兼都水监使。交湖之战，获战舰300艘。宋以州师来援，陈据州立声喝之，援兵不敢动，即移州抵岸，陈氏追杀之，夺其军饷300余斛。既又从攻安丰，守
父嗣亳诸州，具有功。又从下云南大理国，以功赐金虎符。从攻恶，夺敌舰千余艘，杀逆敌军甚众。世祖加其功，常降至。奖之。至元30年卒，赠推中宣吏功臣、龙虎卫上将军，同知枢密院事、上护军，追封一国公，是武定。PG 2428。自汝及袭，从讨礼坦，平宋，累获功赏，卒，赠推忠孝节。功臣，资德大夫，中书右丞，上护军，追封一国公，是忠义。子铁戈袭，从征广西，下晋江府，改授水军招讨使、巡抚，为万户，从征交趾，有功，升广东道宣慰使，卒，赠资德大夫。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、上护军，平阳郡公，是武宣。子世英，由监察御史迁山南江北道佥事。管如德。管如德，黄州黄陂县人，父景模，为宋江，以其州将，授淮西宣抚使。如德为江州都统制，至元12年，亦以丞将。先是，如德常被俘虏，思其父，与同辈7人间到南池，为罗者所获，谢送于郡。如德似罗者待，即引谢及死数10人，各破谢脱，走，见官万里答复所。景模喜曰：“此真无尔也。”至是，入晋，世祖笑曰：“是孝于父者，必忠于我矣。”1日，授以强。公2，如德以左手坚握，右手悉引闷之。帝曰：“得无伤汝臂乎？”后无复然。常从列，遇大沟，马不可越，如德即解衣服。度，帝壮之，由是称为拔兜，赏赖优渥。帝问：“我何以得天下？宋何以亡？”如德对曰：“陛下以福德胜之。相反，宋燕侯也，燕侯被塞，不亡何事？”帝曰：“善。”帝又命习国书，曰：“习臣，当为正言之。”1日，帝与如德曰：“政治天下，重袭人命，凡有罪者，必令面对在寺，果实也而后罪之，非如宋权奸擅权，疏骗指数位及杀人也。汝但一心奉职，无惧忌及之。”口授湖北招讨使，总管本部军马，配金虎符。是年6月，丞相阿术南攻宋，如德以军为前锋，至扬州阳。子乔与宋战，昼夜不息，如德先登县镇，秦其率张都统等。宋军遂溃。7月，晋军交山江上，复大战，夺宋率下都统牌印。依甲即饷军海船，西宋阿术所。是闻，帝命赏之。军至镇江，如德招安诸郡，守江皆望封将父。丞相伯言取临安，复选能招。PG 2429。诸郡者，众推如德，如德贤命往谕，绍兴诸郡皆下。初，世祖以宝刀刺如德，即与敌战，刀刃尽缺。宋平，入晋，如德以刀上臣，曰：“陛下向所赐刀，从军以来，刀缺如是矣。”帝嘉其谱。12年，
迁浙西宣慰使，上时政5条，一曰立额保真，2曰息兵怀远，3曰立法用人，4曰审议恤民，5曰设官制禄。使法制未备，事多冗员，又方用兵日本倭国，而军民之官领禄未有定制，故如得言及之，权臣亦不得上。20年，丞相阿塔海命迟议奏出真事，入见，士卒问曰：江南之民，得无有2心乎？如德对曰：往岁旱涝乡人，民不聊生，今累岁丰忍，民目甚恩多矣，敢有2治。使过有2治，臣何敢视此以期？陛下乎？帝善其言，且谕之曰：阿塔海有未及者，亲善抚导之；有当奏闻者，轻勿惮劳，宜持节足之马，来告于朕。24年，迁江西行省参知政事，破豪华，去奸吏，居民大悦。是时干，听2州道起，如得指挥诸将讨平之，其胁从者多所权有。26年，迁江西行尚书省左丞，时中明亮以巡州叛，杀掠州县，千里丘墟，帝命如德统4省兵讨之。诸将欲直，导其巢穴，如德曰：昔今田野之忙，疲于转书，借胄之事，并于暴露，众困思民，而自为功，无不为也。于是遣使谕矣。祸福贼敢如得诚信，即拥10余其意干州时丞县将，平章政事。奥鲁斥怒其跋扈不成，欲以示杀明亮。如得闻之曰：黄原人。后为长沙将，明亮叛人，何足袭，所中者，信不可失耳。年40有4，卒于军，赠江西行省左丞、平昌郡公，是5乡。子九，纯祖，机关中顺大夫，隆兴路副州尹。赵遐剌。赵遐剌者，始以父任为千户，配金服。中统3年，守东川。4年，宋夏贵以兵侵虎啸山寨，元帅尹察遣遐剌率兵往御之。PG 2430。贵败走，追至新民县，斩首30余级。宋刘雄飞以兵犯侵居山，救府，遐剌与战于都尉坝，败之，斩首20余级。清查公钓鱼山，遣遐剌以兵1500人掠的至南坝，击败宋军，身获军士17人，老幼340人。从攻大梁平，宋攒万兽运粮至衢江。之俄滩，遐剌邀击之，斩首50余级，宋兵大败。遐剌亦被3创，使卒中左监不得出。清查袭其骁勇，取死囚2人，窥其肩。是骨节浅深，知可出，即为凿其创，拔卒出之。遐剌神色不为。董至元3年，为东川路先锋使。4年，元帅拜达攻开州，至万宝山，遣遐剌以兵500人击宋军，身获40人。5年，监管京兆、延安2路新军，戍东安、虎啸山2城。宋杨厉以兵护粮。宋大梁平，遐剌察知之，遂率所部兵与力战于3众山，斩首150级，擒获40余人。力败走，
弃其粮千余石，因尽夺其甲，杖其志而还。6年，行院遣侠剌攻钓鱼山之沙市，焚其敌楼，从左城区。立即司等入朝，诏赏白金50两，系甲1柱。9年，统军何剌，攻钓鱼山，时侠剌为先锋，领兵1000人，掠得至隔数坪，与宋兵遇，生获20余人，斩首40级。10年3月，复从行院何达攻钓鱼山之沙市，侠剌趁夜以赴而登，杀其守兵，烧其积聚，身获20余人以归。又击败宋江、张觉兵于武胜军。行院兴拔里邑山寨，命侠剌守之。12年，绿州师会攻钓鱼山，战术有功。进为重庆，宋江召安乐兵出战，侠剌迎击之，夜至2鼓，敌众大溃。行院以其功上闻，未报而即作，乃遣往泸州致疾。至之，系泸州复叛，侠剌于即出战，遂为其所获，与从者20人皆死之。子世显，传侨赋万户。周全，其先汝宁光州人，是宋为武义大夫，广南西路马步。PG 2431，军副总管。至元12年，丞相伯颜总兵下江南，全律众来归。遂以行省袭姚授衡州知州。是年秋7月，入境，赐金符，授名威将军，姚授泉州知州，监管军1000户。冬10月，从元帅宋都邳，下江西诸城邑。明年，进兵福建，宋制制使黄万石将。冬10月，从大军征广东。11月，至韶州城下，沿工具，率勇士先登，与宋兵合战，斩国甚众，杀其安抚使熊飞。12月，以游其巡。广中，过临新海石门，敌势甚张，全奋割杀敌，乘胜夺其旗鼓，火其船。及诸军下广州，全攻居多。14年，从攻广西晋江府。宋安抚李梦龙率众来将，其有复固不下者，悉战败之，夺敌舰，以千计，杀敌溺死者无算，两广已平。帝公，赐虎符，授管军总管。15年，到据赣州崖石山寨，全率兵讨平之，焚其寨。17年，进广威将军，管军副万户，镇守龙兴。20年，以疾去官。大德9年卒，赠怀远大将军，南安寨兵万户府万户，轻车都尉，追封汝南郡侯。子祖瑞，袭职。孔元，字彦亨，真定人，骁勇有智略。遂丁酉，弃家从军，历丞相使天泽麾下。戊戌，从取交湖，为寿春，先登，拔其西堡。己亥，从征安丰，力战却敌。己酉，从为四州，拔之。辛亥，从攻武塘山寨，俘其众以归。戊午，从攻樊城，亲王塔察，而命取樊西堡。元律死士挺枪大呼，击杀数百人，斩首19级。义县。中统元年，护驾北征。2年，宣授管军总把。
至元11年，从伐宋，为前锋，所向克捷。14年，晋武略将军、管军。千户。明年，还军北征，晋武义将军，侍卫亲军千户，赐佩金符。又明年，国兵讨叛王师李牧等，从行院别起礼迷师追其众，至兀宿阳而还。分军之半，扼其要害的，余众遂溃，或辎重牛马。帝大悦，赏赖甚厚，加宣武将军，右卫亲军总管。19年，以及卒。PG 2432。子阴阳袭，受昭信校尉，右卫亲军弩军千户，人佩金符。至大元年，以及卒。子承祖袭，延佑2年，卒。子纳海袭。朱国宝。朱国宝，其先徐州人，后徙宝地。父存器，历官至修内司使。常夜行卢沟桥，或经一囊，坐而待其主以复之，其人寝中。分存器笑而遣之。宪宗将攻宋，募兵袭水战，国宝以职官子。从军，历水军万户，解城麾下。即位，世祖以兵攻鄂，国宝涉迁。户律锐卒于中流与宋师鏖战，凡17战，诸军必继。中统2年，授千户，佩银符。3年，为礼坦于济南，佩金符，镇戍东海。从征襄阳，设4邑政府，督造战舰，筑万山堡。至元11年，拔沙阳、徽新城，皆与有立焉。初，师赐江上，国宝请于丞相伯颜，愿当前锋，继而夺船20艘以献，伯颜壮之。宋据上流，方舟数百，皆为宝诈。伯颜指示曰：复能夺取是乎？国宝即奋往破诈。既渡江，下鄂、汉。12年，进兵临越州，与宋兵战于越之桃花滩，获其将高士节，晋昭信校尉，管军总管。继将胡右，加宣武将军，统蒙古诸军，镇常德府、知安府司事。时宋诸郡亦多坚守不下，国宝传檄招谕，于越西平，为陈、元、晋、镇远卫下。宋将李信、李发结武刚洞蛮，分据鄂寨，国宝即败之，其众退保飞山、新城。司波蛮来援，国宝复与战，破之，擒张兴、沈举等300余人。进攻新城，获信发等，献俘江陵。行省奏功，赐金虎符。14年，会诸道兵攻广西晋江，拔之，进至管军万户，镇守梧州，领安抚司事。15年，加怀远大将军。初，宋临安之破也，张世杰协尔。王有敏倒海，众负资慢。时南恩、新州何华、张毅举兵兴复，军势甚盛。国宝选精锐，及沙华、义、秦其党2人，斩首万余，及俘500余人，船700艘，夺其兵器无算，降其将10余，军士200，民3万余户。16年，迁定远大将军，海北海南道宣。PG 2433。卫使。但贼连结玉林，
连州诸洞，自行飘掠，国宝西平之，折师高化，以成反侧。任龙光等律所部5000户将，移琼州，历官。臣更避镇，训兵袭民，具有条制。南宁谢有魁复故不服，国宝开示信义，有魁感悟，以其属来归。于是黎民将者3000户，蛮动将者30所。18年，破临高蛮寇500人，招降居害、番、亳、铜鼓、博土、桐油等19洞，遣部将韩望率兵掠大黎、密唐、衡山，诸守恶里时，火其巢，升至大中、小中诸部长10有8人，加镇国上将军、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帅。攻己战成军，享事急而民不扰。23年，迁广南西道宣慰使。24年，入晋，地位劳之。25年，进辅国上将军、都元帅、参知政事、行尚书省事，以军事至赣州，得吉，卒于传舍，年59。子彬，袭职，累官加赐金虎符，海北海南宣慰使都元帅。晕，上富万户，配金虎符，镇福州。次鼎，次炫。张立，张立，泰安长清人。初历延时麾下，略江淮有功，属为百户。遂戊午，宪宗征蜀，征诸道兵，力从行。次大霍山，宋人。祖山为城，代江为池，是以自固，力统锐卒，攻陷外堡，夺战船100余艘。复从攻钓鱼山，有功，赐金帛。中统初，从事祖北征，还授管军总把，赐银符，进士卫军政府，换金符，改氏。卫军千户。巡迁左卫清军副都指挥使，赐金虎符。14年春，律部卒1000人转宿赴和陵，道出应昌。会求率叛换谋不轨，以赦。是3000种其后，欲臣奸夺其资粮，力决其有意，即命还车为诈，以备之。贼众以和，始如雨下。初，力之发上都业，每车载2板，以备不虞。至是，见板于车，时不能入，其卒烧钱，即以割撞之，强弩既发，贼不得进。相持连日，乃解去。是岁，增至前后卫兵，晋明威将军、后卫清军都指挥使，赐双朱虎符。加昭勇大将军，以老其退。PG 2434。子归袭。归卒，子伯前袭。齐秉节。齐秉节，字子度，滨州蒲台人。复归，从延时公归德、庐州，有功，授吴地县尹，设征行1000户，后兼总管，镇枣阳。中统3年，李坦以义都叛，征诸道兵进讨，枣阳精锐进行，仅留雷卒1000余。归时设万户府事，与宋襄、尹对垒。敌来参虚实。归城守周密，以东门外壕狭小可越，命郡之为备。宋将灭都统。陈总管果率兵万余抵城东门，以板渡壕，壕广，板不能及，归律众力战，敌退走，城赖已完。
谥文，赐金符，征授千户。至元3年，告老，举秉节自代。秉节魁伟审议，涉猎书史，稍知兵法，习复决，人正早阳。5年，从伐宋，驻新城白河口保鹿门山，略的颍州大洪山黄仙洞，数着战功。7年，升上千户，全万户。11年，从丞相伯颜志隐，荡州游路入江，攻武击保，秦宋江沿都统。12年，国兵败宋贾似道，孙虎城州师于丁家州，命秉节屯建康，与宋江赵怀战于西离山，追至溧阳，自成击武，宋军乃退。8月，迁武义将军。12月，从定太平、安庆诸郡，与宋江张咨议战，于昆山，杀之。14年，授宣武将军、管军总管。时黄州复叛，令秉节往讨，斩于总辖于镇。17年，授明威将军。23年，移镇饶州。安人拒贼蔡福仪叛，秉节与有司会兵讨之，擒福仪，余党西平。25年，升广威将军，枣阳万户府副万户。28年卒，年62。子婴袭。张万家奴。张万家奴，复札古代，是睿宗于前邸。从破金有功，赐虎符，授河东南北路船桥随路兵马都总管万户。从西征，下兴元，为嘉定、莫于军。万家奴数从都元帅大打火炉征讨，有功。中统2年，从都元帅钮璘入朝，授以副官。宋兵入成都，从行院。PG 2435。阿托即破之。至元4年，率师会立梅、简2州，从也速达而攻泸州，大败宋军，杀伤过半，俘40余人已归。7年，绿诸军。陈张广平，与宋人战，斩首300余级，获都统1人。从攻重庆，破朝阳寨，为嘉定、乍平康、太和、怀远诸寨，奋兵以守之。且日出师，水陆皆战，功居多。而诸将攻泸州，往往失利，乃亦却请自任以攻取之效，许之。遂率州师150艘，自逃竹滩。至折于滩，分守江面，警烽火，延号令，约日进攻。先据神壁门，为梯冲登城，杀200余人，斩关而入，遂拔之，加招勇大将军。会为重庆，将其众断马湖江，奋兵水陆往来为有角，加昭义大将军。以所部转饷成都及下流诸屯，寻迁招讨使。豫都元帅要拉海讨义西部薛蛮，平之，进复都元帅。召其子孝忠为船桥万户。以万家奴将四川、湖南兵征哈拉章。时云南鄂昌多兴、罗诸蛮皆叛，杀掠使者，劫夺人民，州郡莫能治，遂以其兵讨之，剿其众，名为之利祠。20年，从征缅，战死之。云南王命其子宝同将其军从征，入太公城，有功，袭复都元帅。
又从征至甘州山丹，亦战死。孝忠少从赴军中，好攻战。至元19年，从都元帅也速达，而讨义西部薛蛮，遇其众于会灵关，追至沙溪，败之。进攻龙家寨阿那关，克之，遂攻义西部薛营，大破之。又以800人败。阿勇蛮于陆闸河，乘胜至达古寨，连破之。朱蛮平，以攻刺京。博公使安沛还军成都。22年，从讨乌蒙蛮，复即将。大罢都长，以子朱蛮，加名威将军。27年，赵从西征，至沙、瓜诸州，还赐虎符，迁书四川等处行枢密院事。愿罢，以本军万户镇成都。卒。郭昂。郭昂，字彦高，张德林州人，习刀硕，能挽强，稍通经史，尤功于师。至元2年，尚书言事，平章廉西县才知，授山东统。PG 2436。军司之事，巡改经历，迁襄阳总军司，转元州安抚司同知，配金符，招降西洞80余栅。播州张华聚众荣山，昂率兵屠之。山摇、木猫、土辽诸洞进将。16年，以诸洞求入朝，帝赐金。其一，安沛，晋安远大将军。训元州西南界，复兴化，安仁耳。现秦惧贼张虎，纵之曰：“汝非无敌，愿将即来。”不然，吾复擒汝不难也。明日，虎将并其众3000余人，悉使归民籍。军还，众敛白金以献，亦无所受。行至江陵，众复从至今而去。昂西上之行省，载臣令葬于库，以示诸将。26年，江西道。起，昂讨之，进逼南安明阳、上龙、盐湖、绿村、石门、燕湖、赤水、黑风洞诸蛮，立太平寨而还。会大饥，以贼求家资分镇之，授万户，赐金虎符，镇抚州。未几，沈袭昂赴广东监造战，传行至广东界，遇到，疑袭欲以祸福。广东素服其威信，即见其袭，即拒将。授广东宣慰使，卒，年61。子正，杭州路镇守万户。会，迁江西联访司事。豫、知宁、都州。其公职。其公职，益都乐安人，事业农。至元5年，为益都劝农官。9年，为宜、莒、交、密、宁海5州都城池所迁户。10年，赐金符，命造征日本战船于高丽。时宋未下，士祖知其勇，遣使召见，比与忽部列拔都等领兵，同行荆南等处招讨司事。抵辖州青草滩、淋雨、步进，还屯玉泉山。率兵3000攻安境下寨，破之，杀宋军100余人，获牛马700。还至襄阳，枢密院命督造。战舰运州。襄阳记下，奉旨领郑州、光化、唐州汉军，即引。复熟劝军9200人，从诸军南伐。12年冬，至龙兴。
宋军突出城门逆战，公直败之，追抵城下，遂于壕拔木，焚其楼橹，斩首万余级，生擒700人。龙兴将由是南安、及干皆望封，款赋平宝诈600余所。公直又令第三子莽古台攻梅关，破淮。PG 2437，得山寨，入广东，至南海，皆下之。诏授公直武义将军、管军，上千户。诏入，加昭勇大将军、管军万户，配金虎符，领侍卫。清军时伯颜伯达罕突忽鲁叛于西夏，命公直率军讨平之。18年5月，升辅国上将军、都元帅、宣慰使，正别18里。初，帝诏以子太袭万户。公直自承父年老，起以太为乐安。现隐就养其父，至可，人终生勿喜他职。至是，乃以莽古台袭万户，配金虎符，从之政。公直必辞，曰：臣父丧5年，愿葬以行。帝许之。至家，葬事毕，遂寄乐安说客及平民部。父悉以赐金代书之，乃行。23年，诸王海都叛，亲别时。8里，公直从丞相伯颜进战于洪水山，败之。追击进远，援兵不至，第5自愿力战而死。公直与妻及莽古台俱献焉。24年，莽古台奔还，授定远大将军，中侍卫清军副都指挥使，改湖州炮手军将万户，讨衢州山贼，有功，加昭勇大将军。太后终于之宁海州。杨塞英不花。杨塞英不花，初名汉英，字熙载，塞英不花，次名也。其先太原人。唐济南赵县播州，有杨端者，以应募起，进赴播州，遂使领之。5代以来，世袭其职。武传至昭，无子，以族子贵。迁嗣。又8传至粲，粲生驾，驾生文，文生邦县，皆是宋，为播州安抚使。至元13年，宋亡，世祖诏谕之，邦县奉版籍内。复授龙虎卫上将军、绍庆真州南平等处延边宣慰使、播州安抚使。卒年43，赠推忠孝顺功臣，平章政事，追封播国公，谥惠敏。汉婴，邦县子也，生5岁而父卒。22年，母田氏挟制。上京，见世祖于大安阁。帝呼至御榻前，熟视其眸子，抚其顶。者久之，乃谕宰臣曰：杨氏母子孤寡，万里来庭，朕甚悯之。遂命袭父职，西京虎符，因赐名塞英不花。及毕辞，诏中书。PG 2438。西燕，赐金币采增，赖其从者有差。25年，再入境10年。12，帝见其应对明敏，称善者3。复因宰臣奏安边事，帝亦加之。是年，改安抚司为宣抚司，授宣抚使，巡声侍卫清军都指挥使。陈宗即位，塞英不花2入见，赠谥2代。大德5年，宋隆。
即及折节等判，召湖广行省平章刘二拔都，指挥使也先呼都鲁，率兵携塞阴不花讨之。6年秋9月，师出波境，连与贼遇，破之。前驻搓泥，贼其促至，塞阴不花奋及先进，大军继之，贼遂溃，乘胜逐北，杀获不可胜计。遂将阿居、夏泽龙、望陈宋款者相继。7年正月，进屯木窝，贼众复合，又与战于莫特川，大破之。折节惧，起将斩之，又擒斩龙纪等，西南夷西平。8年，塞阴不花复入见，进资德大夫。至大4年，加勋上护军，诏许世袭。波南卢崩蛮内卿，诏塞阴不花继恩州宣慰使田茂忠，率兵讨之，以急促于军，年40。赠推陈秉义功臣，迎亲荣禄大夫，平章政事，柱国，追封波国公，世中宣。子家真嗣。鲜卑仲吉，鲜卑仲吉，中山人。遂以害，国兵定中原，仲吉守律平滦。陆军民义军门将，太祖命为滦州节度使。从阿术鲁南征，冲右。副元帅，攻取信安、关州诸城，以攻赐虎符，授河北等路汉军。兵马都元帅。遂仁臣，平蔡有功，加金吾卫上将军，兴平路都元帅，右监军、永安军节度使，兼滦州管内观察使，提举长平。仓氏，开国侯，荀卒。子准，充管军千户，从札台火而斥东征高丽。中统元年，赐金符，护驾征阿里不哥，以功受上赏。3年，从征礼坦。至元10年，授侍卫亲军千户，招武大将军，大都屯田万户，配虎符卒。子承袭，授宣武将军，高邮上万户，府副万户，配虎符，改。PG 2439。授怀远大将军，迁5卫亲军都指挥使司事，领兵征爪哇，攻巴百袭复国，使广东，克秦于邑，寻以急促。子呼堵土袭。完颜石柱。完颜石柱，祖德柱，是今为管军千户。复拿柱，归太祖。从征西域、河西，又从太宗攻下凤翔、同州，有功，赐号八都。而配银符，为同州管明达鲁花赤，改赐金符，兼征行千户。总管八都军。宪宗以拿柱年老，命石柱袭其职。己未，石柱从。世祖征和剌章骸，都元帅钮灵攻马湖江，石柱夺浮桥，与宋兵战，有功，赏白金750两。军龙化县，与宋兵战，大败之。中统2年，授征行万户，配金符。3年，从都元帅铁戈攻嘉定，有功，改赐金虎符。至元4年，败宋兵于九鼎山，身获40余人。5年，攻泸州之水寨及武获寨，渡马湖江，迎击宋兵，败之。从行省也速带而攻建都，建都将，从攻嘉定，复泸州，取重庆，石柱之功居多。14年，迁昭勇大将军。
16年，授四川东道宣慰使。17年，改正国上将军、四川西道宣慰使，总管随路8都万户。20年，拜四川行省参知政事，卒。帝真同袭为随路8都万户。PG 2440。列传第53。王准。王准，高丽王之有子也，美容仪，慷慨有志略，善骑射，读书通大义，以致子入朝。岁癸丑，高丽权臣高令公叛，宪宗命耶虎大王东征，准奉旨为使讲和，人镇守其地，时高丽人户。兴复者，就命准总之。中统元年，授金符总管，身佩虎符，兼领军名。3年，率兵征济南李坦。至元7年，高丽陈陵偃叛，世祖遣头辇割国王讨之，准牵领部民1300户，与国王同行。是年11月，以及辞骸，家居。20年9月，卒，寿61。子3人。阿剌铁木儿袭职，授虎符，总管高丽人户。至元8年，将兵讨叛贼经通津，贼败走丹罗。11年，晋昭勇大将军，从都元帅呼都征日本国，欲有战功。15年，加正国上将军，安抚使，高丽军民总管，巡升辅国上将军，东征左副都元帅。18年，复征日本，遇封涛，遂没于军。阔铁木儿，入仕武宗前邸，积劳授太中大夫，管民总管。务爱，袭兄阿赐铁木儿职，佩金虎符，授安远大将军，安抚使，高丽军民总管，东征左副都元帅。24年，乃延叛，力战吕捷，复从越鲁而纳掩讨塔布代，躲欢大王于蒙可山，纳将统兵5000余众，与巴剌哈赤托欢相聚，决流战黑龙江，见中右臂，忍伤复战，敌大败。25年，征哈丹突鲁干，力平。张阔里铁木儿麾下，论功居多。冬12月，贼军古都突鲁干刺，于沃突鲁塞，平张律务爱讨将之。明年，加授昭武大将军，辽。PG 2441。杨等处行中书省事。又明年，哈丹等入寇高丽国境，遣务爱镇守，人修城壁，严促武，军威大振，贼遂前遁。9月，哈丹突鲁干复寇长春，务爱引兵击却之。28年，入晋世祖于内殿，加其战功，赐上方玉带及饮酒器。29年，改东征左副都元帅府，历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，乃授务爱3诸胡符，升正国上将军，总管高丽女直汉军万户府，兼沈阳安抚使，高丽军民总管。隋世昌。隋世昌，齐先登州栖霞人。父保，喜居莱阳，今莫力军。5. 主帅其茂，以为管军谋克，而授怀远大将军，管军都总领，镇行村海口。太宗下山东，保遂来归，授莱阳令，历莱州节度判官，中高密令。
是昌其第四子也，涉猎书史，善骑射。身长8尺，锻浑铁为枪，重40余斤，能左右击刺。岁癸丑，选充队长。宋兵来攻海州，世昌战却之。壬戌，克东海，世昌。先登，升马军队官。己未，攻涟水城，世昌数云梯攀援而上，身被数枪，众从之，遂克其城，升马军千户。中统元年，宋江。下桂军淮南新城，世昌邺城蒙冲抵城下，宋兵出战，斩首数百，即刺杀其守将2人。未几，涟水复叛归宋，世昌军于东马寨。城外，宋兵来攻，世昌即走之。3年，改步军千户，还镇行村。海口。至元元年，朝议分检镇军奥鲁，授莱阳县诸军奥鲁长官。6年，伐宋。7年，以世昌为资莱万户府副都政府，守万山堡，建延修一字城以为乡，凡升管军千户。9年，败宋兵于鹿门山。元帅刘整驻新门，使世昌总其意，樊城出兵来征。且拒且住，不终夜而就。整授军200，令世昌立炮连于樊城栏。马墙外，夜大雪，城中始时如雨，军校多死伤，达旦而炮连立。宋人列舰江上，世昌乘风纵火，烧其船100余。樊城出兵鏖战拦。马墙下，世昌流血满甲，勇气越壮，而樊城尽破，襄阳邑下。PG 2442。迁武略将军。引兵由黄渊堡入汉江，破沙阳。攻新城，世昌砍其城而先登，中数使、商弼、都谋皆裂，昏眩坠地，少苏复进。遂下新城。明日，丞相伯颜氏所砍城，高1丈5尺余，论功为上。从诸军渡江，抵南岸，宋兵连州来拒，世昌舍州师、绿盟。古哈必赤军不战，斩其将1人，宋师溃，世昌追之，复与战，大败之。12年，从战于丁家州，以功升管军千户，配金符。13年，为扬州，世昌绝其粮道，兼搜湖泊。宋兵闻铁枪鸣，不敢进。扬州平，充4城兵马使，从平章阿术入见，授宣武将军、管军总管。14年，戍扬州及野人园、司空山等7寨，皆下之，晋安抚使，配金虎符，镇感浦。17年，拜定远大将军、管军万户，寻以获海贼攻进皆安远大将军。23年，改仪坛上父万户。世昌前后数百战，体皆金疮，竟以势急促，年61，封定海郡侯，世忠勇。字国英嗣。罗弼。罗弼，字仲玉，镇江人。父大义，为宋江。弼年13而孤。常从朱尼孙入蜀，累官武义大夫，历州西路马步军副总管。孙夷金湖，必从之，至江陵。又乘阿里海牙领军下江陵，必从。孙将，授宣武将军，管军千户，历丞相阿术麾下。
招收淮军，讨射寇有功，领本州安抚使。至元15年，从元帅张弘范定广南，赐金符，升名威将军、管军总管，镇金山。居4年，海盗秉爵，喜镇上海，督造海舟60艘，2月而毕。至元12年，始运江南粮，而河运服便。19年，用丞相伯颜延出通海盗漕运，抵直沽以达京城，力运2万户3，而以必与朱清、张宣为之，乃守部曹州，由海洋抵阳村，部署10日入京师，赐金虎符，晋怀远大将军，管军万户，监管海盗运。良24年，乃研判，必复以曹州至辽阳，扶海抵锦州小陵。PG 2443。和至广宁石寨，诸军赖以济，加昭勇大将军。25年，都曹至直沽仓，陆河决，水邑，己及仓，必数诈，律所部本土著。低汉之，升昭义大将军，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，请两淮荒闲之，田给平民耕垦，3年而后量收其入，从之，遂得粟数10万斛。升正国上将军，海北海南道宣慰使都元帅。大德3年，除饶州路总管，改广东道宣慰使都元帅。山海辽夷不沾王化，复故反侧，乃又置诸洞蛮夷酋长，甲以官位，小以祸福，由是贤律重。以归除都水监，改正奉大夫。通州复多水患，凿2渠以分水。是右郡复通河而广之，遂增漕60余万石。奉命扩2淮屯田。得吉，归镇江而卒，年66。子昆载。刘恩。刘恩，字仁甫，明知明水人，后徙威州。复兴，归国，属贝州长。恩幼之读书，勇而有谋，以才武立军籍，累功为百户。俄迁管军总管，配营服，太傅府经历。从入蜀，数有战功。宋刘枕将兵守泸州，中统3年，都元帅钮林遣恩遇枕将，以功义赐金符。至元3年，宋江以战船500艘，载甲士3万人，加江上游，先以1万人据云顶山，欲取汉州。恩率1000人渡江与战，杀其将2人，士卒3000余人，溺死者不可胜计，授成都路管军赋。万户。6年，从平张赛典敕攻嘉定，过九鼎山，与宋军遇，生擒其部将18人，谢宋京师，赏赖甚厚。9年，从皇子西平王。行省也速代而征建都，恩将游兵为先锋。师赐其地，1日3战。节。建都兵夜来犯围，恩遇之，死者1000余人。时师久驻，且进，恩画策招遇沿江诸蛮，得粮3万石，牛羊2万头，士气益振。建都因山为城，山有7颠，恩夺其武，断其急道。建都穷卒，乃降入朝，升管军万户，戍梅州。12年，斩万寿矣。嘉定将，恩移戍嘉定。
安西王遣使赵恩至六盘山，问曰：江南已平，四川未下奈何？恩曰：若以众臣之不徇私者奉诏。PG 2444。都责之，则半年可下矣。王即遣恩与府僚数而敕臣传以闻。帝以为然，命丞相不花等行枢密院于西川，授恩同签院士。15年，重庆将守将张万走魁府，以兵固守，不花遣恩招之。万以臣将。旬月之间，得其大小州邑64。16年，入朝，赏赖有加，授四川西道宣慰使，改副都元帅。绿蒙古汉军万人争握端，进都元帅，宣慰使如故，赐粟。列孙皮衣以锦衣以及弓刀诸物。师赐甘州，奉诏留屯田。得粟2万余石。18年，命恩进兵握端，海都将欲论一撒率兵万人迎战，由其先至，恩设伏以待，大败之。海都又遣8把律众3万来侵，恩以众寡不敌，乘师而还。22年，迁行枢密院士，卒。子德禄，袭成都管军万户。石高山，德兴府人，父呼鲁虎，以侍卫军从太祖定中原。太宗赐以东昌、广平40余户，遂徙居广平之明水。中统3年，高山因平章塔察而入见世祖，因奏曰：在袭太祖皇帝所及案。察儿、贝罗、枯里台、贝罗海拔都、阔不花5部探马赤军。今亡之后，散居墓地，多有入民籍者。国家土与卫一，宜加招。即以备驱策。帝大悦，曰：闻卿此言，由媚而绝。即命与诸路痛召集之。既集其数，人命高山配营府领之。4年，授管军总管，镇西州，军令严肃，寇不敢窥。居4年，边境宴。然，赐金符以奖之。至元8年，从取光州，克枣阳，进攻襄樊，皆有功。10年，从阿术略的怀上。11年，从下江南，以攻深，显武将军。12年冬，丞相伯颜命以所部兵取宁国，下令无虏略。既至城下，欲以祸福，宁国开门迎将，秋毫无犯。复令兵从至焦山，与宋江、孙虎城、张世杰转战100余里，杀获甚多，以公赐金虎符，进信武将军，镇高邮。宋平、伯颜等朝京师，帝问有授而善战者，正望其名。PG 2445。伯颜以高山对，且甚称其功。帝即召见，命高山自责一大郡。以役老，而以所部军比其子领之。高山辞曰：臣经历上壮，犹能为国驱驰，岂敢为自安济？帝从之，进显武将军，领兵北征，屯邑托山。16年，命痛呼都鲁领3卫军戍河陵、阴屯。田以给军处，遂不伐用。乃研判都战有功，赐3诸胡符，猛。古侍卫亲军都指挥使，守卫东宫。陈宗闵其老，
以其子阔部。花袭职，赐超300锭。大德7年，卒于家，年76。龚彦辉，龚彦辉，益州人，与兄晏荣俱以武勇称。初，晏荣经百夫，常历千户和伯祥麾下，累有战功，后告老，以晏辉代之。诸军伐宋，晏辉从破枣阳，斩首甚众。万户张柔之助曹武也，晏辉与伯祥别将一军破大红珠寨。宋人出京，选兵2万救之。晏辉与伯祥逆战，斩首500级，生擒曹陆芬等16人。是夜，宋兵来攻，晏辉率甲士30人，追击于曹武阵，敌溃走，擒其主将已归。战光州，柔军于东北，夜2谷，命晏辉率尽卒200。伏西南5谷，东北深镇天地，晏辉直梯先登，众击之，破其外城，遂急攻，并其子城破之。战滁州，晏辉率伏浑脱者10人。夜渡池水，入拦马墙，杀守军3扑，焚其东南角排寨木帘，大军继之，彼明拔其城。会大军攻黄州，诸将壁垒未定，有州来参，柔遣晏辉伏甲200于赤壁之下。敌军夜半过水路并至，晏辉等夜枪4骑半过而击之，敌大恼，死者无算，生擒17人。失还，又破张家寨，以守江县。从攻寿州，夺其门，生擒3人。已出4州之役，诸将自4谷及城下，为欠水所阻，黎民无感。渡者，两军交射如雨。晏辉被重甲进渡，敌将来遇，晏辉刺其兄搏杀之。众必渡，至不得其外城，寻登其越城。晏辉将下，故伯祥师所在，乃与王进反求之。敌复追袭，晏辉力战，亦伯祥已出，由是伯祥与晏辉如清坤地然。是文，赐晏辉银符牌。PG 2446。比兼正府事。遂己未11月，兵渡江，赐武昌。宋元兵4级。晏辉逆战，有州数10来挑战，晏辉逐之入湖中，伏出，为晏辉数匝，左右莫能进。晏辉使进，短兵接，身被重伤，渡不可免，遂投水中。敌援之初，载归江州，见宋官不屈，问以事不对。晋死，年56。长子信，袭受营符，益州等处管军总把。中统3年，从征利坦。至元4年，从元帅阿术南征。9年，从攻樊城，先登，夺其土城，焚西南角楼，杀敌军10人，擒5人。宋将矮张以州兵来援，自高头堡战斗80余里，抵襄阳城下，夺战舰2，获其皮将2人，军8人。11年，从丞相伯颜攻杀杨堡，率勇士50，纵火焚其寨，敌军大乱，遂破之。是年，从渡江，与宋兵战，伏生口11，夺战舰2。既又领军由路径，直抵鄂城下，杀宋兵数10人，秦将陆芬1人已归。12年，战丁家州，杀宋
兵70余人，夺战舰2。江南平，以功升武略将军，管军千户，镇太平州。16年，以及祠。子思明、思温、思公。思明出患目疾，以思温袭。及思温卒，而思明即越，复以思明袭。思明卒，以思公袭怀孟万户府。管军下千户，配金符。蔡真，蔡真，张德安阳人。复兴，又立军籍，从宗王口温部花出。真，全管军100户。兴告老，以真代之。真素骁勇，遂务武从。宪宗公宋河州钓鱼山。中统元年，从世祖真阿里不歌。3年，从真礼坦。后从镇襄阳，训安庆，攻武河，所至有功。南方平，遂入备宿卫。14年，授中显校尉，管军总把。巡命权千户。是年冬，户驾驻黑城。真遣兵士楚稿，筑土士。军府赖其用。到欲动者，必伏入室温煦之。军粮必为纂节，不使顿决以致饥困。15年，充本卫都政府。17年，升中武校。PG 2447。魏中尉清军总把，俄改属后尉，赐营服。使白海出见行营。命真都邑，促事，民不知扰，虽草木无欠借损。帝临幸，问其故，晋臣以蔡真号令严肃为对，帝加之，赏以超若干。21年，改授胶东海道都漕运司丁状万户府都政府。27年，晋后卫清军千户，配金符。元贞元年，尽皆无略。俄告老而归。子树袭。张太亨。张太亨，唐义县人。富山，为管军100户。太亨袭职，从公。宋钓鱼山及樊城，真女儿阿塔有功。中统2年，授营服，侍卫。军纵把。3年，从为礼坦有功。至元4年，赐金符，升京东归。得等处新军千户。从征西川有功，授元帅府政府。6年，改省都政府。7年，从攻襄阳，使中右弼。10年，从攻樊城。12年，晋武略将军，管军总管，巡晋明威将军。从攻潭州，使中弼，把使奋战，却敌兵。13年，赐虎符，尽皆武德。从征广西，破晋江府。14年，海军潭州，经疮发，卒。子继祖袭，移镇鄂州，州过洞庭，溺死。子郑佑，以凶险阻代之。24年，从征交趾，献没。郑袭职，授金符，昭信校尉，管军上千户。延佑2年，谭恩加武略将军，巡尽皆武德。5年，升武节将军，颍州万户府副万户。天历2年，卒，子挺袭。贺止。贺止，益州人。复晋，长平涟水有功，为元帅左监军，守淄州，改千户，守胶州。
指出以质子入宿卫，至元6年，袭父，职为千户，人守胶州。7年，宋兵攻胶州，只固守战退之。10年，领州师500艘为先锋，攻五河口城。军还，殿后。时宋兵以巨所横截淮水，好混江龙，只用大刀断之，却其救兵，清河。陈遂将攻高邮、宝应，战淮安城下，失田壕中。丞相伯言矣。PG 2448。其攻上文，授武节将军。攻四州，获战船500艘还。从右臣别。其礼迷失入朝，帝赐以公使、锦衣、安乐、嘉宣武将军。振兴。臣绝淮安、宝应粮道、将之的战船600艘及器械。上于行。枢密院遂命领宝应军民事。14年，特赐金虎符、怀远大将军。20年，建宁路黄华反，以所领军补之，有功。24年，以征交旨请行，湖广行省袭令守辎重，屯司明州。军还，至建。康卒。孟德。孟德，济南人。国初由邹平县令、淄州节度使类官至同知。济南陆氏。太宗即位之8年，诸王扩端命德为元帅，配金符。领济南军攻宋徐州、光州，将其众而有其地。遂甲辰，定宗母。六皇后称制，大王按指台以德为万户，攻亳、祁、黄等州，击有战功。宪宗即位之3年，命德守睢州。5年，以守海州。宋安抚吕文德以兵扰边，德败之，扶其太尉刘海。丁巳，从伯言。攻襄樊。即位，与子义从事祖攻鄂州，先登。中统3年，从征。立坦。坦平，得以老告归。义袭为万户，领兵守夷、谭。4年，赐虎符。至元元年，陈谭。6年，从山东统军铁赤如五河，宋军据南岸，亦率兵渡。何击之，凡数战有功。9年，授怀远大将军，迁宿州万户。11年，宋至下桂攻镇阳，亦夺战舰数艘，遂败之。12年，略地至安庆等处，攻扬子桥获功。13年3月，改守杭州。9月，从下福建、温、台等处。14年4月，授昭勇大将军，瑞州路达鲁花赤。10月，徙镇闽州。16年，授昭勇大将军，招讨使。22年，复为仪坛万户。元贞元年，以老辞职。子至袭职，授3诸虎符、宣武将军，为万户。延佑2年，晋明威将军，以并去职。子安世袭。正义。PG 2449。正义，河间人也。初，是太宗，配金符，山东路都元帅。兼锦州军民人将长官。从伐金，遂人臣，与敌战于归德，死之。帝得温袭。甲午，从攻徐州，陷阵而死。
子则袭，从万户使天，则出征，多立战功。年老，帝将代其职。世祖北征，赐金符，授侍卫清军副都指挥使，判五位军事，兼锦州军名人将长官。中统3年，李坦据济南叛，世祖令各州县长官子弟充千户。于是以江子寻为千户，领锦州新千军1000余，败贼众于王马桥。诸王哈必敕赏银50两。坦平，寻以力罢。将升为五位清军都指挥使，赐虎符，寻改属左卫。至元8年，从攻襄阳，没于阵。寻袭其职。张荣实，霸州保定县人，父晋，今济封北平公，守信安城。人陈遂，律所部兵名将，太宗命为征行万户。甲午，征河南，与今江国用安战徐州，死焉。荣实使以质子入宿卫，既受金符。充征行水军1000户。丁酉，改雄州保定新城长官。庚子，复命统领水军。甲辰，从大将察罕军至淮上，欲送将吕文德，与战。俘50余人，赏银碗、战马。从攻江陵，略襄阳。宋以州失衡，结汉水，兵不得渡，荣实战却之，获人100余，战船数10艘。察罕以文，赐锦袍及银15斤。又破宋军于太湖，赏银100两。己未，从世祖南征，驻阳罗渡。宋兵10万，舟2000迎战，横截江水。帝以荣实习于水，命居前列，遂取青州，律麾下水校鏖战。北岸，获宋大船20，俘200，溺死不可胜计，斩宋将吕文信。中统元年，帝即位，录其勋劳，授金虎符，水军万户，人以骑。子延代为霸州7处管民万户。3年，李坦叛，荣实从使天则讨。平之，赏金碗及银250两，马1匹，命镇胶西。至元5年，从丞相阿术攻襄阳，败下桂，擒张顺，又攻樊城，俘其2将，赏银100两及公使安乐。11年，增领新军，从丞相伯颜南征。PG 2450。荣实以所部军先进，诸将飞渡、汉皆将，论功受昭义大将。军从阿里海牙攻越州，将宋将高士节，破沙阳、新城、将江陵，以功加昭武大将军。协元帅宋都台征江西龙兴，擒宋江密。又抚州将。13年，授同知江西道宣慰使司事，尉巡日，升镇国上将军，福建道宣慰使。进兵广东，破将韶州。14年，改江东宣慰使，行省参知政事。帝以广东余党未复，命与右丞。塔出府定之。15年，入晋，帝赐9位劳，授湖北道宣慰使。诸路水军万户。是年，以疾卒，年61。子延，豫归。豫袭复职，为怀远大将军，诸路水军万户。16年，讨疾。安叛贼有功，入朝，赐金之文衣，公使，佩刀，
加辅国上将军、都元帅，兼水军万户，镇黄州。既奉旨与元帅唐务台改立齐黄等路都元帅府，仍管领本道镇守军马。20年，广东道起决战成梁运。21年，欲率兵讨平之，从参知政事也的迷失，入朝，赐金之文衣、安乐、弓刀。会元帅罢，命欲充保定水军，上万户。22年，番阳胡贼起，诏徙水军万户府于南康。14年，从参知政事乌马而征交趾，内战有功。25年，失还，安南以兵迎战，大战连日，水河州不能行，欲死焉。子服，袭万户，府卒，子道众袭。石抹狗狗，契丹人，其先曰高奴。遂兴魏，太祖至威宁。高奴与刘伯陵、嘉谷长歌等以臣将，会至3万户，36千户，以总天下兵。遂以高奴为千户，遥授青州防御使，配金符。己丑，从太宗伐金，为征行千户，卒于军。子长山，袭为千户。癸丑，升总管，领新元诸军奥鲁屯田，并保击义军，全都总管。万户，遂于卒。子启而袭，领本万户诸义军马，从都元帅钮灵。攻重庆、卢、叙诸城，数有战功。时忽都叛于临洮、启尔等邑。蒙古、汉军从往讨之。至元2年，从都元帅按敦仪镇铜川。PG 2451年9月，从攻彭西寨，死焉，子狗狗袭。狗狗少从征伐，以壮勇称。8年，从迁省盐中范以兵为重。庆，攻朝阳寨，先登。9年，宋江斩万寿率众袭成都，狗狗邑。蒙古军2000击败之。16年，朝廷录其前后功，赐金虎符，授宣武将军、管军总管，数岁宁。17年，晋明威将军、管军副。万户，义西不削蛮叛，从招讨时要拉海讨平之。行省也速待而。讨都长乌蒙以子朱蛮战于鸭楼关，狗狗最有功。21年，以蒙古军800从征散猫蛮，战于蔡元平、圣水溪，皆败之。必守石寨，越于散猫将，大盘朱蛮义将。24年，迁淮远大将军，魁禄万户，移戍重庆。26年，卒。子安同袭。楚定，安丰蒙城人。复变，是今为镇国上将军，授春府防御使。金王归宋，命守宿州。遂己亥，以州将阿术虏命，便守之。宋兵来攻宿州，城破，便死之。宋人求鼎于镇江府，凡时有4年，会赦免。至元12年，师渡江，鼎从之太平。周梦之进将。行省遣鼎豫宁国府守将孙世贤，下之，承制授鼎。管军总管，至下，加怀远大将军，领兵镇宁国。平建平，南胡。
广德诸道。鼎与全万户被罗台护送徽州招抚使李全南汉因归徽州，欲泉下其城。13年，汉因与李氏达叛，经德、太平两县。复之，鼎与兀呼纳进兵，用徽人镇安之策，按兵而入，兵不血，任而乱定。15年，鼎始受符印。18年，东征日本，鼎虑迁。余人从左丞范文虎渡海，大风忽至，舟坏，鼎胁迫舟板漂流3昼夜，至义山，会文虎船，因得达高丽之荆州和浦海屯驻，散。兵亦飘泛来急，遂领之以归。樊吉，关州人，初为军吏，从参政阿里海牙下鄂、江陵有功，以行省命为都事。宋平，从入朝，改员外郎。从定广西 ，PG 2452。升郎中，从攻崖山，进参议行中书省事，同知湖南宣慰司事。21年，擢迁金湖战城行中书省事。从阿里海牙征交趾，无功而还。24年，复征交趾，进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。13道，进兵，皇子镇南王与右丞陈鹏飞分2道，一入永平，一入女儿关。即与参政乌马儿将舟师入海，与贼周遇安邦口，击之，斩首4000余级，及生擒100余人，获船100余艘，兵仗无算，遂至万劫山，合镇南王兵。12月，进攻交趾，乘日选弃城走赶南。保25年正月，王攻赶南保，破之，日选走入海中。交人皆逆其速而逃，张文虎溃饷不至。2月，天暑，时且尽，于是王命班师，即与乌马儿江州师还，为贼邀遮白藤江。朝下，急周交，贼周大急，始下如雨，力战，自卯至酉，即被创，投水中，贼钩直毒杀之。至顺元年，赠推中宣立孝节功臣，资德大夫，江浙行省右丞，上党郡公，侍中定。张君，济南人也。富山，从军伐宋，以功为100户，而升总罢，战死。军袭100户，从亲王塔察而攻鄂州，面中流矢。中统3年，从真理坦有功，以总帅命升1000户，领兵守资州。至元6年，从左丞董文炳攻宋武河口，转战亳州北，遇其伏兵，军虑众力战，败之。10年，攻连州，夺孙村堡。12年，赐金符，授忠义校尉，移坛1000户。从攻芜湖，夺宋战船，俘40余人。又从丞相阿塔海战有功，加武略将军。14年，赐虎符，加宣武将军。22年，升松江万户。24年，从镇南王征交趾。26年，从北征，擢明威将军，前为清军副都指挥使。30年，世祖亲征乃言，以护从受赏。成宗即位，命屯田和陵，归化备西有法，诸王要慕乎而北征，给降赖之，未尝伐绝，
帝嘉。其能，赐予有加。大德元年，改河陵等处副元帅，立宣慰司同知，升都元帅，加镇国上将军。延佑元年卒，子世忠袭前位。PG 2453。清军副都指挥使。姓居日。姓居日，亳人也，姓段氏。其先世为大理国王，后累为权。陈高氏所废。岁癸丑，当宪宗朝，世祖奉命南征，诛其陈高降。以段兴至主国事。乙卯，兴至与其继父姓居服入境，诏赐金服，使归国。丙辰，献地图，请西平诸部，并调奏治民立赋之法。宪宗大喜，赐兴至名摩诃罗矬，命西主诸蛮白窜等部，以姓居服领其军。兴至遂委国任其弟姓居日，自与姓居服律伯，窜军2万为前锋，导大将兀良和台讨平诸郡之未附者，工匠交趾。入朝，兴至在道上卒。中统2年，姓居日入境，世祖复赐虎符。诏领大理、善产、威楚、统师、会川、建昌、腾越等城，自各万户以下皆受其节制。至元元年，设立卫节威楚、统师、善产及37部诸窜，各杀守将以叛，善产屯守关不能御，遣使告。即姓居日率众进讨，大败之于威楚保满邑。复遣被罗攻贼于统师城，又大破之，遂定统师。其秋，设立卫又以众10万谋攻。大理、赵都元帅也先与姓居日讨之。师至安宁，欲设立卫，即破走之，遂复善产，降威楚，定新兴，进攻10城，肥逆，皆下之，窜不平。3年，姓居日入境，陆公赐金银、衣服、安乐、兵器。11年，赛典敕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，更定诸路名号，以姓居日为大理总管。未几，设立卫副判，姓居日遣使买等贵为商旅，直至往见，挺矛撞杀之，及其党一人，枭首于市。行沈以文，复赐金一锭及金之文衣。于是至郡县，属守令、刑副议、施政化、与中州等。13年，缅国拥象骑数万，略经尺南。殿欲袭大理，行省遣姓居日与万户忽都领其兵1000人御之，姓居日以攻受大理蒙化等处宣抚使。18年，姓居日与其子阿庆复入境，帝加其中勤，进大理、威楚、金池等处宣慰使、都元帅。留阿庆素为东宫。及毕辞，复拜为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。PG 2454。19年，赵同右承拜达而迎云南征缅之师，行至金池，以急促。姓居日至大理，凡23年。子阿庆袭爵，累授镇国上将军、大理、金池等处宣慰使都元帅，佩金虎符。王习剌。王习剌，保定人，出仕世祖，以其有勇略，遂赐名习剌拔都。从公调于山及阿里不哥，累公赐金符，授5位亲军千户。
中统3年，从真理坦于济南，吕捷。4年春，元帅阿术驻滨河南，遣袭剌江蒙古，汉军复立宿州。至元6年，赐虎符，升海州万户。引兵攻延陵山寨，多所俘获。10年，授东川行枢密院统签。15年，征魁府有功。16年，喜镇万州，卒于军。子2，曰弘，曰宁。弘先配金符，为左卫千户，及枢密院。拟宁袭武职，宁让其兄聚集，于是授聚集中卫都指挥使，配副虎符，而以宁代弘为千户，配金符。宁从阿剌台、憨和孙北征，追击脱脱木儿之军于阿那突阿之地，失还，又从别集里迷失等击贼，外剌，斩首100余级。复从呼鲁呼孙北征有功，升右卫清军总管，后改前卫都指挥使司佥事。子处攻袭弘直，是制侍御史。赵宏伟。赵宏伟，字子英，甘陵人，后徙颍川。至元13年，国兵攻宋，宏伟以书叶元帅宋都辟于军中，其之，彼以兵略的临江。至吉州，宋主将管仲节、陆分邹超西众出战，宏伟败之，追备20余里，薄其城，是以祸福。知州周天济以臣将，宋都辟家。宏伟有功，赏银30两，属为吉州参佐官。及民有为乱者，宏伟设伏桥下，以火攻之，贼战退走，伏发，众柔见己尽，乘胜捣其巢穴，余党西出拒战，宏伟炫兵袭其背，斩其渠魁。益州、遂安。宋襄禁军总管王昌、勇敢军总管张云又兴复武营军为乱。事决，昌就擒，宏伟夜袭云，斩首以献，俘其党500人。宋都 PG 2455。譬欲尽诛之，宏伟曰：此属挂物，非得已也。今夕救诛，何以安反侧？众的免死，以功授太和县尹。宋襄闻天降属其疆，罗开礼、叶良辰及众谋复及干、临江，宏伟斩良辰，俘开礼，弑其余众。15年，以功赐金符，迁瓜州河度提举。17年，改衡州路总管府治中。群盗出没其境，宏伟继其地，兴屯田，民计足食，盗亦为农，郡遂宁密。大德5年，用忠臣董事恒建，起迁浙西道肃镇廉访司事。镇江汉，捐民租9万余石，立位非语。复征于民，民魔所出。行台令宏伟何时，促捐之。大封海邑、润、长、江阴等州卢舍，多当煤，民乏食。宏伟将发领以赈，有司以为德报为辞。宏伟曰：民旦目击，善发有罪，我先作。遂发之，全活者10余。万，迁江南行台都事。11年，江南大饥，宏伟请以赃罚前镇之，民赖以生。至大2年，诏为内台都事。仁宗在东宫时，闻其名，欲之甚厚，常以自呼之。
即初为浙东联访副使，必辞之。日，仁宗出必帛，彼则所欲者即赐之。弘伟至浙东，闻郡人许迁得朱熹道学之传，言至为师，于是人之项目。未几，着江南，行台治书侍御史。皇庆2年，致仕。延佑3年，复起为福建道肃镇联访使。未几，以及辞。太定3年卒，年44，赠嘉义大夫、礼部尚书、上卿车都尉，追封天水郡侯，是真县。子司公追封天水郡侯。司敬以处士真为教授。诏敛别。有传。PG 2456。列传第54。张立道。张立道，字显卿，其先陈留人，后喜大名。父善，登京进。土地。遂人臣，国兵下河南，善以侧干太帝拖雷，命为避蛇赤。立道年17，以赴任备宿尉。世祖即位，立道从北征，未常去。左右。至元4年，命立道使西夏，给所部君处，以干名称。皇子呼歌敕封云南王，往镇其地，诏以立道为王府文学。立道劝。王务农以后民，即属立道大理等处劝农官，兼领屯田事，配营。服。寻与侍郎宁端府使安南，定岁贡之礼。云南37部都元。率保和丁专治岁酒，有窃据之志，即呼歌敕来为王，设宴制毒。酒中，且录王相府官无谢其事。立道闻之，驱入见，守门者惧之。立道怒与争。王闻其声，使人召立道，乃得入，为王言之。王引其手，使探口中，肉已腐矣。是系，王薨。保和丁遂俱亡。作，使人讽王妃所亡印。立道前结议事，得13人，约共讨贼。次必写和金谢引之，推一人走京师告变。是颇漏，保和丁乃求。立道，将杀之。人将提举张忠者，燕人也，于立道为族兄，节。壮士夜劫珠玉，出之，共王至吐蕃界，玉帝所遣御史大夫伯罗欢，王父别瞻与告变人俱来。二人者遂与立道俱还，按保和丁。及王府官常受禄者，皆伏诛。有旨召立道等入朝，问王薨实状。帝闻立道言，泣数行下，虚息久之，曰：汝等为我家事甚劳。苦，今欲是朕乎？是太子乎？是安西王乎？为庄义所向。立道等奏愿刘氏陛下，于是赐立道金50两，以经其中。张忠等亦皆受官有差。PG 2457。8年，副使安南，宣建国号召。立道并黑水，跨云南矣。至齐国，岁贡之礼遂定。10年3月，领大司农事，中书以立道。熟于云南，奏授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，配金服。其地有昆明池，界壁基，金马之间，环500余里，下辽暴至，必冒城郭。立道求泉源所自出，一丁夫2000人治之，泄其水，
的坏的万余顷，皆为良田。篡伯之人虽知蚕桑，而未得其法，力道使教之祀养，收利10倍于旧。云南之人尤是亦复数。罗罗诸山蛮木之，乡律来降，收其地西为郡县。15年，除中庆路总管，配虎符。先是云南谓之尊孔子，祀王亦少为先师。历道首建孔子庙，治学舍，劝世人子弟以学，则属世之贤者，引以为弟子师。遂时律诸生行事蔡礼，人习礼让，风俗稍变矣。行省平章赛典敕表，言于朝，有止进官以褒之。17年，入朝，力请于帝以云南王子也先贴木而袭王爵，帝从之。遂命历道为临安广西道宣抚使，监管军招讨使，人配虎符、璧辞，赐以公使、衣服、鞍马。使赴任，会合尼禄大守，领毕思反，煽动诸蛮夷，即发兵讨之，拔其城邑，鼓行而前。训金尺殿70城，越麻殿、底可仆，皆下之。有一以训相，今奉义务者，西县诸朝。22年，又集两江农士贵，曾从议。李维平所部户25万有其，以其籍归有司。迁临安广西道军，明宣抚使。复创庙学于建水路，书清白之训于公廨，以警贪墨。风化大行。入朝，执权臣用事，遂退居散地。条成12册，皆窃当之物，帝加纳焉。27年，北京的县人民震惊，命历道为本路总管。魏行安南世子陈日俊遣其臣严仲为、陈子良等议京师告袭爵。先是，其国主陈日选类诏不至，权遣其族父遗爱入贡，朝廷因封为安南王。遗爱还，日选因害之，遣使问罪，日选据使者不受命，遂遣将讨之，失利而还。帝怒，欲再发兵，丞相完责。PG 2458。平章不呼木言，蛮夷小邦，不足以劳中国。张历道常在石安，南有功，今复使往，宜无不奉命。帝召至相殿，谕之曰：小国不公，今遣汝往御正义，宜尽乃心。历道对曰：君父之命，虽倒水火不敢辞，臣愚恐不足专任，岂重臣一人与据？臣为之父。帝曰：卿正复新臣，使一人居卿上，必拜卿谋。遂授礼部尚书，配3株虎符，赐1段、金鞍，公使以行。至安南界，谓交老者曰：与尔世子，当出郭营诏。日俊乃虑。其属焚香服业道左。祭底府，日俊拜跪，听诏如礼。历道传。上命恕其罪，为书晓之。日俊曰：彼3是汝公使，公大国之亲，小国之师也，何以教我？历道曰：袭镇南王奉辞至。讨，汝非能胜之也，尤其不用向导，虑众深入，不见一人，迟疑而还，曾未出险，风雨骤至，公使尽坏，众不战而自溃，天子亦既知之。
汝所视者，山海之险，瘴疠之恶耳。且云南羽岭南之人，习俗同，祭历等，今发而用之，既以北方之劲促，汝复能抗哉？汝战不利，不过遁入海中，岛夷诚信，必来寇超汝。汝时少不能之，必为彼躯，汝为其臣，孰若为天子臣乎？今海上诸夷，遂共于汝者，亦为我大国之尔与也。圣天子有德于汝，甚厚。前年之师，殊非上意，边疆谗汝耳。汝曾不悟，不能遣。一介之使，谢罪请命，则称兵抗拒，逐我使人，以怒我大国之师。今或且至矣，为世子继之。日郡败，且泣涕而言曰：公之言良是也，唯我记者，皆不知出此。前日之战，就死而已。宁不知惧？天子使公来，必能活我。北面再败，誓死不敢忘。天子之德，遂迎力道入，出其保为会，力道亦无所受。但要日郡入朝，日郡曰：贪生未死，人之常情，臣有诏待以不死。臣将贺辞，乃先遣其臣阮待之、何为言等随力道上表谢罪。休遂共之礼如初，且言所以愿朝之意。廷臣有害其功者，以为必先朝而后赦。日郡惧，卒不敢至，议者袭之。PG 2459。28年，遣力道奉使按行两浙，寻以为四川南道宣慰使，迁陕西汉中道肃镇廉访使。30年，皇曾孙嵩山封梁王，出镇云南。大德2年，廷议求旧臣可为梁王辅行者，力道遂以陕西行台市御史拜云南行省参政。世事其月，卒于官。力道凡3使安南，观云南最久，颇得土人之心，为之立辞。于善承袭。力道所着诗文有《孝古集》《评蜀总论》《安南录》《云南风土记》《六朝通说》若干卷。子元，云南行省左右司郎中。张廷珍廷瑞。张廷珍，字国宝，临黄泉州人，父籍今商州南仓市。遂人臣及其民数千来将，太宗命兼却北京等路复刻，而改北京。都转运使，应加北京。遂辛亥，宪宗即位，以廷珍为弼蛇赤。高丽不请命，善喜居海中江华岛，遣廷珍往问之。其王言：臣事本朝未尝不谨，而大军遂入侵略，避而走险，不得已也。且录廷珍金银数千两，廷珍却之而归，以状文。帝为禁戍兵，无擅入其地，高丽以安。帝伐宋，至郎州，授安抚使。世祖即位，自江北伐，以廷珍熟知西京入漠南路，遣力杀景诸义，兼给粮运，而授同迁吐蕃经略使。至元6年，安南入贡不时，以廷珍为朝列大夫。安南国达鲁花赤，配金服，有土蕃、大理诸蛮至于安南。世子光秉立受诏，廷珍则之曰：皇帝不欲以汝土地为郡县，而听汝称藩，遣使谕旨，
得志后也。王有与宋为唇齿，妄自尊大。今100万之师为襄阳，拔在旦夕。席卷渡江，则宋亡矣。王将何事？且云南之兵不2月可至汝境。复汝宗嗣有不难者，其审谋之。光秉惶恐，下拜受诏，继而与廷真曰：圣天子怜我，而使者来多无礼，汝观朝列，我望也。相与抗礼，古有之乎？廷真曰：有之。王人虽为序于诸侯之上。光秉曰：汝过益州，见云南王拜否？廷真 PG 2460曰：云南王，天子之子，汝蛮夷小邦，特驾以王号，岂得比？云南王，况天子命我为安南之长，位居汝上耶？光秉曰：既称大国，何所无西向？廷真曰：贡献方物，藩臣职也。光秉无以对，亦惭愤，使卫兵漏刃还吏，以恐廷真。廷真解所，佩弓刀，袒卧室中曰：听汝何为？光秉及群下皆服。明年，遣使随廷真入贡。廷真见帝，以所对光秉之言闻，帝大悦，命复翰林丞指王盘记之，授襄阳行省郎中。与阿里海牙从戍其抵襄阳南门，呼宋江。吕文焕语曰：我师所攻，无不取者，汝孤城路绝，外无一兵支援，而欲以死守求空名，如何郡之人何？汝宜早图之。文焕帐前将田士英、曹彪执其总管武荣来将，文焕一孤，明日遣黑羊都统来议纳款。将遣之还报，廷真曰：彼来，或以计参我，未能避其果将。此人屡试负心，不如留之，以伐其谋。元帅阿术然之，乃留不遣。又明日，文焕举臣将，以攻阡中。顺大夫姚寿之归德府行枢密院经历。诸军南渡，复为行省郎中，授金虎符，襄阳总管，兼府尹，改尹，复2州达鲁花赤。宋平迁平江路达鲁花赤，改同知浙东宣慰使司事。魏行拜大司农卿，连居清幽，起复南京路总管，兼开封府尹。开封有控贺军士10余人，令大宅俱居，纵横皆没。廷真始至，察其弊，为盗及不知的宝丸、器服、子女满室，穷所其党，俱杀之。民以为神。何觉、冠太康飘逆千里，廷真扩商人于子传及父。穆为伐，载糗粮四出救之，全活甚众。水入善利门，廷真清都。夫运新土旱之，不能止，乃颓城为堰。水既退，即发民增外防。130里，人免水忧。促于官。廷真性轻慎，丞相伯言常与人曰：诸将渡江，无不荒滩。唯我与国宝始终自守。闻者以为之言。帝廷瑞 PG 2461。廷瑞字天表，又以功业自诩，兵法、地质、心力，博士无不推究，以素卫从宪宗法属为先锋。中统2年，
授元帅府参议。刘树亲居。诸军攻开州、达州，廷端将兵筑城虎啸山、二州。陆宋江下跪以师数万为之，城当炮揭穿，筑栅守之，炸坏。乃依大数张牛马皮以拒炮。贵以城中人引于涧，外绝其水。廷瑞取人畜搜废煮之，泄土中以泄臭，人日饮数盒，唇皆疮裂。坚守逾越，援兵不敢进。廷瑞渡宋兵稍懈，三分其兵，夜劫贵营，宋兵惊溃，杀都统栾俊、雍贵、胡世雄等5人，斩1000余级。廷瑞亦被伤数处。以功授奉议大夫，知高唐州，改蒲州营，迁陕西四川道按察副使。政过于猛，上官服变，现以罪，徙四川。屯田经略副使。东西川行枢密院发兵为重庆，朝廷知廷瑞练习军事，换成都总管，配虎符，州及兵仗粮储皆以一半。蜀平升诸蛮夷部宣慰使，甚得蛮夷心。刁门羌与妇人老。又入室，真假杀人，刁门于通司及其人。羌求怒，断神桥谋入截之。于通司来告急，左丞汪为正问计。廷瑞曰：羌俗报汉，以斗杀为勇。今如封毒一人，而即以门墙之寇待之，不可。以遣使往欲祸福，彼物当自回矣。为正曰：使者无过于君，遂从数骑抵羌界。羌陈兵以待，廷瑞近前与之曰：杀人常死，羌与中国之法同，有司及诸人，欲以为鉴正耳。汝及4、5里，如行省闻于朝，召进郡兵，空汝朝学矣。其求常弃羌弩罗拜曰：我近者身列羊皮剥之，是肉之纹理何如？则击其诏曰：有白马将军来，可不劳兵而罢，今攻马果。白敢不从命？乃论杀人者，于禁纵遣之。遂语曰：自今交是者，以刁门为界，无相出入。官买黍茶，增驾驭于羌，人矣。为缓。廷瑞更变引法，使每引纳2名，而复文劝与民，听其字。是于羌、黍辨之。先时运粮由阳山溯江，往往复县。廷瑞使力屯田，人的免患。都长蛮叛，蛮善非羌，连松之为牌字。PG 2462。毕行省命廷瑞讨之。廷瑞所设使出其牌半干，蛮惊曰：何物公使如此之力？即请服。为斩其囚得兰友等10余人，而招付其余民。授叙州等处蛮夷部宣抚使，改潭州路总管。石湖广省城方。褒名为公，廷瑞之不可拒，乃辞归关中。3年，司成都，遂从。汉中分家奴往居焉，以急促。廷瑞出屯轻居，其土多橘，食中州间的蜀药，其价倍长。廷瑞克咸醋，日入橘皮若干升处之，人莫小也。古人有丧其资，不能归者，仍给橘皮一时，的钱以计，莫不感之。家又爱妾。
一日见老人与之语，乃其父也，妾以告廷瑞。赵氏之，其貌甚。4. 问欲得汝女归耶？其人以为姓氏左右，非敢求与归。廷瑞曰：汝女居无家，不过群婢，归嫁则良人矣。进取廉。庄叔劝孩之，时人以为难。张惠。张惠，字廷节，成都兴凡人，宋尚书右仆射商殷之一孙也。其先徙居清河，后徙蜀。遂丙申，会年14，兵入蜀，被俘至。航海。居数年，尽通诸国语，丞相蒙素爱而见之，入仕世祖。藩邸。以晋名称，赐名兀鲁忽讷特。世祖即位，授燕京宣慰赋。使。为政宽简，奏免分数钱，罢销检局。俄迁侍中。至元元年。冬，拜参知政事，行省山东。以营熟服裘200余家为名，其部能归者，始为僧，见寺居之。李坦之乱，山东民被军事掳掠者甚众，会至，大扩军中，悉纵之。又奏选良吏，去冗官，以苏明末。迁至国用司副使。会改制国用司为尚书省，拜参知政事。迁中书左丞，进右丞。伯颜率师伐宋，12年夏，赵惠主其溃。想凡江淮前谷皆领之。13年春，宋将，伯颜命会与参知政事阿剌罕等入城，按乐府库版籍，收其太庙及景陵宫里乐器物。策宝，交天仪仗。及江南民为工匠凡30万户，会选有异业者。PG 2463。仅10余万户，于西奏还为名。伯颜以宋主北还，比会居首。会不待命，折起府库封要，伯颜以闻，召左丞相阿术，平章政事。阿塔海节之，征还京师。20年，拜荣禄大夫，平章政事，行省扬州。22年，入朝，复命以平章政事行省杭州。至无锡。卒，年62。会所至有能生，及老，颇以省府取讥。子尊会。刘好礼。刘好礼，字敬之，汴梁降服人。父仲泽，今大理平氏，姚。授同知许州，喜家保定之丸州。好礼又有志，知读书，通国言。宪宗时连访府辟为参议。遂乙卯，改永兴府达鲁花赤。至元元年，以事宜联西议见召见，言举人才术士，称旨。5年，应诏。谏言，凡有司奏请，宜先启皇太子，彼得越习数正，以为赦。既生民之福。陕西重地，宜封皇子诸王以正之。创筑都城夷，给之以示明地。选阁不宜以中统3年为限，后世者不录。帝视其言，敕中书施行。7年，迁议兰州等5部段事官，以比古知都护，至益兰。其地距京师9000余里，民俗不知陶冶，水无。周行。好礼请工匠于朝，以教其民，迄今称辩。或言却言久可。
以左经费。好礼曰：朝廷设官要荒，勿以随远，宁欲夺其利？耶，言者惭服。10年，北方诸王叛，执好礼军中，己死，其大将以好礼善应对，视之。16年春，叛王召好礼至欠州曰：皇帝疑我，至有今日。好礼曰：不疑。果疑王，召王至京师，肯还之。耶，17年春，好礼率众走别部，守鄂以待兵至，欲叛王军，破好礼西于雪娥岭。好礼自渡，于是则无望其骸，遂以衣俘虏。叛王迁护，使霍东出铁壁山口，兼道南走数日，从者既至且迁人，中道粮绝，捕猎以为食。7月，至莒海，使与数兵接的，乘船至昌州，入见，帝赐之时与超。18年，授嘉义大夫，礼州路总管。19年，入为刑部尚书，俄改礼部，又改吏部。好。PG 2464。李建言中书，相立罪具，上往还2都，臣于相驾，万一有变，从者虽多，力何能及？未己，相经，己伤从者。21年，初为北京路总管，再入为户部尚书。25年6月，卒，年6。12，子正为河西陇右道肃镇廉访使。王国昌，胶州高密人，初为胶州千户，中统元年入境。世祖察其能，迁左武卫亲军千户，配金服，诏问军旅之事。国昌奏对甚悉，帝加之，赐白金锦袍。至元5年，仍有上书言：高丽境内黑山海盗至宋境为境，帝命国昌往视之。泛海千余里，风涛汹涌，从者恐，劝还。国昌神色自若，徐曰：奉天子威，命未必事而拒反，可乎？遂至黑山乃还，帝言见未劳。而东夷皆内属，为日本不受正朔，帝之随时曾与中国通，遣使谕以威德，令国昌率兵护送，到今高丽。时高丽有叛臣拒征岛城，帝因命国昌与经略使应突、史书等攻拔之。8年，复遣使入日本，乃命国昌屯于高丽之义安郡以为援。冬10月，卒于军。子通嗣。通出袭爵为左卫亲军千户。12年，从诸军伐宋，渡江，镇鄂州。时潭州不下，兵薄其城，通以所将千人破其诈，宋兵遁去。通纵兵追击，杀获甚众，以攻进武节将军。从攻晋江，下之。14年，改侍卫亲军千户。明年，通上书，言今南方已定，而北垂未安，请屯田于河陵，律所部自效，帝未劳遣之。从破敌兵于金山，俘获牲口及马羊牛驼不可胜计，尽显武将军。赐金虎符，升迁左卫亲军都指挥使。从讨叛王乃言，迁赴都指挥使。明年，屯田瓜，杀诸州，进阶名威将军。武宗即位，命总京城卫兵。
枢密院复奏通摄左丞，领诸卫屯田兵，巡迁屯储，为清军都指挥使，镇海口，以急促。PG 2465。子彦初部花，袭武德将军，左卫清军副都指挥使。姜玉，姜玉，字文清，莱州莱阳人也。复春，避乱往依济南张荣，因家焉。欲又引物好学，荣守济南，辟为院，升左右司之事，巡迁郎中，进参议官。中统2年，欲与荣孙弘入朝，因言议都。李坦反状已漏，宜先其未发制之，未报。明年春，坦过反。10. 诸郡不为兵备，坦即袭据济南，欲弃家从容，召集散亡。迎诸王哈必斥进兵讨之。秋7月，捕得牲口，言城中粮尽事卒，欲乃婚夜请见王曰：闻王必辞时，面受诏曰：发兵诛坦耳。无疾无辜。今旦夕城且破，王以早谕诸将分守城门，勿令纵兵，不然城中无教类矣。王曰：汝言城破，解阴阳耶？欲曰：以人事知之，若待城破言于王，晚矣。王午，明日，贼众开门出将，王下令诸军敢入城者论以军法，坦就秦城。中暗堵如故，欲以公授大都督府参议，改之滨州，实行营军事，多占民田为目的，纵牛马坏民和驾桑枣，欲言于中书，遣官分划江畔，补其强华不法者治之法，乃克民众丧，遂于新丧变也，人民为太守丧。即迁东平府判官，民遮请留，马为之不行。至元5年，诏拜至书侍御史，初为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使，赐金虎符，改信州路总管。后累迁陕西汉中、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使，拜行台御史中丞。后以老病归济南，巡着雁南河北道提刑按察使。30年2月，以疾卒，年76。字狄吉，张楚。张楚，字可用，其先渤海人，今末曾祖称喜宴之通州。祖伯达，从呼都呼纳言略的宴，即今守蒲察期经已成将。呼都呼陈志以伯达为通州节度判官，遂知通州。复犯，为真定劝。农官，因家焉。楚业如、秉承岁，平章连溪县见于世祖前邸。时真定为诸王阿里不哥分地，阿里不哥以楚部复己，贤之，遣。PG 2466。使言于世祖曰：张楚，我分地中人，当以归我。世祖命使者复曰：兄弟至亲，宁有彼此之间？且我方有事于宋，如楚者，时所以任，待天下平定，当遣海也。即位，从世祖伐宋。凡征发军旅文习，悉出其手。中统元年，立中书省，以处权佐。右司事，寻出为张德禄居阙官，复入为3部员外郎，赐金符。为平阳路同知转运使，改知献州，同知东平府事，又改知威州。有妇人乘驴过世者，
投下官按敕之奴尹明低射妇人坠地，奴逆。按敕家。楚将以其事闻，按敕惧，乃出其奴，论儒法。至元时4年，立诸道提刑按察司，以楚为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副使。配金服。宣慰使师李贪暴，掠良民为奴，楚何处之？遂安县民。聚众复险为乱，命楚与同知浙西道宣慰使刘宣领兵捕之。宣急，欲进兵，楚曰：江南兴复，首吏或失福字，以遣人招谕，以权众命。宣不可，楚曰：欲之不来，加诛未晚。遂遣人。欲之，逆党果自负请罪，楚视之，宣乃叹服。迁岭南广西道提刑按察使。广西宣慰使也李托强夺民财，楚按其罪。迁领北湖。南道提刑按察副使，授滨州路总管，不复，拜国子祭酒，寻出。为安丰路总管。31年，卒于官，年63。赠昭文馆大学士，正奉大夫，封清河郡公，谥文敏。子叔，魏徽路推官。吕彦。吕彦字伯冲，河内人。妻世祖公婿，与宋丞相公者为从。昆弟。祖庭，经莫避乱，去乡里。父幼，归附，出立兵籍，转徙北郡，复至关中，加焉。连西县宣抚京兆，聘许衡教授生徒。晏从衡学。衡为国子祭酒，举晏为伴读，辅臣教养，晏之功为多。至元13年，擢陕西道按察司之事。未行，会宋将者言乡。汉兴复，民秦未安，有吕子开者，相为襄阳制置司参谋官，今退居鄂，其人悉知宋氏，宜征用之，朝廷亦遣使而难其人。或言子开旧名伪，今乱入宋，更名文卫，字子开，于晏为从叔父。PG 2467。以遣晏行。时江淮兵犹未及，晏闻之，慨然请行。子开即入境。承安府乡，汉便宜，诏以子开为翰林直学士，辞不就。14年，授燕四川行枢密院都事。时宋制置使张觉守重庆，安抚使王立守河州，诏书府分兵取之。李德辉行西院事于成都，获利征卒。张合等数人将杀之，晏曰：彼不及将者，以袭常抗命，臣将惧诛耳。今疑是何等，彼归欲立。未几，立果遣何等击蜡。书至成都，德辉请与东院同受降。后其不至，德辉诚致受立人。为安抚使，知河州，开仓正民，尽及剽掠。而卢、叙、重庆、播、夔、万等郡闻之，相继送款。8. 前明感宴与德辉之会，并辞视之。东院耻其无功，诬德辉越境邀功，谢立于长安狱，将诛之。晏氏以事至京师，言于许衡。衡白留守贺人节，遂奏。是立，赐金胡服，人就官。晏亦以平定四川公，诏赐金之衣、弓刀、安乐、白金、
升奉训大夫、四川行省左右司郎中。19年，调同知顺庆路总管服侍，以及辞。20年，征为国子司业，以为中丧辞。30年，改华州知州，劝农兴学，具有成效，即代明真留之。大德中、河东、关陇地震，月余不止，谚语及闲学士萧邹。各设问答数千言，以究其理，且遗书庙堂，成救灾米患之道。仁宗即位，诏拜翰林侍读学士。时方一行科举，验曰：今明行修，直而少华，非为士有实学，国家当得真才，以登治平。为己致仕。延佑元年，遣使给诣送还关中。12月，以疾卒，年78。赠陕西行省参知政事，追封东平郡公，谥文穆。子3人，杲、果、真，皆显士。孙鲁，济宁路总管。谭资荣。谭资荣，字茂清，德兴怀来人。敦厚寡言，颇知读书，是今为县令。岁己卯，和硕归版图，资荣律众款赋，主帅忍文旗。明即日以金符授元帅左都监，为县令如故。后从征，以功赐。PG 2468。金虎符，升行元帅府事，复以其弟资用代充元帅左监军。遂人。臣资荣从公变良有功，继而举资用自代，退而耕田读书，以为一老纪，10年40。子2人，曰臣，曰山父。臣好读书，又习国语，为监县，多善政。世祖在前邸时，臣入见，世祖加其容止安详，留居藩府，称其官而不明，以其弟山父代为县。遣尔臣出使，必以臣协。中统元年，致书褒美，以为怀梦路总管。明年，入境，赐金符。4年，议虎符。居官。宋至立爵，教民立田务本。立张德同知，迁河南路总管。兼府尹。明年，奔父丧。中书不听其中志，奏起复立职。后立司农少卿，迁陕西四川提刑按察使。余年，西南夷罗司内附。帝以陈文武兼资，可使政府兴国，以为副都元帅，同知宣慰使。司事。至其境，谕之曰：黄元一视同仁，不见远近，特治大帅，安及昭怀，以汉外侮，非力征求于汝也。夷人大悦。寻。以疾卒。子克修，是豫宗于东宫，初为江南湖北、河北、河南、陕西汉中3道提刑按察使。孙南3人，曰忠，曰直，曰文。王运。王运，字仲谋，魏州集县人。曾祖金。祖玉，世经，官敦。武校尉。傅天铎，经政大出，以律学中首选，是治户部主事。运有才干，操履端方，好学善属文，与东鲁王伯文、渤海王绪齐名。始天则将兵攻宋，过魏，一见皆以兵礼。中统元年，左丞姚书宣抚东平，辟为降邑官。
时审不出谏，令诸路各上如例。知能理财者一人，运以选制京师，上书论时政，与渤海州政并，擢为中书省详定官。2年春，转翰林修撰，同知至告，兼国史院编修官，巡兼中书省左右司都事。治前古，擢才能，议典礼，考制度，咸究所长，同僚服之。至元5年，建御史台，首拜监察御史，知无不言，论列繁。PG 2469， 150余章。时都水流整交节权势，任用颇专，县末官粮40余万石，运河之，报其监吏，权贵侧目。又言整兼修太庙，毕公特转关西赏，经才数年，梁柱摧朽，事社不敬，宜论如法，整尽以忧促。至满，陈天佑、雷英交见于朝。9年，授陈直郎、平阳路总管府判官。初，降知太平县民有陈氏者杀其兄，刑戮缓狱，慢饮歹戏者300余人，至5年不绝。朝廷委运居之，宜训及的其实，乃尽处所歹戏者。时降久旱，一系大雨。13年，奉命侍如人于河南。14年，除翰林呆滞，拜朝列大夫，河南北道提刑按察副使，巡改制诸道治下，迁燕南河北道。按部诸郡，赃吏多所罢黜。18年，拜忠义大夫，行御史台制。书侍御史，不复。裕宗在东宫，运进，承华士略，其目曰广孝、立爱、端本、进学、择术、谨习、听政、达聪、辅君、崇儒、清贤、去邪、纳贿、己谏、从谏、推恩、上谏、介义、知贤、审官，凡20篇。裕宗览之，至汉成帝不绝迟道，唐肃宗改服将杀为诛。民服，心甚喜，曰：我若遇事礼，亦当如是。又置行制止。其太子时邪蒿，故事臣曰：一菜之名，俱能胁人耶？詹事。臣张九思从旁对曰：正臣防为，礼固当然。太子善其说，赐酒未遇之，令诸皇孙传官，称其书弘毅居多。19年春，改山东西道提刑按察副使，在官1年，以及还位。22年春，以左司郎中诏。时右丞卢世荣以聚敛禁用，屡去之不复。或问其故，运曰：利小人大，包重利己，未闻能全者。远之上恐见美，况可近乎？继而果败，众服其实。26年，授少中大夫，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，处官吏贪污不法者凡数10人，察系求之冤治者，决而遣之，借数兵无的狱。民家而创营屋以居之。每位为治之本在于的人，乃进言于朝，曰：福建所辖郡县50余，连山据海，实为边角重地。而民 PG 2470。秦轻轨由平定以来，官吏贪残，故山寇往往效聚，于民因而已。复剽掠村落，官兵制讨，复柔谏之甚，非朝廷一视同仁之意。
也。今虽不能一一责任首令，而行省官僚如平章、左丞尚缺，宜特选亲望速者，简在地心，文足以辅随离数，武足以折冲外。武者，使政尽之，庶几治安可期矣。时行省讨拒贼中明亮无功，运赋条陈列厉害曰：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，黄华一变，时去四五。今巨贼猖獗，又酷于华，其可以寻常草窃视之。况其地有西山之险，东急西走，出没难测，招之不将，攻之不克。以选精兵，声名号令，专命众臣节制，以计讨之，使彼势穷力。节，庶可取也。28年，诏至京师。29年春，建帝于柳林行宫，遂上万言书，及陈时政，授翰林学士，加议大夫。陈宗即位，献守陈书谏15篇，所论西本诸经旨。元贞元年，加通义大夫，知制告同修国史，奉旨纂修世祖实录，英集圣训6卷上之。大德元年，晋中奉大夫。2年，赐超万贯。起致仕，不许。5年，在上章求退，遂授其子公如为魏州推官，以便养。仍官其孙感秘书郎。大德8年6月卒，赠翰林学士陈旨，资善大夫，追封太原郡公，谥文定。其著述有《相见》50卷及《郡志》15卷，《成华事略》、《中唐事记》、《乌台笔补》、《玉唐家话》，并杂着诗文，合为100卷。PG 2471。列传第55。陈佑天祥。陈佑，艺名天佑，字庆甫，赵州宁晋人，是业农。祖宗博究经史，乡党皆尊而师之，季末门人谥曰茂行先生。幼少好学，家贫，母张氏常简发一书使读之，常遂博通经史。时诸王德自辟官署，遂癸丑，穆王府属又为其府尚书，赐其父母银石挺、锦衣一袭。王继分土于陕、洛，表又为河南府总管。夏车之日，守礼经记名士李国维、杨镐、李维、薛玄咨访治道，商议古今，奏免征西军数百家及交逐诸税、粮料等钱，又上变民20余世，朝廷皆从之。世祖即位，分陕、洛为河南西路。中统元年，征除右为总管。时州县官以位给俸，多贪暴，又独以亲圣见称，在官8年，如始置之日。至元2年，调官法刑，改南京路治中。是东方大黄、徐批尤甚，则补至极，又不明。丁数万人至其地，谓左右曰：补黄虑其商价也，今黄虽盛，而谷已熟，不如令早易之，数力小而有德，或以事设专擅。不可。又曰：救民获罪，亦所甘心。即欲之使散去，两州知民皆赖焉。3年，朝廷以右将官无名，乃赐虎符，授嘉义大夫，为徽禄总管。为当四方之冲，号为南治，
又申明法令，创立孔子庙，修比干墓，且请于朝者于4典，即去官，名为立碑。宋德常尚书世祖言述太平之本有3，一曰太子国本，建立遗造；二曰中书正本，则成遗专；三曰人才治本，选举遗审。事虽未能进行，时论称之。6年，置提刑按察司，首以右为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。PG 2472。时中书、尚书2省并立，世祖厌其烦，欲合为一及大臣杂议之，又还朝，特命谕其议。阿合马为尚书平章政事，欲奏申中。书右丞相安同为太师，因罢中书省，具又有异议，许敬又为上书参知政事以惮之。即入议，又即言中书正本，祖宗所立，不可罢。3公古官，今徒存其虚位，未虚设。是遂罢。阿合马怒，其5季，除右迁中兴等录行尚书省事。西梁立永昌王府，其达鲁花赤及总管为人污垢，加各100余口。王欲西治之法，又立辩其冤。王怒甚，又执意迷故，王亦寻物，2人皆获免，持又弃。曰：公在生父母也。朝廷大举伐宋，遣又迁军，山东民多逃匿，闻又来，皆曰：臣按察来，必无私。遂皆出，应其而办。13年，授南京总管，兼开封府尹。历多政策失措，又因谓曰：何必若是？前为道直，今为颜子，吾以颜子代之；前为颜子，今为道直，吾以道直代之。由是立之羞耻，不敢弄法。许蔡间有据道，聚众劫掠，又捕之急，逃入宋境。宋亡，随至下跪过便，又斥下马，窝杀之于市，民间铁然。14年，迁浙东道宣慰使。时江南出附，军士俘虏温台民男女数千口，又悉夺还之。魏己行省却民商9税，又请曰：兵火之余，伤残之民，宜从宽恤，不报。遣又减赋庆元、台州民田，即还至新昌，直遇山乡道，仓促不及违背，遂遇害，年56。诏赠推中秉一权。节功臣，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左丞，追封河南郡公，侍中定府。老请留葬会稽，不得，乃立祠祀之。又能诗文，有节其疾。子奎，韶碑屯田万户，出在扬州，闻又遇到死，弃请于行省，愿复仇，擒其贼魁，录于绍兴市。高，昌国州知州，是宜司通事舍人。孙思鲁，袭韶碑屯田万户。司迁，湖广行省，参知政事。弟天祥，天祥字吉甫，因兄幼仕河南，自宁晋喜家洛阳。天祥少立。PG 2473。军籍，善骑射。中统3年，李坦叛据济南，结宋为外援，河北。河南宣慰司陈志以天祥为千户，屯3岔口，防遏宋兵。是平罢。
归，居偃师南山，有田100余亩，躬耕读书，从之游者甚众。其居近沟氏山，因号曰沟山先生。初，天祥谓之学，又谓之其也。别去数岁，现所为师于右，又以假手他人，及语出入经史。谈辩该博，乃大称义。至元11年，起家从侍郎、尹富州等处招讨司经历，从国。兵渡江，因论军中事，身为行省参政贾居贞所器重。13年，新国君以及兵器治乱，行省命天祥权知本军事。天祥领军士才10人，入其境，去城近100里，只2日乃至城中，父老来谒。天祥谕之曰：汉魏相近，城不可无兵，任事者急之过当，故致乱耳。今令汝备权制兵仗以自卫，何如？民皆称辩，乃调陈。其事于行省曰：正恶奸邪，当时根本，若内无备御之资，则外生亏于之性，此理是必然者也。推此军变乱之故，正由当时处置失宜，疏于外而急于内。凡在军中者，寸铁尺杖不得在手，遂使奸人得以窃发，公私同被其害。今军中在今残破，单弱智。此若由相防而不相保信，岂为外寇可忧？帝恐州中之人皆敌国矣。莫若不推赤心于人，使戮力同心，与君祸福，人则我之人，兵则我之兵，尽乱指间，无失不可。唯计少加优容，然后则其必成之效。行省许以从便处置。天祥凡所设施，皆合众望，由是留遗父业，以致邻郡之民来归者相继，伐毛斩木，劫屋以居。天祥命以10家为甲，10甲有常，持兵进以从民变人。新季安，军事稍振，用土兵收李壁葱山寨，不录一人。他寨闻之，各自散去，境内西平。时州县官吏未有俸禄，天祥从便归，错而越给之，以止其贪，民用弗扰。临邑分宁为变，谍者实至，吏请捕之。天祥曰：彼以官吏贪暴故叛，今我一军3县，官无轻于，民悦其业，使之归告其党，则谍者反为我用矣。遂 PG 2474亦无所问。即败，逃入新国境者数千人，天祥命堰口给粮人，借土人勿亲临。事定，皆得保全而归，莫不服其威信。居岁余，诏改本军为路，有待天祥为总管者，勿变更旧政。至隐匿兵者甚急，天祥去未久而新国复变，邻郡受昌府及大江南北诸城邑，多城市杀手将以应之。时方改行省为宣慰司参正呼都贴木儿，贾居贞、万户镇鼎臣为宣慰使。鼎臣率兵讨之，至樊口，兵败死。黄州遂申言攻杨罗堡，鄂州大震。时呼都贴木儿匡切不敢出兵，天祥言于居贞曰：杨罗堡依山为垒，素有言备，彼若来攻，我之利也。且南人浮躁，轻进易退，官军
平高巨险，而区区乌合之众，与之相敌，不二三日，死伤必多。遁逃者18九，我出精兵以击之，为急走者乃使得脱。臣此一胜，则大事已定。然后取黄州、寿昌，如摧枯拉朽耳。居真深然之，而忽都贴木而意犹未决。闻至阳罗堡，居真力去之，乃引兵宿于青山。明日大败其众，皆如天祥所料。初，行省闻变，进直鄂州城中南人将杀之，以防内应。居真救之不能的，天祥曰：是州之人，与彼事本不相接，欲杀之者，利其财耳。立止之，至是被止者皆纵去。复遣天祥权知寿昌府事，受兵200余人。为乱者闻官军至，皆弃城衣险而自保。天祥以众寡不敌，非可以立服，乃遣御其徒使各归田里。为生擒其长矛玉顺，周间斩于鄂州市。得金200两，寻之为恶。周古人之物，召而还之。其党王宗义等13人计议就秦以东。至日放令还家，约3日来归狱，皆如期而至。白宣谓司敬纵之。由是无复叛者，百姓唯利生辞。21年3月，拜监察御史。会右丞卢世荣以剖刻具敛奏。升执政，权倾一时。御史中丞崔玉言之，帝怒，欲治之法，是荣试验一章。左司郎中周有因议事为有可否，是荣诬以举法。奏令杖100，然后斩之。于是臣僚震慑，无敢言者。22年 ，PG 2475。4月，天祥上书，即言世荣奸恶，其略曰：卢世荣素无文艺，亦无武功，唯以商贩所获之资，屈父权。臣营求入仕，于赃辇贿，输送全门，所献不充，又别利欠少。闻劝银1000锭，由白身着江西阙查转运使。于其任，专务贪滔，所犯赃私，动以万计。其隐秘者故难悉举，违法漏者乃可明言。凡其剖取于人及所盗官物，略记超已定计者25101。19. 金已定计者25，银已定计者168，茶已印计者12450有8，马以匹计者15，玉器70，其余凡杂物件称是。以经追纳及未纳见追者，人所共之。今尽不悔。前非狂悖越甚，以苛刻为自安之策，以诛求为干尽之门，即怀无厌之心，广处攘剖之计，而又身当要路，手握重权，虽未在丞相之下，朝审大政，实得专之。是由以道直而长阿衡之任，不止流殃于当代，亦恐取笑于将来。朝廷信其虚狂之说，比居相位，名为试验，实受政权。效其所能，败缺如此，考其所行，毫发无称。此皆既往之真迹，可谓以世之明验。若未必须在世，只可续以他官，宰相之权，岂宜亲受？夫宰天下，辟犹至谨。初欲验其能否，先当试以不薄，如无能效，
所损或轻，经捐乡。为以试验咸鱼，有舍美景以效量公桌，脱至灰坏，毁将鹤追。国家之与百姓，上下如同一身，民乃国之血气，国乃民之肤体。血气充实则肤体康强，血气损伤则肤体羸病。谓有好奇，血气能使肤体丰荣者。是故民富则国富，民贫则国贫，民安则国安，民困则国困，其理然也。昔鲁哀公欲重敛于民，问于有若，对曰：百姓足，君敦与不足；百姓不足，君属与足。以此推之，民必须富亲而后足，国必待民足而后丰。书曰：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历考前代，因百姓富安以治乱，百姓困穷以治治，自有天地以来，谓之文也。夫财者，土地所生，民力所及，天地之间虽有常数，唯其取之有节，故其用之。PG 2476不伐。今世荣欲以1岁之期，将至10年之机，为万民之命，以一世之荣，广邀增献之功，不恤颠连之患，其锱铢之诸取，有上下以交争，视民如仇，为国敛怨。果欲不为国家之远虑，为取速效于目前，肆意诛求，何所不得？然其生财之本既已不存，敛财之方复何所赖？将见民间有此雕耗，天下有此空虚，安为利害之机？殆有不可胜言者。继其任世以来，百有余日，验其事迹，备有显明。今取其所行与所言而已不相符者，略举数端，使言能令超法如旧，超今越虚，使言能令百物自见，物今越贵，使言课程增添300万。定不取于民而办，今却破协诸路官司增数包任，使言能令民快乐。凡今所为，无非败法扰民者。若不早有根章，须其自败。正由度虽除去，目病一身，使贤屈突喜心，终见焦头烂额，是至于此，就将贺及。臣亦之阿父全要，则荣宠可期，为武重臣则祸患难测，缄默自顾，亦岂不能？正以事在国家，关系不浅，忧深虑切，不得无言。世祖闻其语，遣使召天祥与世荣，俱至上都面直之。既至，即日有内官传旨，复世荣于宫门外。明日入对，天祥于帝前在。举其所言与未及尽言者，帝皆称善。世荣遂服诛。5月，朝廷录天祥从军渡江及平兴国，受昌之功，进至5品，着吏部郎中。23年4月，除治书侍御史。6月，命李算湖北、湖南行省前。2天祥至鄂州，及尚书和平张悦数目凶暴不法，时丧割窃国。丙与越数目应党，为其爪牙羽翼，诬天祥以罪，欲治之死。系狱己400日。25年春正月，预设的事。28年，擢刑台侍御史。未几，以及辞归。30年，授雁南河北道廉访使。
元贞元年，改山东西道廉访使。时盗贼群起，山东居多。赵求米道方略。天祥上奏曰：古者盗贼之起，各有所因，除。遂凶机警，委之天时，以且勿论。他如军旅不习，公亦见心。PG 2477。聚敛无厌，刑法紊乱之类，此皆群盗所起之因。中间保护存续，常养之者，赦令是也。赦者，小人之性，君子之不幸。一岁在。赦，善人应雅，前人言之备矣。彼强梁之徒，各执兵杖，杀人，取货，不顾其身，有司尽力以勤之，朝廷加恩以示之。但拖雷、囚、目及行节，又复都勒有司，节县追捕。贼皆惊冠，习以为常，既不感恩，又不畏法，凶残悖逆，性以顽定。臣非善化能宜，唯以言行可治。所拟事条，皆切于实用。于是言都有司，捕的盗贼甚众，皆杖杀之。其亡入他境者，揣之所向，选不到。官及公兵，密授方略，是以赏罚，使追捕之，南至汉江2千余里，悉皆就擒，无得免者。由是东方群盗丙袭。平阴县女子刘金莲，假妖术以惑众，所至官为建立神堂，渔民皆奔走奉。视之，天祥谓同僚曰：此妇以神怪惑众，身世如此，若复有较快之人辅翼之，仿汉张角、敬孙恩之为，必成大害。遂命捕系而杖于市，自此神圣秉袭。天祥言山东宣慰司官冗夷罢，因何奏其使贪暴不法，事革不行，遂以任满辞去。大德3年6月，迁河北河南廉访使，以疾不起，人有冤意，往往就天祥家求职，天祥已不在其位，却去之。6年，升江南。行台御史中丞，上章论征西南一事，曰：兵有不得已而不已者，亦有得已而不已者，唯能得已则已。可使兵力勇强，以备不得已而不已之用，是之谓善用兵者也。去岁，行省右丞刘申远征800袭复国，此乃得已而不已之兵也。彼荒一小邦，远在云南之西南又数千里，其地为僻陋无用之地，人皆玩于无知。取之不足以为利，不取不足以为害。申期上往，夏率兵伐之，经过8番，纵横自恣，视其威力，虐害居民。中途变身，所在皆叛。申既不能治乱，反为乱众所致，军中乏粮，人自相食，既穷势促，仓皇退走，土兵随即，以致大败。申弃众奔逃，仅以身免，丧兵18、9，弃得1000余里。朝廷再发。PG 2478。陕西、河南、江西、湖广4省诸军，使刘二霸都总督，以图收复叛地。湖北、湖南大起丁夫，运送军粮，至播州交纳，其政。夫与担负自己粮食者，通计20余万。正当农时，兴此大义，驱愁苦之人，往回数千里中，何事不有？
或所赋之米尽到，故为信矣。然数万之君，只养今次一运之米，自此以后，又当如何？彼问西征败卒及其将校，颇知西南远夷之地，崇山富岭，陡涧深林，竹木丛茂，皆有长刺。军行进路在于其间，窄处景，容一人一骑，上如登天，下如入井。贼若乘险邀击，我军虽众，亦难施为也。又其毒物烟瘴之气，皆能伤人，群蛮计之大军将至，若皆轻也远遁，阻其要害，以老我师，或进不得前，旁无所掠，士卒积馁，亦病死亡，将有不战自困之事，不可不为生虑也。且自征伐倭国、战成、交趾、爪哇、缅国以来，近30年，未尝见有尺土一民内属之意，计其所费钱财，死损军数，可甚言哉！去岁西征，及今此举，亦复何益？前见不远，非难见也。君劳民扰，未见修齐，只身一人，是其祸本。又闻八藩罗国之人，向为征西之君扰害，捐弃深夜，相继逃叛，愿深入于骨髓，皆欲得其肉而分食之。人心皆恶，天意亦增，为虚上承天意，下顺人心，早正身之罪，续下明诏，是彼一方以圣朝。数十年抚养之恩，人欲今在无远征之意，以此招之，自有相续。归顺之日，使其官民上下，皆知未须远劳王师，与区区小丑争。一旦之胜负也。习大顺退师而苗士革，冲国缓战而羌仲安，是载经传，为万世法。为今之计，以且驻兵进境，使其水陆远近的通，或用盐引、茶饮，或用食钞，多增米价，合适军粮。但法令严明，官不失信，可使米船必江而上，军自足食，民亦不扰，内安根本，外固边陲。以我之镇静，欲彼之猖狂，不恩以柔其心，处威以治。PG 2479。其利，其之以久，见赐服之。此王者之师，万全之力也。若谓业已如此，欲罢不能，亦当虑其关系之大，审详成败，算定而行。彼西洞诸蛮，各有种类，今之相聚者，皆乌合之徒，必无久能同心敌我之理。但急之则相救，缓之则相宜，以济使之户。相仇怨，待彼有可成之隙，我有可动之时，徐命诸军数道俱进。服从者恩之以仁，拒敌者威之以武，恩威相济，功乃一成。若舍恩任威，以导身之覆辙，恐他日之患有甚于今日也。不报，遂谢并去。7年，诏拜集贤大学士，商议中书省事。8月，地震，河东尤甚，诏问米灾之道。天祥上章，即言阴阳不和，天地不畏，皆人事失宜所致。执政者以其言切直，亦不以闻。天祥自备诏还京，至世且1岁，未尝的谏言事，书中无的。常欲不自视，又不欲苟弥秉禄。8年正月，宜即谢去。
至通州，中书遣使追留，不还。帝闻之，赐钞5000贯，人命给传。专官护送至其家。天祥忘却拜谢，此所赐钞而行。9年5月，拜中书右丞，议枢密院事，提调诸卫屯田，使者无制诏，已年老不能辞。11年，仁宗在怀州，遣使赐币帛，上尊酒。至大4年，仁宗即位，复遣使召之，此已老疾不起。延佑3年4月，卒于家，年80。累赠推中正义全德佐理功臣，河南江北等处。行中书省平章政事，追封赵国公，谥文忠。刘轩，刘轩，字伯轩，齐先路人也。因出戍，留居新，今漠壁的。于陕，后徙太原。宣审议亲介，居家校友，自幼习读书，有经世之志。宣抚张德辉至河东，见而器重之，还朝，荐为中书省院。宣遐则往从国子祭酒许衡讲明理学，初命为河北河南道巡，行劝农副使。至元12年，入为中书户部郎中，改行省郎中。从丞相伯颜、平章阿术统军平江南，赞化居多。伯颜常命宣议 ，PG 2480。却上节书，世祖召见，亲问以南征事，应对称旨，赐弃服宠加之。江南平，命宣杀太江怀冗官，其所存阁，西河公论，除之。松江府，为己同知浙西宣慰司事。在官5年，微会病者。申江淮行省参议，擢江西湖东道提刑按察使。23年，入为礼部尚书，遂迁吏部。时将伐交趾，宣上言曰：连年日本之役，百姓愁戚，官府扰攘，今春停罢，将这军民欢声如雷。安南小邦，陈氏有年，遂共未尝千骑，边率身士新兵，彼因必窜海岛，使大举无功，将士伤残。今又下令，在征，闻者莫不恐惧。自古新兵，必须天时，中原平土，犹避盛夏，交广严瘴之地，毒气害人，甚于兵刃。今以7月，会诸道兵于晋江，彼至安南，病死必众，缓急御敌，何以应之？又交趾无粮，水路难通，无车马牛畜驮载，不免陆运。一夫单米五斗，往还自10外，官得其半，若10万石，用40万人，只可。公1、2月，军粮班载，船料军需，通用50、60万众。广西、湖南调度平数，民多离散，户令公役，亦不能办。况湖广密耳。西洞寇盗常多，万一奸人四系，大兵一出，城虚生变，虽有留后，人马疲弱衰老，猝难应变。何不与彼中军官身之士体者？论量万全方略，不然，将复倒前者矣。即在征日本，宣右上言，其略曰：晋亦复至征东行省，在新日本之师，此亦不习。安为系焉？苏都建伐战城，海牙延平交趾，3数年间，
湖广。江西供给船只，军需粮运，官民大扰，广东群盗并起，军兵远涉江海障毒之地，死伤过半，即日联兵未解，且交趾与我接近。罪尔小邦，遣亲王提兵深入，未见报功，缩都为贼所杀，自疑羞辱。况日本海洋万里，疆土阔远，非二国可比。今次出师，动众旅险，纵步御风，可到彼岸。倭国地广，途众委多，彼兵四级，我师无援，万一不利，欲发救兵，其能非度耶？遂伐高丽3次大举，数舰败北，丧尸百万。唐太宗以鹦鹉自负，清 PG 2481。征高丽，虽取数城而还，徒增追悔。且高丽平壤诸城，皆居陆的，去中原不远，以二国之众加之，尚不能克，况日本僻在海，与中国相悬万里哉？帝加纳其言。23年12月，中书传旨，议更超用钱，宣献议曰：元交超所起，汉唐以来，皆未尝有。宋绍兴初，军饷不济，造此以诱商旅，为沿边跳买之计，比铜钱易于激情，民甚辨之。稍有挚爱，即用见钱，尚存古人子母相权之意。日增月异，其法禁闭，欲求目前速效，未见良策。新钞币欲创造，用权旧钞，只是改换名目，无金银作本称题，军国之用，不复一损，3数年后亦如元宝矣。宋金之币，足为殷鉴。铸造铜钱，又当详。究秦、汉、隋、唐、金、宋历并者在史册，不待履陈。国朝废钱已久，一旦行之，公费不资，非为远计。大抵利民权物，其要自不忘用使，若欲计丘壑之用，非为铸造不敷，意义不久。自必矣。属桑戈牟利尚书省，以专国柄，钱亦遂罢。25年，由集贤学士除行台御史中丞，时江浙行省丞相。莽古台汉隶纵字，常虑台臣纠言其罪，而犹记宣。1日，御史大夫与中丞出见康城，点视军船，群御史从。有以军船载伪者，御史张亮截之，知为行省官所使，亦扬州副使。莽古台甚怒，即图报复。时大夫之父关于蜀郡，遂被暗合，遣其党造建康。4台中为师，台官皆悚惧，因往恳求自解，惟宣已然不动。莽古台院宣乐胜，罗之宣之子，系扬州狱。又令建康九务、陶金等官及陆氏司官以罪免者，诬告行台举坏钱粮，以闻于朝，必欲置宣死地。朝廷为遣官2员，置狱于行省，居问其事。宣急，御史6人俱就逮。既登州，行省以军船列兵未驱破之，至则分，亦各处，不使往来。9月朔，宣自警于州中。使宣将行时，书后世监父从子自陈，令勿起事。宣死，是其书词云：触怒大臣，
诬构成罪，岂能与今断小人交口辩？PG 2482。宋屈膝为荣于苑家之前，身为台臣，亦不受辱，当自隐绝。但不或以身殉国为恨耳。呜呼！天乎！实见此心，且别有功。闻言芒古台罪状，后得其稿，涂著勾抹，词句难辨。前致书事，御史或素为续赐其文，读者悲愤。宣既隐绝，行审白于朝，以为宣之罪重，自杀。前后构成其事者，郎中张思立也。然宣忠义节操，为世所重，闻者莫不嗟。道延佑4年，从子自持上宣行时，御史台以文致赠资善大夫，御史中丞，上护军，追封彭城郡公，侍中县。何荣祖。何荣祖，字季先，齐先太原人。父殷，今真右监事文法入优等，补吏，后授明威将军，守据录影，全军器监主事。今王。喜家广平。荣祖状貌魁伟，额有赤纹如双树，背负龙旗。有乡者谓曰：子未及人臣，且受乡也。何氏事业力，荣祖有所通习，遂以历类迁中书审院，擢御史台都事。使折节读书，日记数千言。阿合马方用事，置总库于其家，以收四方之利，号曰何氏。监察御史范方等斥其非，论胜利。阿合马之荣祖主其谋，奏为左右司都事以利己。未几，御史台除治书侍御史，升侍御史，又出为山东按察使，而阿合马莫惩其治矣。有铁木剌司者，以贪墨为佥事李唐卿所合。铁木剌司既无所出，是济南有上便告者，唐卿察其望，取送牒焚之。铁木剌司乃直取为辞，告唐卿纵反者，逮系数10人。欲久不决，赵荣祖与左丞郝真、参政耿人诘居之。荣祖得其情，欲抵告者罪。真、人诘亦以失口乱言之罪作之，荣祖不可，而迁河南按察使。二执政竟以失口乱言杖其人，而株连者据的是，唐卿之污遂白。平凉府沿有南人20余被判归江南，安西行省狱上文会荣祖，来为参政，指之曰：何必上闻朝廷？此被去者皆人奴耳。今闻江南平，遁往求其家，宜闻诏补之可也。以而逃者俱获。PG 2483。果人奴也，至以本罪而负其主。其余市民绝多类此。除云南行审参之政事，以母老辞。又拜御史中丞，复出为山东东西道按察使。时宣慰使乐时，遥眼开胶州海盗，有志尽及诸人举挠梁伯欲暴风多漂赋。乐时服信，都诸曹卒尝之，彭略惨毒，自杀者相继。按察官俱为之，莫敢言。荣祖曰：帝言之，若朝廷见浅，无自当之。即草辞以奏，诏免其征。诏入为尚书参知。
正事。时桑歌专政，及于礼算前古，人受其害。荣祖请罢之，帝不从，屡恳请不已，乃稍缓之。而畿内民苦尤甚，荣祖美矣。为辞。同僚曰：上计为免诸禄，为未及在京，可少职务言也。荣祖执月间，至于五指不少屈，竟不属其毒。未逾月而害。民知必皆闻，帝乃思荣祖言，召问所疑。荣祖请于岁中立举考，孝人以为变，立为常侍，诏赐以超11000贯。荣祖条中外有官归臣，欲缴10币，桑歌亦不为通。荣祖既与之异议，乃一并告，特授集贤大学士。未几，起为尚书右丞。桑歌败，改中书右丞。奏行所定，至元兴阁，请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正廉访司，而立监制之法。又上言，国家用度不可不足，天下百姓不可不安。今理财者弗顾民利之困，言治者弗图国计之大。且当用之人很多，而得用之人很少。要之，审不实为根本，必择才而用之。按察司虽兼临一道，其职在于除度弊，安思民，苟有福至，则审台又当遣官体察之，数有所异。帝深然之，虑亦老，即起解机务，诏免属事，惟御议中书而识其路。寻拜昭文馆大学士，御中书省事，又加平章政事。以水旱请罢，不允。先是，荣祖奉指定，大得律令，书成已久，致仕乃得请。于上，召元老大臣俱听之。未及颁行，世子秘书少监惠梅，遂归广平，卒，年79。赠光禄大夫、大司徒、柱国，追封诏国公，是文献。PG 2484。荣祖升至大官，而就地已居，引弃用卿慈悲。中公闻之，赐以上尊，及金50两，银500两，超25000贯，比至弃买宅，以经其廉。所著书有大处、十集，又有学艺记、载道集、观物外篇等书。陈思纪。陈思纪，字季明，浙城人也。又读书，极晓大义，以才气，见称于10倍间。世祖在前邸，闻其名，召之以备顾问，即即位。始见审部，比长夫奏。世祖以京兆为国重镇，命连西县等行中。书审于陕西。思纪时与偕行，多所赞化。中统3年，诏诸王文。统，召连西县入中书，思纪还，任长夫奏。事无巨细，悉就准。神、尧书、许衡皆器重之。会阿合马入省，耻其位在西县左。每欲肆意而行，西县守正不从。及西县去位，省臣陈吉、愿属皆旦阿合马，莫敢前。思纪独先以文读进，阿合马折于西县位。属押，思纪具演以首曰：“此非君相属位也。”阿合马怒目视之，众为之惧。思纪神色自若。除右司都事，
从西县行省山东。魏己赵还。至元5年，分命中书省总百魁、御史台正百官。时处置登庸、宪章程事多出其手，迁乘务郎，同知高唐州事，以积罪文，拜监察御史。时阿合马立尚书省，权在中书右司。既与魏初等合其不法，帝命进臣正之。御史各以次对，司记读。立声曰：御史言官也，非为辩讼社。拂袖而出，受奉训大夫，知庆州，为政简要，不务苛察。迁中顺大夫，同知绍兴路，总管服侍，承袭艳遇。同卢有求雷即将死，纵遣还家，后其来。决，求拜请曰：闻功名久矣，若不早决，恐终不可保。为阅其案而视之。转同知两浙都转运司事，须力轻于民困于富，亦悉捐除之。调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副使丁母忧去官。13年，加少中大夫，同知浙东道宣慰司事。时浙西大水，民饥，浙东仓廪殷实，即转书以赈之，全活者众，袭上中书，奏 PG 2485。允之。浙东复旱，倒于名山，与大树，民赖以苏。两淮盐客部夫，授嘉义大夫，两淮都转运使，兼闭禁阁，商贾通行，遂克以足。擢领北湖南道肃正廉访使，改池州路总管。江浙行省平。张也速达而威势赫然，摘桃金户3000，扩民间田亩，袭下吏。上张以止之。类迁通议大夫，迁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事。大德5年冬，以疾卒，年70。赠正议大夫，吏部尚书，上卿车。都尉，追封颍川郡侯，谥文肃。子承袭，应入关，拜监察御史、朝列大夫，迁广西道肃正廉访司事。秦长卿。秦长卿，洛阳人也。姿貌魁特，性倜傥，有大志。世祖在京兆前藩，以闻其名，既即位，务收揽时才，以布衣征至京师。长卿上讽诘，好论事，与刘宣同在宿卫，以弃案相高。事实上，书省吏阿合马专政，长卿上书曰：臣愚干，能识阿合马。其为正善生杀人，人未惮之，故莫敢言，然愿独议以甚矣。观其进决意义，杜塞忠言，其情似秦赵高，思绪于公贾资，寄于非望，其事似汉董卓。春秋，人臣吴江，请及其未发，诛之。为变。是下中书。阿合马为人辩佞，善四人主义，又其资足，以动人，终贵人力为救解，是遂请，然由是大恨长卿。除辛河。宣德同知铁也是，进屋以折月刻额数万民，逮长卿下吏，及其家产长官，又使欲力杀之。欲力如指塞其口鼻，即死。未几，王者俱屠杀阿合马。帝后恶，亦追罪之，斩官戮尸，并诛其子。
而长清渊终不白。长清从子山府，为建康府判官，闻长清渊状，即日弃官去。泪见不起一卒。山府子从龙，是至南台治书侍御史，从德、江浙行省参知政事。赵宇倩 ，PG 2486。赵宇倩，字惠书，宋宗室子，常登进士第，为鄂州教授。至元11年，丞相伯颜季渡江，宇倩虑其宗人之在鄂州者，议军门尚书，历臣不弑杀人可以益天下，且起劝其宗党。后伯颜朝京师，士卒问宋宗室之贤者，伯颜首以宇倩对。13年秋9月，遣使诏至上京，服经深衣以见，言宋败亡之故，悉由勿用。权坚，此旨机切，令人感动。士卒念之，即受翰林呆制。朝廷立法多所资访，宇倩忠言党论，摩所顾习。进职学士，转仕讲书承江南科敛集都，宜扩大姓，宋氏丘陇暴露，皆大臣善。亦明诏所为。27年，京师戊巳赛，明年正月甲寅，虎入南城。宇倩又书言权臣专政之咎，退而家居待罪。为己丧歌拜。平章不忽目奏宇倩凭据有守，有抱负，士卒曰：得非指权臣，为虎者邪？悉超13000贯，遂给其妻子衣粮。后累迁翰林学士。其伯祖师渊，常从朱熹学，家庭授，具有端序，于是与许衡论引落捆奥，恒雅敬之。宇倩既老，陈宗命特观其子孟时以终养。大德7年，以疾卒。家贫无以为葬，陈宗命有司赋超5000贯，给周君，还葬台。周之黄言，赠通议大夫、礼部尚书、上卿车都尉、天水郡侯。是文简。姚天福，姚天福，字君祥，绛州人。父居时，避兵洗雁门。天福幼读《春秋》，通大义。及长，以才辟怀仁臣。至元5年，诏立御史台，以天福为阁管沟，巡拜监察御史。每廷折权臣，帝加其职，悉明巴而思，为其不畏强悍，有虎也。人后赐以旌其中。天福曰：臣直居烹旦，为父绝禄事具，感贪厚赏，以重臣罪。时御史台制2大夫，纲纪5统。天福言于士卒曰：古称一蛇9尾，手动尾随，一蛇2手，不能寸进。今台纲不彰，有一蛇2手之患。陛下不及整之，久则稳不可理。帝诏谕速帖。PG 2487。穆儿即被罗遇之，被罗以年幼自和。天福时暗行机内，有出使者灵明取会，天福乃一服兼行得其状，奏录之以训，好友设服。12年，诏罢各道按察司，天福白大夫御速帖穆儿曰：是司之设，所以广视听，于非常，虑至深远，不但审有司而已也。大夫骇然曰：为公言，即失之。夜入帝卧内，奏其言。帝大悟，诏复立之。
权臣不悦，左迁天福朝列大夫、衡州路同之，不就，起为河东道提刑按察副使。时北鄙兵兴，转书繁急，河东民苦徭役。天福以反侧为忧，河执政失计，奏罢其意。真拜忠顺大夫，至书侍御史。16年，江南济平，授嘉义大夫、淮西道按察使。怀典当兵充，将立有豪华为民害者，悉铲除之，名大悦。转湖北道按察使，发省城赃事数十以闻。帝以其常有勋劳，特援之，而留其党羽，州郡称制。20年，迁山北道按察使，其名先知稼穑。天福教以数议，皆至藩赋，名为谏词，而刻石以记之。22年，入为刑部尚书，寻出为扬州路总管。26年，复为淮西按察使，按据监一人，没其家资，正化大刑。28年，丧歌拜，考训党员，平阳为多，以天福为平阳总管，比穷治其事。俄拜甘肃行省参知政事，以母老祠。31年，授陕西汉中道肃正廉访使，寻除真定路总管。真定一传之虚，多为民害，天福更易错治之方，使不扰民，现常侦之。省臣以其事闻，诏从之，颁其制为天下士。大德2年，授江西行省参政，以及辞。4年，拜参知政事，大都路总管，兼大兴府尹，积殿大制。后知引经者，以天福为称首。6年，以疾卒，年73。初，天福拜御史时，其母戒之曰：“古称公而忘私，伪直。为臣，当庆所终，以塞其职，勿以为亡人为序，彼无追宗陵母。死之日犹生之年也。”天福亦请于县府曰：“监察则当言录。有犯无隐，苟或浅，岂不为轻累？”或以闻，帝叹曰：“八儿。”PG 2488。司母子虽深经世，其义烈之言当于古人中求之。子祖顺，秘书兼著作郎，侃内藏库副使。许国珍，许国珍，字敬之，绛州曲沃人也。祖籍今绛州节度使。父日延，荣州节度判官。皆业医。国珍博通经史，尤经医术。经乱，避得松州永宁县。河南平，归豫太原。世祖在前邸，国珍以医针治瀚海，留守掌医药。庄圣太后有疾，国珍治之，克其儿乐，乃张燕赐作。太后10年53，遂以白金挺如年数次之。伯撒王妃病目，治者真恶损其名。世祖怒，欲作以死罪。国珍从容谏曰：“罪故当死，然原其情乃恐怖失赐所致。及诛之后，谁敢复进？”世祖亦解，且讲之曰：“国珍之职，可作谏官。”宗王袭班屡请以国珍立帐下，世祖重为其请，将遣之。辞曰：“国珍蒙恩拔擢，是尽心以报，不敢议所事。”乃不过。遣世祖过引马动，
的足疾。国真进药味苦，却不服。国真曰：古人有言，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，已而足。即在座，召国真入室，世祖曰：不听汝言，果困思疾。对曰：良药苦口既知之矣，忠言逆耳愿留意焉。世祖大悦，以7宝马鞍赐之。宪宗3年癸丑，从征云南，机密皆的参与，朝夕未尝离左右。或在告，帝则为之不悦。9年己未，世祖率师为鄂州，或宋人数百族，诸将欲进坑之，国真力请止诛其凶暴，余皆获免。及尸骸，招降民数10万口，疲饿颠仆者满道，国真白发蔡州军，楚良镇之，全活甚众。世祖即位，录前劳，授荣禄大夫，提点太医院士，赐金符。至元3年，改授金虎符。12年，迁礼部尚书。国真常上书言：慎财富，禁服色，明法律，严武备，设谏官，军卫兵，建学校，立朝仪，事多施行。凡所见引，皆知。民士是亦归重之。帝与近臣言及勋旧大臣，因谓国真曰 ：PG 2489。朕习出征，同旅艰难者，为卿数人在耳。遂拜集贤大学士，进皆光禄大夫。每进见，帝呼为许光禄而不明，由是内外诸王大臣皆以许光禄呼之。升翰林集贤大学士，卒年76。师大臣非有勋德为帝所知者，罕的赠事，特赠国真金子光禄大夫。是中宪，人以为荣。后加赠推陈广德协公义亮功臣，翰林学士。臣旨上柱国，追封济国公。初，国真母韩氏，亦以能医事庄圣太后，又善调和食味。称旨凡四方所献真善旨酒，皆命长之。太后悯其劳，赐以珍。定宅一区，遂给衣领终身。国真由是加焉。子义以自军府，亦名呼鲁火孙，从其父国真氏世祖于前邸，进退庄重，世祖喜之，赐金名。彼从许衡学，入备宿卫，终甚小心。常因事五指，欲罪之，帝后悔，谓进士铁戈曰：朕欲罪。呼鲁火孙，汝何不言？汝二人自今结为兄弟，有所谴责，则更相进谏。乃至今酒中，赐二人饮，以为盟。时欲宗居东宫，帝又欲呼鲁火孙曰：若太子罪汝，将谁见耶？遂命东宫臣庆山奴一同饮金酒。而处礼部尚书，提点太医院士，次日月龙。奉文起1、2席。每外国使至，必命与之语，此理明辨，莫不轻服。改上衣太监。帝常命画工写其像赐之。转正议大夫，人提点太医院士。有窃大安阁里神之弊者，将诛之。群臣莫敢言。呼鲁火孙独谏曰：敬神，善事也。因置人于死地，臣恐神不想所记。帝即命视之。呼鲁火孙与丞相安同善，
国政多所赞议。丧歌祭之，数赠于上，帝不知信。丧歌败，系于左掖门，帝命呼虏。火孙往拓其面，辞不可，帝称其人后，赐以白玉带。且谕之曰：以汝名节无瑕，有类此玉，故以赐汝也。成宗即位，迁中书右丞，行太常卿。立辞，乃命以中书右丞属太常事。俄改陕西行中书省右丞。时关中饥，亦发仓粟赈之，同列以慰得请。PG 2490。余朝不可，呼虏火孙曰：民为邦本，今积馁如此，若嗣命下，无及矣。擅发之罪，吾当独人之，不以类公等。遂大发粟，部署日命议下。明年旱，倒于终南山而雨，遂以大熟，民皆化。向祀之。呼虏火孙不事深夜，田宅皆上所赐。有足疾，不能行人。宗以为先朝老臣，特斥臣小于入境中，访以救世。后卒亦弱，不可出。美国有大政，诏使进士及其家问之。特授荣禄大夫、大司徒，食其禄终身。赠推中守正左理功臣、光禄大夫、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，柱国，追封赵国公，世西简。PG 2491。列传第56。贺仁杰。贺仁杰，字宽甫，其先河东习州人，祖种德图关中，遂为今赵户人。父奔，有才略，善攻战，数从军有功。关中兵后击，师满也，奔买的今天门外，为大种收益之。远近闻者，真辇师。来葬，复以私钱劳之。常致仕于毁元中，得白金7500两。谓其妻正曰：语云，匹夫无故获千金，必有非常之祸。10. 世祖以皇太帝授诏征云南，驻军6盘山，乃持5000两往献之。世祖曰：天以赐汝，焉用献？对曰：殿下新封秦，今出秦的，此天已受殿下，臣不敢私，愿以助君。且言其子仁杰，可用状，即召入宿卫。其军帅怒奔，不先百己而专献金，下奔狱。世祖闻之，大怒，直率将杀之，以勋就而止。世祖即位，赐奔金符，总管京兆诸军奥鲁，卒，赠书中立义功臣，迎亲荣禄大夫、大司徒，追封雍国公，是真县。仁杰从世祖，南征云南，北征乃延，接着牢记。后与董文中居中侍上，同治协力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听，多所裨益，而言不外泄，帝深爱重之。至元13年，宋平，为川属9不下。四川制置使张觉守重庆，河州安抚使王立守钓鱼山，相距20余年。召见东西行枢密院，督兵进伐，何丹、阔里及司领东院。攻钓鱼山，不花，李德辉领西院，攻重庆。德辉分守成都，获。王立超促张合，纵之使欲立将。立复遣张合等奉蜡书告德辉，能自来即降。
德辉遂从500骑至钓鱼山，与东苑同受立将。东苑复奏朱棣，并言德辉越境邀功，下立长安狱。西苑从事吕彦。PG 2492。至都，以兵事告许衡，许衡告任杰，任杰为言于帝。帝诏书密。臣则之曰：汝等以人命为系耶？今赵王立，立生则已，死则汝等亦从之。立志，赐金虎符，人以为河州安抚使。第1日，召人节至榻前，出白金，谓之曰：此汝父6盘所献者，闻汝母来，可持以归养。辞不许，乃归白母，尽散之。宗族。帝欲选民间童女充后宫，及有私买物，多非其土产山。后严禁，久为民害，皆奏罢之。民为之立辞。17年，上都留守阙，宰相拟廷臣以10数，皆不纳，帝故。人节曰：无以议亲者。特授正议大夫，上都留守，兼本路总管，开平府尹。明年，赐3株虎符，进资德大夫，兼虎贲卿、军都指挥使。荀家荣禄大夫，中书右丞，留守如故。尚书省吏。丧歌用事，奏上都留守司前谷多失时。诏留守呼剌呼尔及人节。廷辩，人节曰：臣汉人，不能尽力及奸，至前谷多好伤，臣之罪。呼剌呼尔曰：臣为常，应在臣手，是未有不关白而能行者，臣之罪。帝曰：以绝让人者有之，未有真引就归。己者，至勿问。人节在官50余年，为留守者居半，车驾春秋行幸，出入公议，未尝至上怒。其妻刘梅，帝欲为娶贵族，故辞，乃取名。奸女，以儿丧名，夫妻相敬如初，未尝至应妾。大德9年，年72，请老，拜光禄大夫，平章政事，商议陕西行中书省事，赐白金、楚璧、锦袍、玉带，归帝。义子。圣袭上都留守，虎贲指挥使。后陈宗崩，仁宗入侵内南，念事。祖旧臣，欲有所咨访，诏复阙，行至樊桥而卒。赠公勤节立功。臣仪同三司、太保、上柱国，追封雍国公，侍中贞。延佑6年，加赠推陈宣吏议运功臣、太师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上柱国。追封凤元王。子胜，字有传。贾习剌。PG 2493。贾习剌，燕之大兴人也。本姓贾氏，其父是今为庖人。习剌体貌魁硕，有志于当世。遂贾生，因进臣入见庄圣太后，遂从睿宗于和陵，典司御膳，以其虚皇，赐名习剌，比士族与盟。古人同，甚亲信之，又虑其汉人，不习于风土，令徙居连州。帝复思之曰：习剌在吾左右，饮食疏安适，促召入供奉。诸庖人皆立焉。世祖在前邸，知其重厚，始从迎皇后于弘吉剌之地，自是预谋帷幄，洞中积会，内出银3000两，始买珍善。
乘船上太官，自其出入不问。又赐以聘马及驹30匹，并牧户与之。是时兵余，数以所赐分宜乡里。世祖即位，立上时，上要2局，赐金符，提点局事，兼领进纳御膳生料。年老，谢世。并笃所赐一一之而卒。追封文喜郡侯，是敬义。子丑妮子，方幼时，世祖爱之，常作之玉席棒。从征云南，跃马入水，着战船，破其军，帝其勇敢，而戒其轻锐。即位，从伐宋，还自鄂州，卒。追封临汾郡公，是显义。子虎灵翅，智勇绝人。阿里不哥之叛，出其家名马以助官军。从信和陵，中道直大风，骤会，敌猝至，即走之。还配其大夫金符，提点上时，上要2局，立上善使，兼司农。常入是，帝问治天下何为本？曰：重农为本。何为先？曰：用贤为先。用贤则天下治，重农则百姓足。帝深善之，超百。宣徽使，辞，改迁院士，人领上善使，卒。子突坚不花，袭世职为上要，上10局提点，世祖以故家子。独其之，为他日可待用，使在左右。从征乃言，君赐航海，敌猝至，帝令急之。诸进士见其势甚，多未必，突坚不花疾驰。入其阵，急战，破走之，擒其首将以归。夷军哈喊，大风骤会，敌兵1000人，鼓噪已尽，突坚不花奋急，身被10余疮，游历战，复大破之，帝其勇。航海叛者请降，众议以为侵犯王师。夷诛之，突坚不花独曰：航海本无人，或诱之以叛，起其本。PG 2494。兴哉！且兵法杀将不降，宜赦之。帝曰：突坚不花易事。以此亦知其可用，身同谦宣徽院士。每论政帝前，言直而气。不赦，帝亦知其直。令察宿卫之事，有才气者以明文，所论见。数10人，用之皆称职，时论归之。成宗即位，诸侯王会于上京，凡除夕宴享之节，赐予多寡。叔妻之分，无一不当其意。帝喜曰：宣徽的突坚不花足矣。晋同知宣徽院士。4年，帝服御，召入市集，一食一饮，毕。常乃进。帝体既安，赐钱，不受，解衣赐之。常从循信，尽忠。魏氏感愤有所欲言，帝命进而问之，皆曰：臣等素未有年矣。日善充，遂赐以食者，承贺陛下厚恩，亦由宣徽有能官突坚不花其人也。帝曰：赐朱袍，超拜宣徽使。辞曰：先臣服秦。余资3世矣，未不过千左，臣何敢有加于先臣乎？帝加其退，让，乃允其请。9年，北方起陆伦布大雪，奏买驼马，捕其死。损，出衣蔽于内府，身往给之，全活者数万人，还赐妻宝丽。10年，帝病甚，
入室即越景，即大见，内南将作，魁以正义。魔所回挠。武宗入即位，身家其中，尽皆荣禄大夫，尧授平章政事。商议宣徽院士，行经复州兴复军万户府达鲁花赤。至大2年，诏出金帛，大赖北边诸军，以突坚不花民袭事宜，能不但劳苦。使集军中与其率月赤察而定义而给之，诸部大悦。帝生弃之，拜宣徽使，出内藏监金带赐之。为潼关贾廷瑞所及，廷瑞请议。宣徽院为门下省，尚书省奏廷瑞擅议官制，帝大怒，欲杀之。突坚不花力谏不可，帝曰：贾廷瑞悔卿不值一钱，卿何力言？邪？对曰：廷瑞所作不当死，不敢以臣私系，务陛下施行。廷瑞遂得免。帝访群臣以治道，突坚不花以为治国安民之实，在于生财节用。帝加纳焉，转光禄大夫。仁宗即位，加金子光禄大夫。廷佑4年，朔方又被讽雪为 PG 2495。哉！突坚不花请朕之如大德时，且出私家马200匹以为助，赐钱酬其价，不受，解欲依赐之。托恩信以求赏者，则亦弗与。铁师、王庭显皆同官也，帝赐铁师海帛，突坚不花曰：此军国之所资，上不宜赐，下不宜受。帝赐庭显玉带，庭显玉取太官洋钱15000名充其价，又直不可。于是怨之者众。7年，以疾去官。英宗即位，铁师进赠杀之，后铁师以大逆伏诛。是乃白，赠推中宣吏守亮功臣，太傅，开府仪同3司，上柱国。追封济国公，侍中尹。后晋封济安王，加赠其曾祖袭剌推中邑。运功臣，金子光禄大夫，太保，晋封将国公，祖丑妮子崇德孝。节功臣，仪同3司，太傅，柱国，追封将国公，复虎陵赤推臣。宣吏守德功臣，太师，开府仪同3司，上柱国，晋封临汾王。子班伯、呼里台、野宿谷、突呼赤，皆至显官。刘哈喇巴都鲁。刘哈喇巴都鲁，河东人，本姓刘氏，家世业医。至元8年，世祖驻碧白海，以进陈言，得召见。世祖谓其目有火光，异之。遂刘氏左右，初赐名哈喇沃托赤。17年，擢太医院管钩。袭李吉叛，宗王别李铁木而奉命往征之。帝谕哈喇巴都鲁曰：当行者多避世，汝善医，复习其社，能从行乎？对曰：是。君不辞难，臣不行将何为？即请授甲。帝曰：汝安用甲？对曰：臣愿备一战士。帝曰：一，汝是也，甲不可得。唯赐以环刀、弓矢、裘马等物。将行，闻母疾，请归省。帝命给役而归。既见母，不敢以远意告，母亦为知之，谓曰：汝弟行，我即安矣。遂即辞去，忍泪不下，而鼻血爆出，数礼服止，持至王所。
一日，猎于野，有狐窜草中，王射之，不中。哈喇巴都鲁一发中之，王大喜。王非有疾，与药疾悦，王又喜，奏为其父。常立即将战，从王请假。王曰：上不与入，我何敢与 ？PG 2496。因留之，使领辎重。哈喇巴都鲁不肯，曰：大丈夫当效命行。朕乃守营帐如妇人耶？见有甲者，饮一酒，高价取之。明日备以往。王望将其戒而驰走，使人问之，免奏曰：我也。因慨然曰：一人心善，万人可击，我为万人击耳。中道。三遇贼，贼射之，皆不中。王喜甚，解一一之曰：此所以食也。师次金山，陆隘，盾兵未能进，有使者云自托乎王所来。曰：我受太祖分地，守此不敢失。凡上所使与习礼及之过我者，吾并饮食供给之，无一心也。且愿见天子，而道远无缘。今闻王来甚喜，得一见可乎？王以为信，左右曰：此诈也。托乎所居要害，待与习礼及为耳目，愿勿听。乃击其人，遣兵兼道窥之，获其由其30人，训之得其情，知托乎方饮酣。遂出其不意，进击，大败之。因获习礼及所遣使，知其不违背。又乘势进击，大破秦之。王乃命哈喇巴都鲁献俘行宫。帝见其极甚，辍御善阳自以赐，既拜寿，先歌其美者怀之。帝问其故，对曰：臣始与母绝，今归，母幸存，请以君赐遗之。帝嘉其志，命自今凡赐之时，必先赐其母，以公授和陵等处宣慰父。使赐予甚厚。23年，升同知宣慰司事。24年，又升宣慰使。25年，海都犯边，尚书审以和陵屯粮，当得之缓及轻。众者长其出纳，奏用妾帛。帝曰：前古非妾帛所知，哈喇我托敕可食也。尽皆加议大夫，执如故，使妾帛与据。26年，海都兵至，皇子北安王使报妾帛，虑其民必去。妾帛与哈喇巴都鲁南行6日，止巴而不剌，距海都军50-60里。妾帛大惧曰：是乎矣，不如顺之。哈喇巴都鲁与其弟亲祖、荣祖曰：妾帛有2心矣。遂前遁，与探马赤千户呼剌斯狱，从其100余人，问之。即剌斯曰：吾在海都军中，闻妾帛反，宣为托生归报天子，我故追以来。哈喇巴都鲁察其臣，与之谋。PG 2497。结郑臣高丽于西南，令之曰：吾将往则妾帛，汝曹勿动，见吾执弓而起，即相应也。既见妾帛，妾帛甚言海都之令以威之。哈喇巴都鲁鬼辞自解，得坚即屈。呼剌斯枕阵已出，妾帛遣其来追，屡拒却之。到欲送军装者，因护之至沿海，即入。见帝喜曰：
人言汝献贼，乃能来耶？命与九传，故谓是。臣曰：譬诸畜犬，得美食而弃其主，窃博是也。虽未得食而不忘其主，此人是也。更其名曰察罕沃托赤，赐以超5000贯。顿首辞谢，其以所赐与痛来者，帝特命受之，而令中书定其同。来者之赏有差。27年，迁正奉大夫，河东山西道宣慰使。奏曰：臣累战而归，依求禁闭。河东，臣故乡也，愿起锦衣以为荣。帝以金之文衣赐之。居2年，诏骸，帝谕之曰：自此而备。乃言故帝曰：阿巴拉乎者，产于无经历臣，而以物素，憨哈那斯，其里及斯3部人居之，名其臣曰赵州。汝往为宣慰使，人别赐汝名曰小龙儿，或曰哈拉巴都鲁，汝可自责之。对曰：龙非臣下所敢成。帝曰：然则哈拉巴都鲁可也。父赐以绣衣、玉带，及超5000贯，其为人主所眷注如此。既至，定事礼，安民居。1日，得于9尾，皆千金，遣使来献。诏骸31年春，世祖东，太傅伯颜奉皇太后旨，命之曰：东方汝常正之，今已属汝，勿肆致命。乃以为咸平宣慰使。元贞元年，诏为御史中丞，行至益州，并卒。石抹明里。石抹明里，契丹人，姓石抹，是典内善。国志内善为禁。臣非笃禁宿住者不得为。明里祖何鲁，是太祖，睿宗常求之。于帝听以其辽时人往，斥之曰：皇子方总兵辟的，正绰。尔以示之。能以示政之功示之，将用黄金覆周汝身矣。显义。庄圣皇后与宪宗，世祖曰：何鲁是太祖，圣公或小不遇，其 PG 2498。烹袍之金，百倍平日，汝兄弟当中始遇之。睿宗常从太宗西征，在道绝疾，何鲁晨起，具草上霜，主羹已尽。睿宗问曰：何从得水？因告之故，尸骸，赐金帛甚厚。年80卒。中统初，明里入见，世祖令侍臣送明里于豫宗，且曰：明里正卿臣之子也，今已是汝，令典善事，以而世祖长命。豫宗令从人10人来，正将行赏焉。10人者至帝前，4人列于明里上。帝曰：第5人非明里耶？对曰：然。帝曰：上之。明里乐1人立。帝又曰：更上之。明里又乐1人立。帝曰：止。赐金文衣1袭。明里出，侍臣以明里后。来反居上，相与而语。帝闻之曰：明里之族何鲁，是太祖。睿宗以及正兄弟，尔时汝辈安在？故谓后来耶？帝亲讨反者，于北方，明里请备持矛，施骸地公，赐白金100两。至元28年，为典善令。成宗即位，加朝列大夫，赐金带、
又赐御一袭，超15000贯。诏曰：明礼就臣，其领诸子入宿卫，可甲。礼部尚书尽皆加议大夫，时尚书陆已老。武宗即位，诏曰：明礼夫妇，立世帝后，保报正宫，正甚得之，可特令明礼。荣禄大夫、司徒，其妻梅先封顺国夫人。赐黄金250两，白金1500两，一袭。仁宗在东宫，与宫人曰：袭朕有。即甚为，徽人欲圣皇后忧之，梅先守誓，不解带者70日。今不敢忘，其赐明礼宝带、锦衣、鱼及4罗。至大3年2月卒，年60有9，子皆显贵。谢仲温，谢仲温，字君玉，丰州丰县人，父穆欢，以资雄乡取监。大兵南下，转克兀剌城。太祖攻西夏，过其城，穆欢与其率营将，从攻西京。穆欢力战先登，连中3使，蒲城下。太宗见而怜之，命军校拔其矢，缚牛，枯其肠，裸而纳诸牛腹中，良久。乃苏，是以死报，每遇敌，必身先之。官至太原路金银铁也达。PG 2499。鲁花赤。仲温风仪广丧，声音洪亮，略涉书史。人子岁，见世祖于野狐岭，命备宿卫，凡所行幸，必在左右。秉承，丞上都，仲温为工部提领，懂其意。帝曰：汝旦直挺，虽100千人，宁不惧汝耶？即位，大军为2，令都诸江。时守将军事伐时，仲温教之增余，以充其实。帝喜谓侍臣曰：朕思不及此，应义托汝，他日不忘汝也。一夕，帝闻敌军欢噪，命警备。仲温奉神床，帝凭其间以行，至旦不能寐。中统元年，擢平阳、太原2路宣抚使，2年，改西京。至元9年，迁顺德路总管。10方用兵江淮，有寡妇玉子以常转书之职，仲温出奉金赎还之。16年，为湖南宣慰使。22年，改淮东。岁旱，仲温倒白。水塘盖民田，公司赖焉。30年春，入见，帝曰：汝非谢仲温乎？朕为汝死矣。从容与及公20事，帝喜甚，欲曰：汝将复官乎？朕当为。卿责之。对曰：臣老矣，无能为也。义子早亡，唯有孙辈完，幸陛下怜之。即日命备宿卫。大德6年卒，年80。子兰，江浙达鲁花赤，先卒。孙辈完，陈侍郎、济宁等路。管明提举司达鲁花赤。高希，高希，字彦解，渤海人。世世经，祖仪，喜居上党。副手。中，国初为千户。太宗9年，从亲王口温部花攻黄州，没于兵。西氏世祖，备宿卫，颇见亲信。至元初，立燕王为皇太子，诏选才眷事充官署，以西长一文，兼领中运，宫卫兼门事，又兼
作皇太子宫，规制有法，帝加之。昔以金币厩马，因赐名师。剌18年，授忠义大夫、工部侍郎、行同知王府都总管服事。19年春，皇太子从帝北幸。时丞相阿合马留守大都，专权贪自，人厌苦之。亦都千户王者与高和尚等，因构变谋杀之。3 PG 2500。月17日，西宿卫宫中，西藩僧2人至中书省，言今系皇太子，与国师来见佛事。省中疑之，彼常出入东宫者杂时视之，悉等皆默识也。乃作西藩与寻2僧曰：皇太子及国师今至何处？2僧失色，又以汉语结之，仓皇莫能对，遂执2僧属吏。训之皆不服，悉恐有变，乃与尚书忙务儿、张九思及卫士及官兵，各执公使以备，请之。枢密副使张毅亦领兵驻宫外。悉问果何为？亦曰：夜后当自见。悉故问，乃复耳语曰：皇太子来诛阿合马也。夜2鼓，忽闻人马声，遥见烛龙1丈。将至宫门，其一人前呼起官，悉谓九思曰：他时殿下还宫。必以完则，赛阳2人先，请得见2人，然后起官。悉呼2人，不应，即与之曰：皇太子平日未常行此门，今何来此也？贼既穷，趋南门。悉留张子正等守西门，即走南门4之。但闻传呼省官姓名，主引下遥见阿合马及左丞郝真已被杀。悉乃语九思大呼曰：此贼也！赤卫士及捕之，高和尚等皆溃去。唯望者救秦。黎明，忠臣也先贴木而与悉等持意往上都，以其是闻。帝以中外未安，当一言5倍，遂劳使遣及还。高和尚等寻皆伏诛。22年，迁嘉义大夫，同知大都留守司事，监少府监。久之，迁中奉大夫、河南等路宣慰使。卒，年53。张九思。张九思，字子友，燕宛平人。父资，冀州节度使。至元2年，九思入备宿卫，玉皇居东宫，一见其之，以复应当不外。特留不遣。江南济贫，宋库藏经帛书内府，而分授东宫者多。至都总管府以主之，九思以工部尚书兼府事。19年春，世祖。巡幸上都，皇太子从，丞相阿合马留守。妖僧高和尚、千户王者等谋杀之，夜聚数百人为一位，称太子，入建德门，直趋东宫，传令起官甚惧。九思是直宿宫中，命主者不得擅起官，语在高希传。贼之不可待，寻园区南门外，即杀丞相阿合马。PG 2501。左丞郝真。时便起仓卒，且昏夜，众莫之所为，九思审其诈。赤宿卫士并立及贼，尽获之。贼之入也，矫太子命，征兵枢密。副使张毅亦不加审，俱以兵与之。亦既作诛，
而行官复论矣。知情将传守四方。九思启太子曰：张翼应变不审，而受贼，以兵死复何辞？若作以与谋，则过矣，请免传首。皇太子言于帝，遂从之。九思讨贼时，又为指挥使严禁在行，中流使卒，愿家屋为贼党，将及其奴。九思立辩之，得不作。阿合马祭拜，合理或孙拜右丞相，中书庶务更新，审不用人，多所推荐。是年冬，立詹事院，以九思为臣，遂举名如上。党宋道，保定刘英、曹南家谷之齐，东平李谦，分任东宫官属。22年，皇太子薨，朝议欲罢詹事院，九思抗言曰：皇孙宗摄人心所属，詹事所以辅臣道德者也，奈何罢之？众以为允。30年，进拜中书左丞，兼詹事丞。明年，世祖登成宗嗣位，改詹事院为徽正，以九思为副使。11月，进资德大夫、中书右丞。会修世祖、裕宗实录，命九思兼领史事。大德2年，拜荣禄大夫、中书平章政事。5年，加大司徒。6年，进阶光禄大夫，薨，年61。子金介奴，光禄大夫，河南省右丞。王伯胜。王伯胜，霸州文安人。兄伯顺，给事内廷，为世祖所亲信。因以伯胜入见，命使宿卫。时伯胜年11，广嗓巨鼻，状貌异。然帝故谓伯顺曰：此儿当甚亲，可名伯胜。帝常卧馆，水温冷甚称止，问进水为谁？内侍李邦宁曰：伯胜。帝曰：此儿他日必之为政，达人情矣。至元25年，从征乃言以功授朝列大夫，拱卫直都指挥使。元贞元年，赐金虎符。进阶嘉义大夫。成宗即位，复进通议大夫。初，拱卫直隶教坊。为促多市井无赖，篡民宿卫。及伯胜为指挥使，乃进牧良家子。PG 2502。议之。5年，户从上都，天久雨，夜闻城西北有声如战疲然。伯胜虑未促100人出视之，乃大水暴至，立据本差，及土石詹。既以塞门，分爵豪皇以谢其事，至旦始定，而民服之。丞相完，则以文，帝加之。9年，以事成宗即，武安西王，出为大宁路总管。伯顺亦出为梁王父。武宗即位，诏拜通奉大夫，也可札。鲁花赤，刑部尚书。至大2年，加右丞。明年，进迎亲荣禄大夫、大都留守，兼少府监。初，大都土臣，遂避一委以御宇。日久土一坚，劳费益甚，伯胜奏罢之。仁宗立，正百官品制。降授资德大夫、巡抚升荣禄大夫，拜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。辽阳省治一州，州必漏，民不知学。伯胜始制，为增郡学。弟子元，
则贤师以教之。使克制，摩所舍，皆管于民，民苦之。伯胜乃择细地为管臼，度咸田百顷，牧民耕种，以领系之。遂大旱，伯胜斋戒已倒，倒闭即雨，人谓之平章雨。廷有2年，诏为大都留守，辽阳民状其行事，言于中书，岂留伯胜，不报。民涕泣而去。3年，特授迎亲荣禄大夫。至2年，赐金虎符。授5位清军都指挥使，兼大都屯田事，任大都留守。奉诏兼修文武楼，创咸宁殿，建太庙。太定3年冬，以急卒。赐义中宣。立保惠功臣，太保、金子光禄大夫，上柱国，追封济国公，是中命。长子克，初名安童，累官至兵部尚书、南台治书侍御史。迁宣徽院士。赐马儿，以宣武将军袭5位清军都指挥使。孙善果袭。伯顺官至大司徒。PG 2503。列传第57。上文。上文，字周卿，是为齐州深泽人，后袭保定，遂战及焉。文又隐悟，复其志。张文迁宣府河东，参政王以见其才，遂辟长书记。未几，西夏行中书省复辟之。至元6年，始立朝仪。太保刘秉忠言于世祖，诏文与诸儒、采唐、开元礼及近代礼。仪之可行于今者，斟酌损益，凡文武仪仗、服色差等，皆文长焉。7年春2月，朝仪成，百官一席，帝临官之，大悦，遂为定制。冬11月，历仕仪司，擢右执事仪使，转司农都事。7年，出守徽州。时河朔大旱，徽独以导得雨，境内大忍。怀孟明马氏、宋氏、乌伏杀人，击碎欲不能决，提行使者命文彦以论报。文推记纠情的狱吏、狱卒罗之状，两狱皆是。19年，进户部郎中，奏罢怀，为逐税提举司，民辨之。22年，除御史台都事。行台御史上封事，延上春秋高。仪禅为皇太子。太子闻之惧，中台密其章不发。达吉古阿散等知之，请收内外百司立案，大所天下埋没钱粮，而时欲发其事。乃西居封御史台立案。文居留密章不语，达吉古闻于地，命宗正薛彻干取其章。文曰：是即矣。即白御史大夫曰：是。欲上为太子，下献大臣，流独天下之民，其谋至坚也。且达吉古乃阿合马余党，赃罪狼藉，宜先发以夺其谋。大夫遂与臣相议，即入言状。帝震怒曰：汝等无罪耶？丞相进曰：臣等魔所陶罪，但此被明载行书，此举动摇人心，以选众臣，为之常，数尽纷扰。帝怒稍解，可其奏。继而达吉古受人京。PG 2504。与其党进作奸赃论死，其积10字文发之。
升大司农丞，转少卿，迁吏部侍郎，改江南湖北道肃正廉访使。31年，召为刑部尚书。元贞初，拜中台侍御史，实行台御史及浙西县司河江浙。行省平章不法者17事，至遣文往节之。左验明者，由吏侦部。夫文以上文，平章乃言御史为智取会防镇军术。陈宗命审台。大臣杂议，咸曰：平章勋臣之后，所犯者轻，是宜诱御史取会军术，法当死。文抗言：平章罪状明白，不受不责，无人陈理，其罪非轻。御史纠事之官，因兵卒侦诉，则其率如及军役，情无害法，即有罪亦轻。庭辩数次，与审台入奏。第一史务，平章、御史各杖遣之。其守正部阿累如此。元贞2年，谏言治平之事，不宜数设，不及之意，宜且停罢。咸为陈宗所加纳，授河北河南肃正廉访使。大德元年，河决浦口，台檄令文按事防河之策。文谏言：长河万里西来，其势湍猛，至蒙津而下的平图书，以喜不长，失与故道，为中国患，不知几千百年矣。自古至河处，得其当，则用力少而患迟；是失其宜，则用力多而患速。此不义之定论也。今陈留底虽东西100有余里，南岸就河口11，以塞者2，自河者6，通川者3，岸高于水，计6、7尺，或4、5尺。北岸故低，其水比田高3、4尺，或高下等，大概南高于北约8、9尺，低安得不坏，水安得不北也。浦口今绝千有余。不迅即东行，的河就独，行200里，至归德横堤之下，复河正流，或强因恶，上决下溃，攻不可成。魁今之际，河北郡县顺水之性，远助长垣，以御泛滥，归德、徐、邳民必冲溃。听从安变，被患之家，宜于河南退滩的内，给父请母，以为用。业一时何觉他所者，亦如之。幸能行此，亦一时救荒之良策也。浦口不塞变，朝廷从之。会河朔郡县，山东县不真言，不塞则河北桑。PG 2505。田径为于鳖之区，塞之变，帝复从之。明年，浦口复决，塞河之意，无遂无之。是后水北入复河故道，尽如文言。3年，调山东县使，历行省参知政事，行御史台中丞。7年，诏拜资善大夫，中书左丞。浙西饥，发领不足，慕民入粟，补官以赈之。山东岁凶，盗贼窃发，出超850余万贯以米之。选时到使者，奏请巡行天下，问民疾苦。又奏斥罢南方白云宗，与民军事复议。西域古人有奉珍宝进售者，其价60万。定省丞平章故谓文曰：此所谓压乎大珠也，
60万筹之布，为过矣。一作传完，闻问何所用之？平章曰：含之可不可？运念可使目有光。文曰：一人含之，1000万人不可，则成宝也。若一宝只记一人，则用以为矣。吾之所谓宝者，米粟是也。1日不食则饥，3日则疾，7日则死。有则百姓安，无则天下乱。以公用教之，其不悦于彼乎？平章故请观之，文敬不为。董年69，因疾告老而归。10年，拜昭文馆大学士、中书右丞，商议中书省事，召不起。武宗、仁宗之事，吕延志访，以国事赐宴及金帛有加，尽皆自光禄大夫转迎清荣禄大夫。仁中书左丞，盖还田里。延佑6年，拜太子詹事，使3往，乃起。仁宗命进言以教太子，待以书礼。太定3年，以中书平章。正式致仕。明年，卒于家，年92。生徒致远。生徒致远，字代用，其先卞人。今末从其父一喜居东平之。受章。致远肄业府学，与李谦、孟琪等齐名。世祖南征，驻兵。小仆，今湖经略使起实力台荐为经略司之事，军中机务多所谋划。师孩，至随州，所服男女，致远西纵遣之。至元7年，催兵守东平，聘为学官。10年，御史台辟为院，不就，授太常。太助，兼奉礼郎。帝遣太常卿备罗问毛写之谏，致远对曰：毛以告纯，写以告心，礼也。宋平，交有直，阳居宽宣未两。PG 2506。这举为都事，守言宋徒及以上之朝，江南学田，当人矣。善学，行省从之。转临安府安抚司经历。临安改为杭州，迁总管府推官。宋驸马杨震从子介节，家父于资，守藏历姚荣妾。其营据视觉，乌介节因与宋广、义二王通，有司榜吃，乌服欲拒。致远厌之，得其情，容服孤。介节以会为谢，致远怒绝之。行人经冤者，欲冒即为儒学教授彭弘不从，冤诬弘作。师有异志，皆书于世，罗者以上。致远察其情，直冤穷节，罪之。属县谢反者17人，训之，盖因寇作，以兵自卫，实非反者，皆得势。西僧杨敛真家，作浮屠于宋故宫，欲取高宗所书。久经，时刻以筑基，致远力拒之，乃止。改授昌府判官。10. 寇盗窃发，加之造真日本战船，远近骚然，致远设施有方，众赖以安。20年，拜江南行台监察御史。江淮行省宣使系县，礼监。肃平章芒务台不法，有诏勿问，人以显等赴芒务台居之，系于狱，必抵已死。致远虑求浙西，知其冤状，将纵之，芒务台挟之以事，致远不为动，轻托显等谢，
使从军自赎。桑歌当国。制书侍御史陈天祥使至湖广，和平章要数目，桑歌摘其书中语。乌以不到，奏遣使往训之，天祥就逮。时行台遣御史按部湖广，咸旦之，莫敢往，致远慨然请行。彼至，类章即论之。桑歌方促定天祥罪，会致远章上，桑歌弃举。江西行省平章马和谋于商税外横加征取，忽兴及乡民为将户，转运使卢氏荣却察谋利。致远并和之。又言战成，日本不可涉海远征，徒废中国，全选。现以南北忧苦不均，以考其殿罪，量的远近，定为吏治，则权衡平而利必革。他如罢乡沙米，持竹克尽，设司御官医学职，原皆至远发之。28年，丁复忧，起复江南行台都事，以终致辞。29年，迁江东建康道肃正廉访司事，未至，移籍还。元贞元年 ，PG 2507。纂修《世祖实录》，诏为翰林呆滞，不复。大德2年，迁淮西。江北道肃正廉访司事，刑部至河州的急促。致远清修苦节，耻视权贵，据书万卷，名曰墨庄。家无余产，教诸子如师友。所着忍斋行稿40卷，释殿通礼3卷，杜诗纂历10卷，及验方12卷，及古印章3卷。子7人，伯奇，真侍郎，领北湖南道肃正廉访司之事，记黎，具为学官，中奉正大夫，兵部员外郎。雷音，字彦正，浑源人，父渊，今监察御史。因生7岁儿孤，经末，母侯氏妾因北归浑源，兼显备长，知任为业，克因读书。因笃志于学，是母以孝文。太宗时，诏郡国设科选士，凡战如疾者赴其家，因年辅弱冠的与其选，阅字砥砺，遂以文学称。丞相史天泽正真定，辟为万户府长书记。世祖即位，初置实录宣抚司，诏选其旧使父子弟为僚属，授因大名录宣抚司员外郎。中统2年，沃陵城指王鄂、王盘建因为翰林修撰，同知至告，兼国史院编修官。5年，调陕西西属四川按察司参议。至元2年，改陕西五路转运司资议。4年，用兵于蜀，配金符参议左弼总帅府事，师还，升成务郎，同知恩州事。县府表见其能，遂入拜监察御史、守议、正军心，正朝廷百官。为言，又敕具敛之臣不宜作相。11年，加奉议大夫，迁河东。山西道提刑按察司事，以称职文。14年，晋朝列大夫，山南。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。是时，江南兴复，诸将士公，且力俘获，往往滥及无辜，或强及新民以为奴隶。因出令的还为民者矣，数千计。18年，
转淮西江北道提刑按察副使，以母老祠。10年，迁行台侍御史，奉母之官，分司湖广、江西、奏和按察。使2人及行省官吏之不法者。22年，丁母忧，去官。明年 ，PG 2508。其父，授忠义大夫，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。时苏、湖多雨商。价，百姓坚实，因请于朝，发领米20万石赈之。江淮行省议。发米太多，亦存1/3，因曰：不宣黄泽，会养困穷，行省。臣直耳，其可效有司出纳之令耶？行省不能夺，悉给之。10年62，即致仕，归老于山阳。29年，征拜集贤学士。陈宗即位，朝会上都，诏诸故老，咨询国政，因为称首，多所见白。1日，言见便殿，奏对称旨，赐白玉带还衣。明年，赐超5000贯，进制2品。大德元年夏6月，以及卒于京师，年7。13赠通奉大夫、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、护军。追封冯邑郡公，是文穆。子赵，顺德路总管府判官。孙玉，南阳府穰县尹。胡之浩。胡之玉，字绍文，磁州武安人。少孤，既常读书，见之于名流。中统初，张文谦宣服大名，辟员外郎。明年，入为中书祥定官。至元元年，授应奉翰林文字，巡监太常博士，调户部员外郎，转右司员外郎，巡监左司。时阿合马当国，禁用群下。官冗事繁，知遇谏言，省官莫如省吏，省吏莫如省事。议事务权监，初为太原路治中，兼提举本路铁也，将以岁复不办，责之。及其立职，乃以罪文。改河东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。宋平为今湖北道宣慰副使。有殿民诉其田主谋为不轨者，知狱，察其冤，作告者。19年，为济宁路总管，上8事于书府盐军。郑曰义仲，曰陶户，曰平南，曰郑深入邑，曰伪属文牒，曰官吏保洁，曰有名无实，曰合并偏颇。书府视之，以其言者为定法。既宁一至据野县，自国出京兵歌，其发已久，民居未及，风俗朴也。知欲选郡子弟，则师教之，亲为讲论，其变其俗。久之，至孝以罪称。升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，所至一好友。夫寡弱，以敦教化，以立世风。民有父子兄弟相送者，必恳切。PG 2509。欲以天伦之众，不获矣，则审以法。诏拜翰林学士，不复，改。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，未几，以即归。29年，朝廷征其。得者10人，知欲为之首，以及辞。30年，卒，年67。延幼年，赠礼部尚书，是文敬。子持，太常博士。王利用。
王利用，字国宾，通州路县人，辽赠中书令、太原郡公籍。之妻世孙、高祖以下皆是经。利用又引物，若冠与未出同学，遂其名，诸民公交口称誉之。出仕世祖于前邸，中书辟为院。辞不久，中统初，命监筑百司印章，历太府内藏官，出为山东经略司详议官，迁北京奥鲁同知，历安肃、汝、黎、赵四州知州，入拜监察御史。冀州有禁地，民不得涉猎其中，罗者乌州。民冒进，及其家，利用纠之，罗者宿于上，利用便阅历，得以所没入西归之民。擢翰林呆至，兼新文署，奉旨陈事上都、龙兴等录如是。升职学士，与耶律柱同修实录。初为河东、陕西、雁南三道提刑按察副使，四川提刑按察使。四川土豪有持官府，长短者，问得其实，而当以罪，民赖以安。都元帅塔海、义乌、山县民数百口为奴，民屡诉不绝，利用承袭和问，进出为民。大德2年，改安西、兴元两路总管。其在兴元，减职田租额。占户之役于他郡者，悉除之，民甚变焉。有妇毒杀其夫，问要所。从来，立教父指为富商所获。欲上，利用曰：家富而获毒药，岂人情哉？训之，果冤也。未几，致仕，居汉中。陈宗朝，起为太子宾客，手以切于时政者书上17事，曰：谨畏天戒，取法祖宗，孝事母后，敬奉至尊，抚爱百姓，敦本义末，清心听政，寡欲养生，久宜节饮，财宜节用，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，杜绝谗言，求纳直谏，官职量才而受，公义相实而动。比进士时赴京演讲读经史，帝及太子加纳之。皇后闻之，命录别本以进。利用以老病不能朝，帝遣医诊视之，利用为帝。PG 2510。利贞、利亨曰：吾受国厚恩，愧不能报，死生有命，要不能为也。岁卒，年77。利用每自言，平生读书，余数自有得焉。连溪县当时名相简仲甚许可，常与人曰：方今文章政事兼备者，王国宾其人也。武宗即位，以官僚就臣，至赠荣禄大夫，柱国、中书平章政事，封陆国公，谥文贞。畅诗文，畅诗文，字纯甫，南阳人。祖渊，赠中顺大夫，上骑都尉，魏郡伯。父讷，有诗名，著《地理志掌图》，是为辩目官，赠太中大夫，上轻车都尉，魏郡侯。诗文又景物，家贫无书，手录口诵，过目辄不忘。若冠，叶许衡，与衡门人姚遂、高宁皆相友善。至元5年，成时政16策，丞相安同其才，辟为右3部令史。12年，丞相伯颜公宋，选为院属，从定江南，即归周中为宰书籍而已。13年，
编平宋世纪上之。14年，除东川行枢密院都事，尽心赞化，多所裨益。16年，安西王陈志改四川北道宣慰司经历，巡除陈直郎，同川路至中，修复社，发的银50锭，同僚分诗文10锭，不受，用以修庙。学籍传舍，余作酒器给公用。19年，陈志改同知保宁录事，至上平简，反侧以安。22年，迁西属四川道提刑按察司事。23年，拜监察御史，纠合不弊权贵，上所纂农桑集要书。24年，迁陕西汉中道巡行劝农副使，至义仓，教民种义法。28年，改迁陕西汉中道提刑按察司事，时更提刑按察司为肃正廉访司，就迁本道肃正廉访司事，处监举财，咸服其功。31年，喜山南道松滋之江有水患，遂发明防水，往返数百里，苦于供给。诗文以江水安流，西罢其意。驸马邑都护家人护事不法，诗文治其神恶者，留之。大德2年，改山东道，入为国子司业。7年，初为陕西行中书省理问官，爵至。PG 2511。遇不少阿训，请之，以及家居。9年，着陕西汉中道肃正廉访副使，又以及不复。10年，改太常少卿，转翰林侍读学士。朝请大夫，知至告同修国史。至大元年，修陈宗实录，赐超100锭，不受。时制作多出其手。2年，加少中大夫。3年，请补外任，除太平路总管。时大旱，诗文捐奉至岛，不数日。数雨大降，遂为丰年。当涂人作杀牛骑羽，求系者60余人。诗文敏而出之。公田米基之营屋，曰：我家几人，能尽10此？忽平氏及细民，自其取去。廉访分司官前后至者，必先叶诗文，称为先生。诗文在任未久，境内晏然。黄庆2年，复召为翰林侍读学士，中奉大夫。知至告同修国史，奉旨传王伯承道继续等文，赐银2挺，不受。除雁南河北道肃正廉访使，以并去官。延佑元年，征拜翰林学士，资德大夫，行至河南，复以并归襄阳。4年秋8月，考河南乡试归。赐襄县卒。于传舍，年71，葬襄阳县山。太定2年，赠资政大夫，河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、上护军，追封为郡公，谥文肃。后至元8年，加赠推中守正亮节功臣。3子，常曰笃，是至太中大夫，江东道肃正廉访副使。张昭，字彦明，济南人。父姓，以商贾起家，资雄于乡。人陈遂基，出肃正代，乡人赖以全活。赵又引物力学，始补。历济南，
上记寿阳，行省有基年勾考未输银10.5万两，诏调成利害切制，遂获免征，民的无扰。中统元年，辟为中书省。院俄迁右司提控案牍。4年，初为山东东路大都督府员外郎。至元4年，转陕西五路西属四川行中书省左右司员外郎。8年，进阶奉训大夫，知兖州事。时州境抗旱，吏民垦稻不雨，诏使至，甘雨沾足。文属亦有节侠吏，挟官府四为暴横，诏神之矣。法杖出境外，民害遂息。11年，改授淮西等路行中书省佐。PG 2512。右司郎中。丞相阿塔海领军进攻瓜州、镇江，诏运粮储，给战。据凡2年，暂化之力居多。13年，扬州卫下，丞相阿术提兵攻之。5月，宋江李廷之弃城遁泰州，诏领兵破扬州城下。攻往招遇，至朱焕以城将，廷之亦就擒。诏传习卫下州郡，皆望封款赋。从阿术入境，世祖赐锦衣，安乐。13年，升太中大夫、扬州路总管府达鲁花赤，商议行中书省事，配金虎符。时行省在扬州，据南北要津，诏府随劳来，上下安之。16年，改镇江路总管府达鲁花赤，谢病归，购书8万卷，以10000卷送祭。南府学资教育。21年，起为东昌路总管，历政2年，吏民未服，以治罪称。25年卒，年64。延佑5年，赠太中大夫、东昌路总管，追封清河郡侯，仕晋会。子用忠，宜州山场同提举。元玉。元玉，字仲宽，洛阳人。幼孤，从兄避难聊城，因家焉。稍尝试学。中统初，由聊城县丞辟中书右司院，使谏言，给仲求医粮医药，免及其奴产，只令出坟役前，后者为令。舜天禄明王柱儿，因斗误杀人，其母年70，言于朝曰：妾寡且老，视此而以为生，而死，则妾亦死矣。欲言于执政曰：求误杀人，情非故犯，当今其母，岂诱之？执政以闻，帝从之，求得免死。南京总管刘克兴掠良民为奴隶，后以缴治获。罪，当及奴产之半，欲言于中书，只及其家，奴隶的父为名者数百。至元6年，迁开封府判官。尾川县达鲁花赤贪暴，甚下邑民捕黄，竟不得饮水，民不胜愤，及之而毙，有司当以大。逆至极刑者7人，连坐者50余人。谕曰：达鲁花赤自犯众，怒而死，安可悉归罪于民？亦诛首恶者1人，于各杖之有差。不实者录囚至县，疑其太宽，欲辩之义利，遂陈其事状于中书。行曹敬从御议。8年，拜监察御史，而有指授西夏中兴等禄星。PG 2513。明安府副使，
兼本道巡行劝农副使，奉直大夫，佩金服。时喜。恶民万余于西夏，有司虽与领时，而流离颠沛尤多。欲与安抚。使都即请于朝，既丁给的，立三屯，使耕以自养，官民便之。又言西夏羌浑杂居，趋良莫变，一验以有从良书者，则为良民。从之，得8000余人，官给牛具，使力田为农。13年，晋甘州等路宣抚副使，兼西夏中兴等路兴民安抚副使。明年，移镇甘州。18年，调南阳知府。明年，诏拜刑部侍郎。初为顺德路总管。郡有铁野提举张建，无子，买妾，其妻妒儿，杀之。欲捕其妻，训之服孤。欲用法平允，而极恶不少待如此。21年，卒于官，年59。欲以其兄有居狱之恩，令其子师越推应兄子人，师越后世致仕御史。张访。张访，字显卿，东平汶上人，父乳名，今大安元年京义进士，官至治书侍御史。访性缜密，遇事敢言，确然有手，以任子是补吏部令史。今王还乡里。延时行台东平，辟为院。乡人有执左道或众谋不轨者，是绝逮捕，挂物甚重，诛僚左莫敢。言访独别白出数百人，时才之，尽募职。时兵后，立曹杂进，不习文法。东平辖郡邑54，民众士繁，不输田尾，漫无统计。访作曹，攻越暗读，左筹右答，贤得其当，事无留滞。初，有将校死士，以弟袭其职者，致仕革去，访便明，复之，持金。夜窥访，访却之，残谢而去。同理张氏以私5万两计访家儿。他是俄而访家被火，家人惶害走避，资用西坟，为力丸所忌。司复张氏。乙卯，权知东平府事，以及祠，家居养母。中统4年，参知中书省事。商挺镇巴蜀，表为四川等处行枢密院参议。至元元年，入为中书省左右司郎中，甄别能否，供其处置，人无怨言。3年，迁至国用史司郎中，治司专职财富，10载令。之以任极事，尤好繁重，访结成赞化，出纳为警，复不加敛。PG 2514。而国用以饶。4年，丁内忧，哀悔于治。寻诏起复，路求东平，多所平反。7年，转尚书省左右司郎中。9年，改中书省左右司郎中。访有时律，损益古今，裁定典宪，时皆宜之，名为称职。11年，拜兵刑部尚书，尚书起骸骨，治其事，卒。赠中奉大夫，参知政事，追封东平郡公，侍庄县。子克裕，平阴县尹。孙正，秘书著作郎，魁，中书省左司，都事，拱，常德路蒙古学教授。好兵。
郝彬，字景文，霸州信安人也。世祖初年16，充太子。宿卫，着扬州路治中。宋末，鄞县固润，聚众海岛，时出宫飘。宋羁縻以官，内附后一横，清扬州境，兵讨秦之。太兴人有备。杀2年而捕贼不获者，立乌平人，欲以拒。兵夷其屋，验之，果得真贼。御史建兵同知淮西道宣慰司事，河户坂、李屯田，诸废修举。江淮财富总管府长东宫田赋，其官属皆从詹事院奏。授部吏中书，往往为监吏，诸囚无厌。兵为总管，入见，请。授县司纠察以革司弊，8所吏6提举司以苏明末。从之，遂罢。其4，国家经费，严厉居10之8，而两淮盐独当天下之半，法日已坏，以兵刑户部尚书经理之。兵请度州籍所通，道理所均。建6仓，主盐渔场，运机之仓，遂守，听群商于转运司探仓筹。定其所，乃买券，又定河商，将商事议之不如法者违法。入为工部尚书，改户部尚书，拜中书参知政事，而免归。尚书审吏，拜参知政事，辞不获命。同猎物生事要攻，杀无罪之人。兵机诚意开引，或从或为，恒不可治。命兼大司徒，不拜。人宗在东宫，兵肯辞致吏，因称嫉妒。时相强起之，至奏重赐矣。尔之，兵不为动。亦罪之，罪无从的，兵坚卧一榻至数月，上书省臣皆得罪，兵不与焉。家居7年，足迹未尝溢出门外。人宗思之，以为大司农卿，未己，谢病。延佑7年3月卒。PG 2515。高原，高原，字仲渊，晋州人。高祖一，为州法吏，用法公平。父汝陵，为真定廉访司赵模，使东平，到高唐，欲到死。元有吏学，是母校，补县吏。中统初，擢为徽禄之事，累升其和县。隐有遗爱，去官10年，民游历碑颂之。迁行台都事，迁江南。浙西道提刑按察司事。和常州路打虏花赤马术夺民田及他不法。是数据走路全程阿合马，以他是乌园。既细欲一日乎？视之，莫之所由。先时，原所居邻里，多阿合马婴妻，素之源。是母至孝。至是，闻源作非姑，悉议阿合马曰：“源，孝子也。非但我知之，天必知之。况梅孽之罪非实，若妄杀源，被天不降。”阿合马感悟，得不死。寻除河间等路都转运副使，府治。有条，造户逃者皆复业，常赴外，现于几十万民。至元24年，为江东道劝农营田使。28年，迁都水监，开通会河。由文明门东70里，与会通河街，至闸7，桥12，人蒙其利。授同知湖南道宣慰司事。
卒，年77。子孟弼、梁弼、公弼。杨时。杨时，字彦卿，真定镐城人。习章程学，工书算，史义府。历迁检法。中统元年，辟为中书院，与中山杨真、无极杨卞齐。明，时人以三杨牧之。中书省出力，国用不足，时论超法已矣。却或治国用，朝廷从之，因比长其条制。4年，授益都路宣慰。司资议，迁左司提控院，请严赃立法。至元2年，除河南大名。诸处行中书省都事。3年，立治国用司，总天下钱谷，以时为员外郎，配金服。改宣徽院参议。实际倘立即，据其出入之算。每月中上之，遂定为令。家诸路交抄都提举，上抄法便宜事。为平准行用库白金出入，有偷滥之弊，请以50两铸为定。文以元宝，用之便。7年，改治国用司为尚书省，拜户部侍郎。人间交抄提举。时用人子就及定民赋议之高下，时言贫富。PG 2516。不长，岁久尽役，其可以息时之急，而定金之赋议哉？廷议。善之，因比地其轻重，人以为平。时兴计今昔，时论经费者，咸推其能焉。子克中，安丰路总管。孙真。吴鼎。吴鼎，字鼎臣，燕人。至元17年，建裕宗于东宫，命入宿卫。25年，授之染杂造局总管府副总管，后机官至礼部尚书、宣徽副使。太德11年，山东诸郡击，赵鼎往镇之。朝廷议发米4万石，超折米1万石。鼎谓同时者曰：“明的超。”江贺从一米。同时者曰：“朝议已定，恐不可复得。”鼎曰：“人命岂不重于米耶？”言于朝，卒从所请。至大元年，改正奉大夫，保定路总管。时皇太后欲幸五台，言者请开保定西。武回领，以取捷径。遣使击鼎，使示地形，计公费。鼎言：荒山斗入，人迹久绝，非臣愚所以往。还报太后喜，为请。其意。3年，诏授资善大夫，痛知中正院士。两浙财富立中正，者据万计，前往者虑多取其银，鼎治之，亦无私焉。这有2妇，豪曰朱、张家，多待与民钱，其后2家诸枚，而劝之以长者，亦入于官，官为厌劝真理，民不能堪。鼎立为辩白，使获免。4年，改京畿礼运使。皇庆2年，特指复迁宣真院士。4月，进资政大夫，重祥院士。延佑3年卒，年50有3。赠荣禄大夫，平章政事，柱国，追封济国公，谥孝敏。梁德圭。梁德圭，字伯温，大兴良乡人。初给事昭瑞顺圣皇后宫，令习国语，通奏对。年11，见世祖。至元16年，
为中书左司员外郎、俄升郎中，6000至参议尚书省事。至元31年，执政入奏事，帝询其曲折，不能对，得归从旁辨析，明白通畅。帝大悦，拜参知政事。在审日久，凡前古出纳之制，全选进退。PG 2517之仪，诸藩赐予之节，命有奏制，不暇阅简读，同列墨之措辞。得归数语即定，监狱一事，则曰某事当如某律，某年常有此旨。验之皆然。北京地震，帝阅州郡报求之数，怪其过多，得归方。在右司，诏问焉。对曰：当国者急于侦所，蔓延收系，以致此耳。帝感悟，为大赦中外不复，民赖以苏。大德间，成宗即位，亦尊祖武，庙堂以安静为治，囚禁者不得逞其志，朋举心愿，直视重伤得归。惠帝有疾，言者肾气至竭，得归以慰居。执政，不受凌厉，慷慨引救，遂安置湖广。帝即悦，问知之。诏使重定。既至，帝问卿安在？得归涕泣不能语。赐酒。传使往拜其母，因以气急，起骸骨归。大德8年9月，卒于嘉，年40有6。PG 2518。列传第58。刘英。刘英，字孟吉，保定荣城人。世为儒家，武士祖从生敦武。校尉，临洮府录事判官访，访升奉议大夫，中山府录事与。生秉善，今征右中南喜。其弟国宝，登新定进士第，中奉直大夫，枢密院经历。秉善深术，术因之父也。遂人臣，数十倍。归，刻意问学，遂信礼之说，好长效。中统出，左三部尚书刘。肃宣府征定，辟武义令，以及辞归。年40未有子，叹曰：天果使我无子则已，有子必令读书。因生之系，数梦神人马。载义而至其家，曰：善养之。既绝而生，乃名曰婴，字梦。既后改今名及字。因天资绝人。3岁识书，日记千百言，过目即成诵。6岁能诗，7岁能属文，落笔惊人。辅若冠，才气超迈，日月方测。思得如古人者有之，作悉甚解。国子司夜宴弥坚教授真定。因从之游，同舍身皆莫能及。初为经学，究训古书士之说，则叹曰：圣人精义，殆不止此。及的周、陈、张、邵、朱、吕之书，一见能发其为，曰：我故未当有事也。即凭其学之所长，而曰：邵至大也，周至精也，陈至正也，朱子及其大，尽其精，而贯之以正也。其高见远识虑类此。因早丧父，是继母孝，有父祖丧未葬，投书先有翰林呆至阳。数连而助之，使客相视。因性不苟合，不忘交接，家虽甚贫，非其意，一介不取。
家居教授，师道尊严。弟子造其门者，随才气教之，皆有成就。公卿过保定者众，闻因名，往往来也。PG 2519。因多逊避，不与相见，不知者或以为傲，弗恤也。常爱诸葛孔。明镜以修身之语，表所居曰进修。不忽慕以因学行见于朝，至元19年，有赵真因着承德郎，又赞善大夫。初，玉皇建学宫中，命赞善王寻教进士子弟。寻卒，乃命因继之。未几，以母及辞归。明年，丁内监28年，诏复遣使者，以及贤学士、嘉义大夫真因，以及故辞。且上书宰相曰：因自幼读书，皆闻大人君子之舆论，虽他无所得，至如君臣之义，自未见之甚明。如以日用进士言之，凡无人之所以的。安居而暇时，以遂其身具之乐者，是谁之利与？皆君上之赐也。是以凡我有生之名，或给利益，或出之能，亦必各有以自效焉。此理视之必然，更万古而不可议，而庄周是所谓魔所逃于天地之间者也。因生43年，未尝效尺寸之力，以报国家养育生臣之德，而恩命连至，因上感眼见不出，贪高尚之名以自媚，以负我国家之誉之恩，而得罪于圣门中庸之教也哉。且因之利心，自幼极长，未尝一日敢为衙案卓绝，甚高难记之行，平息交友，苟有一日之雅者，皆知因之此心也。但或者得之传闻，不求其实，止于纵记之近似者观之，是以有高人隐士之目，为阁下亦知因之未尝以此自居也。向者先楚皇以赞善之命来诏，即与使者俱行，再奉指令教学，亦即时应命。后缢老母中风，请还家省事，不幸弥留，竟遭忧治，遂不复出。出其有益于部是邪？今圣天子选用贤良，一心实正，虽前日隐晦之人，亦将出而是矣。况因平息非隐晦者邪？况加以不赐之宠，处之以忧崇之地邪？是以行流一往，命与心为，并卧空斋，惶恐呆醉。因素有雷疾，自去年丧子，忧患之余，既以虐，立下疾。秋后虽平复，然精神气血已非旧矣。不亦今岁5月28日，疟疾复作，至7月初2日，征发旧疾，腹痛如刺，下血布。PG 2520。乙。至8月初，偶起一念，自叹旁无其公之亲，家无纪纲之仆，恐一旦身先朝露，必致累人，遂遣人于荣城仙人目测，修营医舍，倘病势不退，当居处其中以待尽。遣人之计，未免感伤。由是病势益增，饮食极减。至21日，使者持恩命至，因出闻之，惶不无的，不知所措，徐而思之，切谓共职虽未能服病而行，而恩命则不敢不服病而败。因又虑，若稍涉迟疑，则不
为臣子之心有所不安，而宗纪高峻，已不近于人情矣。是以急日拜寿，留使者，后病势稍退，与之俱行。迁言至今，服了百至，略无一效，乃请使者先行，人令学生李道衡纳上铺马胜。止，待病退，自备气力以行。望阁下府家精敏，屈为保全。因时疏远为谏之臣，与帷幄诸公不同，其进与退，若非难处之事，惟阁下始终成就之。书上朝廷不强制，帝闻之，亦曰：古有所谓不召之臣，其私人之徒于30年夏4月16日卒，年45。戊子。闻者皆道。严佑中，赠翰林学士，资善大夫，上护军，追封荣。陈郡公，是文景。欧阳玄常赞因画像曰：为典之狂，